每当饥饿难耐时，女人都会被妹妹怂恿去破庙与陌生男人进行交易。在交易完成后，男人竟还不愿意放其离去，女人在拼命挣扎中意外撞到旁边的柱子，吞死了过去。这死了，死的更带劲，老子还没玩过尸体呢。嘿，我先来。男人下流的话充斥着耳边，沈乔不悦地皱了皱眉。是谁在讲话？不要命了吗？赶钱到我家里来！此时，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一段奇奇怪怪的记忆。原身沈大妮今年22岁，与裴衍成亲7年，育有2个6岁的龙凤胎。如今大旱，颗粒无收，人人挖野菜啃树皮。原身竟然趁着裴衍进山寻找猎物之际，丧心病狂地将孩子卖给人贩子换银钱。天啊，我竟然穿越了，成了蛤蟆村3大毒瘤之一的恶妇。还没等他消化完这段记忆，就感觉有人在拉扯他的衣服，恶臭的嘴巴吐着污秽下流的语言。沈乔顿时警铃大作，毫不迟疑地睁开眼睛，一把擒住向他伸来的咸猪手。打我的手断了。另外2个男人正在解裤带，闻言立马看过去，只见地上血淋淋一片，一截小指落在地上。他竟然把老大的手指掰断了。沈乔猛地坐起来，眼神凌厉，完全不同之前的懦弱。娘的，竟然伤我兄弟，看老子怎么教训你！给我上，扒了他的衣服。沈乔也不跟他们废话，一个回旋踢猛地踹在麻子脸胸口，麻子脸后退几步，倒在另一位大汉身上。余下那人吓得连滚带爬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扎死了！有鬼啊！你别过来！话刚说完，裤子瞬间湿了，身上传来一股难闻的骚臭味。这就闹了，我才热了个身呢。沈乔缓缓靠近，男人惊恐地看着他，不停地后退。半晌后，惨叫声贯穿破庙。沈乔提着一个破旧的布袋走，身后火势汹汹。这样的人渣比感染了病毒的丧尸还恶心，干脆一把火烧得干净。沈乔这才开始打量四周，入眼望去，满目枯黄，地皮干裂，寸草不生，干枯的树上绑着2个衣衫褴褛的孩子。这就是原身和裴衍生的龙凤胎，男孩叫裴炫，女孩叫裴珠。想到原身做的孽，沈乔连忙将孩子从大树上放了下来。我们不要你管。瘦弱男孩狠狠推了沈乔一把，下意识地将女孩护在身后。沈乔扯了扯嘴角，露出自以为温柔的笑，问道：我是你们的娘吗？滚开，我们没你这么恶毒的娘。小女孩对沈乔有几分后怕，骂完便躲在小男孩背后。妹妹，我们回家。瘦弱男孩恶狠狠瞪了沈乔一眼，拉起瑟瑟发抖的女孩跑开了。沈乔一阵无语，也不怪俩孩子这么对他，原身带俩孩子非打即骂，若非原身的奶奶时不时护着，恐怕龙凤胎活不到现在。还好我穿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那就代替原身好好的活着吧。循着原身的记忆，沈乔跟上了俩孩子的步伐，刚踏进院子，便被村长拦住了去路，指着沈乔就骂：沈大妮闪了天了，自己亲生的骨肉也敢卖。沈大妮这名字真是又土又敷衍。看着气急败坏的老头，沈乔忽然笑了：村长伯伯，你听谁说我要卖孩子了？王大福还未回答，身后传来一道矫揉造作的嗓音：姐姐，我见你带这俩孩子去了十里庙，那里都是人贩子，所以……说话的是沈大妮的继妹沈雪，今年18岁，是沈大高的第2任妻子所生。听到沈雪的话，沈乔蹙起了眉头：你说我要卖孩子，当时为什么不阻止？你是孩子的亲姨，为什么要等到晚上才喊来村长围住我？沈雪愣了一下：我阻止了的，可你不听，我没办法。是吗？沈乔黑眸冷冷地看着沈雪，沈大妮又不傻，就算卖孩子，能明目张胆地告诉沈雪。沈雪被看得有些毛骨悚然，凄凄哀哀地哭了起来：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将你卖孩子的事说出去的，可是我不忍心姐姐误入歧途。小猪小薛那么乖巧懂事，要是裴大哥知道了，会打死姐姐的。沈乔连眼神都懒得给他，直接冲着王大福施了一礼：村长伯伯，我没有卖孩子，我是带孩子找吃食了，眼下绝不能承认卖孩子的事，否则刚穿来就得被打死。沈雪心里一怔，难不成沈大妮没卖孩子？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到她将2个孩子骗到破庙处了。村长冷哼一声，对沈乔的话半信半疑，而沈雪不死心，他转身对旁边的俩孩子柔声道：别怕，告诉小姨，你娘带你们去哪里了？裴珠哇的大哭起来，抱着沈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小姨，我娘要把我和哥哥卖掉。沈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安慰似的拍了拍裴珠的后背：不怕了啊，小姨来了，谁也卖不了你们。裴珠的话顿时炸起轩然大波，王大福痛心疾首地捶了捶胸口：沈大妮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小猪都亲口承认了。沈乔冷眼扫了扫沈雪：我的2个孩子皆在家中，
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卖孩子了？王大福一愣，眼神扫向孩子，又看了看沈乔。是啊，孩子在家里好好待着呢。沈雪将裴珠揽在怀里，低声道：“听说10里外的泡庙是人贩子交易点。”王大福蹙了蹙眉，他记得沈大妮就是从那个方向回来的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身上的布袋哪里来的？该不会和人贩子谈好了价格，用一布袋东西换俩孩子吧？龙凤胎闻言，吓得缩在了沈雪怀里。王大福眯了眯眼，问沈乔：“你身上的布袋哪来的？”沈乔镇定自若，神情没有一丝慌乱。他朝着王大福礼貌笑了笑：“村长伯包，我确实在10里庙见到了人贩子，那群人贩子太可恶，我不能让他们荼毒我的孩子，所以连人带庙被我烧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布袋是食物，我从破庙找来给孩子吃的。”骗傻子呢？你还烧了人贩子？你咋不说你上天了呢？你看我信不信？我真的是为民除害，不信你可以派人去看看。只怕人贩子早已被烧成了焦炭，他们去了，正好给他证明。沈雪勾了勾唇，来到沈乔旁边：“姐姐自小身体就弱，被奶奶当眼珠子似的护着，连同水也提不动，一个肩不能提，手不能扛的人能火烧人贩子。”听了沈雪的话，王大福恨铁不成钢的用拐杖将地戳了好几个洞。沈大妮，你是要气死我！如今吹牛竟然不打草稿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老说我吹牛，我也没办法，实在不行您老人家跑一趟，看看人贩子死没死。王大福被沈乔气得差点站不稳，狠狠掐住人中，才不至于倒地。这时裴炫开口了：“村长爷爷，破庙的人贩子被烧死了，我娘也没有卖我们。”说完，裴炫低下了头，他并不是要帮着这个坏女人。破庙被烧，人贩子的惨叫声，他听得是一清二楚。沈乔看着裴炫，心下一阵感动。原生这么恶毒，他竟然还想着他，为他说话，真不知道原生怎么对这么懂事的孩子下手的。沈雪不可置信地看着裴炫，又哄道：“乖炫儿，不要怕他，有村长爷爷为你做主，你如实说就行。”裴炫似乎不喜欢与沈雪接触，下意识地扯回自己的手：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沈乔故作伤心地看向沈雪：“妹妹，你就这么见不得姐姐好？我儿子都说了我没卖孩子，为何你死咬着不放？难道非要孩子没了娘你才开心？”姐姐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担心裴大哥知道了会生气，才多问了一句。姐姐，你千万不要怪我，以后我不问了就是。沈雪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心善，与沈大妮恶毒的形象成鲜明对比，对待侄子侄女更是好的没话说。王大福回过神来，狠狠地瞪了沈乔一眼：“人家小雪那是关心孩子，哪像你？”沈乔无视村长的话，直接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担心我的丈夫会生气？莫非你对他有什么想法？”沈雪狠狠攥紧手心，指甲嵌住肉才忍住没有泄露自己的情绪。很快她稳住心神：“你对孩子非打击吗？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才会担心裴大哥一气之下休了你。”沈乔冷哼：“3天2头往我家里跑，说好听点是担心孩子，说难听点就是肖想姐夫。都18了还不嫁人，一天天的将姐夫挂在嘴边，咋地？你这么想当孩子的后娘？”沈雪到底是个姑娘家，气得涨红了脸。你胡说八道，有没有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眼看着姐妹俩吵起来，王大福不耐烦地打圆场：“行了，小雪也是担心孩子。沈大妮，你少说2句。”沈乔沉下脸来：“事情真相大白，我没有卖孩子。村长伯包，您请回吧。”王大福噎了噎，刚想反驳几句，最终化为叹息，背着手离开了。见沈雪仍待在原地，沈乔也语道：“你还不走？真打算住在姐夫家？”姐姐，你为何如此羞辱我？沈雪的泪说来就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了多大委屈。知道我羞辱你了，还死皮赖脸待在我家不走，难不成真想当孩子的后娘？沈雪再也受不住，捂着脸跑开了，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女人吃完饭以后再睡觉就会肚子疼，只因她是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在别人还在挖野菜啃树皮的时候，她只需要一个意念，就能在她的31厅里拿出各种食物，每次都吃到肚子撑。看着2个瘦弱的孩子，沈乔忍不住催动意念，来到了她200多平的31厅里，看着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沈乔心中大喜。多亏了钱是在封城之前囤了这么多食材药类，这下就算穿到古代灾荒年也不用愁了。沈乔打开冰箱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小块瘦肉、葱姜，又拿了点盐和大米，最后提了一大桶矿泉水。他准备做一顿瘦肉粥，粥类软绵好消化，最适合饿了很久的身体。将瘦肉切成碎末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大米淘净后，兑水放入锅中，再放入肉末、葱姜盐，文火开熬。不一会儿，一股馋人的香味传来。屋内，裴珠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好香啊！
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残忍的香味。娘做什么好吃的？什么娘？那么恶毒的女人才不配做我们的娘。裴炫一脸谨慎，虽然香味直窜鼻息，但他仍然倔强地提醒：小心他在饭里下药，再把我们卖给人贩子。听到人贩子3个字时，裴珠咽口水的动作顿住，忍不住缩了缩脖子。哥，我好害怕，万一娘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不怕，哥哥保护你，不会让那个坏女人有机可乘。我想爹爹了，爹爹很快就回来了，别急哈。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沈乔端着碗走了进来。肉粥做好了，快来吃吧。裴炫和裴珠立马缩在一块，警惕地看着他。我们不吃，谁知道你在粥里放了什么？粥里放了肉啊！沈乔狠狠地吸了口香气，不停地引诱着两小只。沈乔的话不仅没有馋到他们，反而让裴炫更加警惕。这时节连树皮都啃不上，他哪里来的肉粥？裴珠吸了吸鼻子，可是真的好香啊！但想到哥哥的话，他跟着硬气道：我们才不吃，打死也不吃。好吧。沈乔无所谓的点了点头，端起碗稀溜稀溜将一碗粥喝完了。沈乔扬了扬手中的空碗，锅里还有，我再去剩一碗。裴珠露出一个小脑袋，看沈乔蹲在锅灶旁喝得喷香，肚子里的馋虫仿佛要跳出来。哥，好像没毒哎，你看他都喝了。这时沈乔一边品尝一边享受的眯着眼道：这是谁家的肉粥啊？怎么这么香？可惜呀，就我一个人吃，我也吃不完呀。算了算了，剩下的喂猪好了，不然要浪费了。他一定是故意的。裴炫一把将裴珠拉进屋里，关上了门。哥哥，我好饿呀！妹妹，咱们不吃，谁知道他打的什么坏主意？可是这时沈乔喊了一声：小猪猪，快过来吃饭了。裴珠眼睛一亮，不顾裴炫的反对，一把推开了门。我来啦！说好的补气呢？不行，不能让妹妹被这个坏女人忽悠了。裴炫推开门也冲了过去。快喝吧。沈乔温柔地看了看裴珠，小姑娘长得真好看，是个美人胚子，可惜太瘦了，以后多做点好吃的补补，珠圆玉润的更招人喜爱。裴珠再也禁不住诱惑，将碗放到嘴边，不许喝。裴珠见状，马上仰头将粥喝得一滴不剩。她宁愿被毒死，也不要做饿死鬼。毒妇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做了粥给你们喝啊。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你想再次把我们卖掉，好跟姓宋的私奔？沈乔扯了扯嘴角，笑道：儿子，娘决定痛改前非，好好对待你俩，以后莫要将私奔俩字挂在嘴边，人家会笑话的。来，喝碗肉粥吧，没毒的。裴炫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唱起了空城曲，他脸色讪讪，气鼓鼓地拉过裴珠的手就走。才6岁就这么傲娇，也不知性子随了谁。哥，我没吃饱。裴炫打开干粮袋，递给裴珠一张干巴巴的饼子，吃吧，不过要少吃点。这是裴远临走之前给他的，特意叮嘱他藏好，别让他娘抢了去。我想喝瘦肉粥，他没下毒，那也不能喝，谁知道他打的什么坏主意？可是我吃干粮吧。另一边，沈乔收拾好后，只觉得筋疲力尽，回屋后倒头就睡，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肚子疼，如同刀绞。原身这副身体太久没吃顿饱饭了，一不小心吃撑了。沈乔立马起身往茅房里钻，刚走出房门，发现隔壁油灯亮着。沈乔说了句：锅里温着粥呢，你俩多少吃点。裴珠刚想开口，却被裴炫拦住。我们不会吃的，你就别打坏主意了。沈乔噎了噎，这小崽子戒备心这么重，不吃算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色大亮，沈乔早早起床，准备给两孩子做早餐吃。环顾四周，家徒四壁，连个像样的碗筷都没有。沈乔不明白家如何能穷成这样。莫非裴衍是个懒汉，找一点吃一点？那他和原生还真是半斤八两。沈乔从空间掏出4个鸡蛋，4块红薯煮熟，盖上锅盖，冲着紧闭的房门喊了一声：儿子，闺女，吃早饭了。良久，无人应答。难不成跑出去了？他眯着一只眼，透过门缝望去，龙凤胎果然不在屋里。这灾荒年的，万一俩孩子走丢了，他要吃不了，兜着走。沈乔围着村子转了一圈，也没见到俩孩子的影子。刚走到一处矮墙处，便听到一阵哭喊声：二狗，你放开我哥！敢偷爷爷的饼子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杂碎玩意儿，胆子肥了！院内，陈二狗身高马大，正骑在裴炫身上打，旁边3、4个孩子按住他的四肢，让他动弹不得。那是我爹留给我们的干粮，我们没有偷你的饼子。陈二狗飞起一脚，将裴珠踹倒。看着裴珠被踹，裴炫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道：不许打我妹妹，否则跟你拼命！陈二狗连喊几个孩子，哈哈大笑：你学狗叫，爷爷就不打他，来给爷爷叫一声。沈乔听到这，顿时气血上涌，健步上前，薅住陈二狗的脖子，一把将他
她从裴炫的身上拽了下来。翻了天了，敢欺负我儿子，你来学个狗叫试试。陈二狗揉了揉被薅疼的脖子，看到来人是沈乔，一点都不怕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剑总的娘，贱货来了！爷爷让你们学狗叫，都是玷污了狗。几个孩子被陈二狗的话逗得哈哈大笑。你再说一遍。剑总的娘，贱货！就在此时，啪的一声，沈乔一巴掌抡圆了过去。还说不说？陈二狗被打懵了，反应过来后简直怒不可遏，张牙舞爪朝着沈乔扑去。敢打爷爷我，贱货！我跟你拼了！陈二狗虽然是孩子，但长得人高马大，身高可以和沈乔相媲美，他一点都不怕他。沈乔又是一巴掌拍了过去，陈二狗摔了个狗吃屎。给我儿子道歉！沈乔死死盯着陈二狗，那凌厉的眼神仿佛要把他嘎了一样。另外几个孩子想帮忙，都被沈乔狠厉的眼神吓住，围在一起不敢上前。肥头大耳的妇女有多可怕？就连身强体壮的少年，在他面前都只有挨打的份。沈大妮，你快放了我，否则我娘饶不了你！废话真多，道不道歉？让爷爷道歉，不可能！你嘴还挺硬啊，看了教训的还不够。沈乔朝裴炫努了努嘴，放低了声音：乖儿子，你过来。裴炫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，这个女人竟然为我出头，而且还温柔地叫我乖儿子，她还是沈大妮吗？这小子莫不是被打傻了？怎么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？裴炫，你过来，他怎么打的你？你给我还回来！裴炫回过神来，冷冷地看向沈乔，他从前从来不会帮他的，就算他被欺负了，他比别人骂得更狠。快点给我打！怎么磨磨唧唧的，也不知这性子随了谁。沈乔这句话仿佛给了裴炫底气，小裴炫抡圆了胳膊，朝着陈二狗扇去，狠劲十足。然而裴炫又瘦又小，一巴掌打在陈二狗身上，仿佛给他挠痒痒，脸都没偏一下。你没吃饭吗？使劲打！沈乔扯了扯嘴角，他朝着裴珠喊道：你过来，帮你哥哥一起打。裴珠很快反应过来，从地上找来一根棍子，气势汹汹地朝着陈二狗走来。好样的，比他哥上道。看着裴珠手持棍子，陈二狗有些慌了。你这毒妇竟然教小孩子打人！沈乔冷笑：你也知道打人不对呀，我看你打得那么凶，我还以为你娘也是这么教你的呢。陈二狗憋得脸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裴珠扬起手中的棍子，将陈二狗一顿胖揍。裴炫也握紧拳头，狠狠地朝着陈二狗肚子上砸去。陈二狗被打得哇哇乱叫，他的小帮手吓得脸色发白，有的趁乱逃走去通风报信。沈乔见打得差不多了，临走之前恶狠狠地警告一通：我告诉你们，我家裴炫裴珠有人生有人养，再让我听到你们满嘴乱吠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，打断你们的腿！警告完毕，拉着呆愣愣的裴炫裴珠就要走，谁知陈二狗突然搬起一块石头朝裴炫狠狠砸去。我砸死你！沈乔来不及回头，一把推开裴珠，躬身挡在裴炫身后，双臂护住他的头顶。好像娘头上流血了，他竟然将我护在身后，用身体保护我。陈二狗得意极了，让你们打小爷，砸不死你！沈乔捂着头，冷冷地看向陈二狗。陈二狗被他看得毛骨悚然，仍然嘴硬道：这就是打小爷的下场。去你娘的小爷！沈乔飞起一脚踹了过去，他这一脚踹得不轻，陈二狗觉得肋骨都要断了。看着朝他走来的沈乔，陈二狗顾不得疼痛，咕噜爬起来，溜得飞快。沈乔吸了口凉气，催促着俩孩子回家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是女儿贴心些，这么快就知道心疼娘了。裴炫愣在原地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今日不仅帮他出气，还将他护在怀里。裴炫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沈乔忽然捂住后脑勺，痛苦地喊了声：哎呦，好痛！紧接着往地上倒去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地上，沈乔内心勾起一抹笑。这孩子自打见了我，还从未叫过他一声娘呢。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这顿打挨得值。约摸着过了会，沈乔睁开眼，温声道：乖儿子，我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裴炫小脸一红，干巴巴解释道：谁担心你了？天，我竟然担心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还叫她娘。裴炫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，一溜烟跑回了屋内。沈乔从空间找来纱布碘伏，简单包扎了下伤口，便拿着药来到裴衍的房间。他敲了敲门，不等回应便踏了进去，小心翼翼地来到他们跟前，柔声道：让娘给你们擦药好不好？裴珠一愣，裴炫想也不想直接拒绝，嗓音又回到以前的清冷：不用，我们自己擦。这又回到之前那副冷冰冰的模样了，还以为经此一遭，俩孩子对我的态度会有所改观呢。沈乔又将眼神转向裴珠：乖女儿，让娘帮你擦药好不好？
裴珠犹豫地看了裴炫一眼，见他没有反应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见裴珠同意，他从袖子里掏出棉球，沾了点符，涂抹在他的手心上。刚涂上有些疼，裴珠嘶了一声，立马引起裴炫的注意。他一把擒住沈乔的手，冷声道：“你给他涂的什么？消炎杀菌的药啊。”裴珠扬了扬手，笑道：“哥哥，不疼了，现在还蛮清凉的，不信让娘给你涂点试试。”我才不要。沈乔有些无奈，他扬了扬手中的碘伏：“我放在桌上了，我这个药效果比较好。珠珠，你记得多擦点啊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”沈乔走后，裴珠举了举手，凑近裴炫说：“哥，你看手上的血不流了，伤口也不疼了。”裴炫端起桌上的碘伏嗅了嗅，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“哥，没毒吧？”“无毒，我就说嘛，她是我们的娘，怎么会下毒害我们？你和爹爹总是杞人忧天，疑神疑鬼。”裴炫垂下眸子，眼神意味不明。沈乔头痛的厉害，不想动手做饭，直接从空间拿了速冻小馄饨下着吃。不一会儿，雾气氤氲，沸水翻滚，诱人的香味儿四处飘散。沈乔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篱笆院外有几个妇人探头探脑，嘀嘀咕咕。黑脸妇人用胳膊肘拐了拐旁边的妇人，咽了咽口水道：“你闻到香了没？”“闻到了，也不知道沈大妮做了什么，怎么那么香？8成是肉。这年头树皮都啃不上，他哪来的肉？”黑脸妇人捂着嘴惊恐道：“听说人肉最香，莫非沈大妮将孩子煮吃了？”“哎呦，还真有可能，快去告诉村长。”门外的妇人一哄而散。沈乔听到动静，隔着篱笆望去，不好，忘记这是灾荒年了，馄饨的香味飘了出去，遭人眼红了，赶快吃进肚子才是要紧事。沈乔麻利的将馄饨盛出来，端给裴炫、裴珠。裴珠瞬间被香味吸引，直勾勾盯着碗问：“奶，这是什么？”“这是馄饨，你们快点吃。”“好耶！”裴珠欢快地接过碗筷，刚要吃，却被裴炫拦了下来。裴炫掏出一根银针，在馄饨里探了探，银针没有发黑，没毒，吃吧。小崽子戒备心这么重。沈乔有点心塞，轻吐了口气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你俩快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不然陈二狗来了，我们只有被打的份。”沈乔知道，他和沈大妮天壤之别的性子会让孩子不适应，也正常。只是6岁的小崽子就知道银针探毒，不用想就知道是裴眼教的。哎，防我跟防贼似的，我都想跑了。就在此时，大力的拍门声打断了沈乔的思绪，粗糙不堪的大嗓门夹杂着怒骂声传来：“沈大妮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小娘养的，翻天了敢打我儿子！”张寡妇气势汹汹地来找沈乔，先前去村长家报信的妇人尾随而来：“沈大妮，你个丧心病狂的毒瘤，不仅打我儿子，还吃自己的孩子，畜生不如！”此人张寡妇和沈大妮以及沈大妮的奶奶王氏，号称葛妈村3大细绝。奈何王氏年纪大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沈大妮，你个小娘养的贱货，何宋秀才高大不成，把气撒在我儿子身上，如今更是恶毒，把自己的孩子煮吃了。乡亲们呐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恶毒的妇人！众人一听，纷纷严肃起来。沈大妮有卖孩子的嫌疑，心肠歹毒，这种事说不定做得出来。听着不堪入耳的怒骂声，沈乔推门迎了上去。看到沈乔，张寡妇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好你个沈大妮，有本事当一辈子缩头乌龟，打了人躲起来。你和裴眼那个绿王八一样，就喜欢缩在龟壳里。我还没找你呢，你倒先找上门来了。”沈乔眸子射出寒光，看得张寡妇一愣。村里妇人吵架都是比谁的嗓门大，还没有人用如此恐怖的语气说话。不过他张寡妇可不是吓大的，他名震葛妈村，靠的就是能打能骂。张寡妇撸起袖子，先蹦个3尺高，卯足了气势向沈乔冲去：“狗娘养的恶妇，让你打我儿子，老娘给你拼了！”沈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看热闹的村民不由得倒抽冷气。这沈大妮脑子坏掉了！张寡妇冲过去，他竟然站着让他打。沈乔当然不会站着让他打，在张寡妇距离他只有1厘米的时候，沈乔身形快如闪电，侧身躲过。张寡妇惯力冲击刹不住脚步，一头撞在墙壁上。沈乔睨了张寡妇一眼，对看热闹的村民无辜道：“你们都看见了，我可没碰他一手指头。”张寡妇摸了摸额头上的大包，疼得她冷汗直冒。她双目猩红，恶狠狠瞪着沈乔：“沈大妮，我撕了你！”吃瓜群众嘶了一声，心中暗爽。平日里张寡妇嚣张跋扈，看到她吃瘪甭提多开心了。只听那的一声，张寡妇再次冲来，沈乔飞起一脚向她的脸扫去，扑通一声，张寡妇倒在地上，捂着脸嗷嗷叫：“拼了拼了，老娘跟你拼了！”张寡妇越战越勇，沈乔毫不相让。就在这时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：“村长来了！”沈乔一脚将张寡妇踹翻在地，朝着人多的地方倒去，瞬间昏迷。女人看到村长就会
地上，只因他在和另一位女子互殴，为了让村长看到他是受害的一方，而不得不倒在地上装喜。看到躺在地上的沈乔，龙凤胎待不住了，哭着从屋里冲了出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千万别嘎啊！裴炫死死盯着张寡妇，语气发狠：你打嘎了我娘！谁打嘎你娘了？小屁崽子少冤枉我！哎呦，这个沈大妮实在奸诈，大家专门往我的软肉卡，疼死老娘了！这时候，村长王大福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村长爷爷，陈二狗用石头把我娘的头砸破，他娘还找上门将我娘打死了。我没娘了。王大福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一阵无语。他听说沈大妮吃孩子的消息，就马不停蹄赶来。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干什么干什么？一天天闲着没事干嘛？你们是吃饱了还是喝足了，就不能省着点力气去附近找找水源？张寡妇高声喊道：村长，这可不是我们闹，这个沈大妮指使他儿子闺女将我家二狗打得鼻青脸肿，肋骨都断了一根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！众人一看，唏嘘不已。打得好，陈二狗这个小杂碎早就该收拾了。平日里仗着张寡妇不好惹，偷鸡摸狗，欺负弱小。不是这样的，村长爷爷，我爹进山之前给我留了饼子，陈二狗非说是我偷了他的。王大福听完一阵心疼，虽说沈大妮恶名在外，死不足惜，可要是打了两个孩子，彻底没了娘了。陈二狗一听不干了，明明是他打的我肋骨都断了。张寡妇也不干了，扯着嗓子大叫：村长，你看看我的头，我的脸，都是沈大妮打的。一听说你来了，就倒在地上装血。王大福朝地上看了一眼，沈大妮脸色发白，连眼睫毛都不颤一下，看样子不像是装的。他指了指看热闹的几个人：你还有你说怎么回事？被点名的村民躲躲闪闪：我们没看到，啥也没看到。一个泼妇，一个毒妇，得罪哪一个都不行啊！被问话的村民们生怕殃及池鱼，热闹也不看了，纷纷逃散。哎，你们回来！张寡妇在后面喊，奈何他们跑得更快了。行了行了，人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想赔他医药费？张寡妇嘴一撇：村长，你这是向着他，我儿子被打断了肋骨，应该他向我们赔医药费。王大福斜睨了张寡妇一眼：那你想怎样？你儿子打破了他的头，他打断了你儿子的肋骨，扯平了。杀！张寡妇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也不哭了。村长，你这心都偏到嘎吱窝了，看看我这头，这么大一个包，竟然说扯平了。王大福没有搭理他，睨了眼地上的沈乔，难道是真装死？又看了眼叽叽喳喳的张寡妇，叹了一声，转身就要走。赌一路子货色，等沈大妮醒了，你俩一起去山上找水源，一天天吃饱了没事干，找不到不许回来。张寡妇一把扯住王大福的裤脚：村长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！我一个妇到人家去找水源，山上不是狼就是熊，我要是嘎了，我家二狗怎么办？王大福不理会张寡妇，随手指了指看热闹的几个男人：你还有你两个死蠢后，要是沈大妮醒了，压着他俩进山。说完，他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了，边走边嘀咕：一天没喝水了，嗓子要冒烟，还要处理你俩的破事。村长走了以后，其他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散去。沈乔本想装晕考验下两个孩子，没想到倒地后真晕了，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醒来。奶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，还是女儿贴心，不像裴炫那个小崽子。裴炫直勾勾地盯着沈乔，直接问道：你是真晕还是假晕？真晕又如何？假晕又如何？我在你心里是个十足的恶人，解释再多也没用。沈乔不冷不热的一句话，让裴炫浑身不自在。想到村长的惩罚，2个时辰后让他和张寡妇进山，他不禁有些担心。沈乔站起身来叮嘱道：等我进山后，你们2个将门反锁，无论是谁都不要给他开门，知道吗？裴炫紧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，但眼神中的不安却透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。沈乔挑了挑眉：小崽子是在担心我吗？临走之前，沈乔偷偷从空间拿出来一些红薯、土豆、鸡蛋、馒头和水，放在竹篓里后，悄悄喊来裴珠。这些东西是娘从人贩子手里抢来的，后来悄悄藏了起来，现在娘拿出来给你们吃，千万不要省。交代完毕，沈乔头也不转便离开。沈乔来到村口，就看到村长以及村里的几个人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张寡妇看到沈乔，张口就骂：沈大妮，你个小娘养的泼皮贱妇，凭什么你打了我儿子，打了我？老娘还要跟你一起上山！吵什么？吵什么？王大福被张寡妇吵得脑仁疼，咬牙切齿的将手中拐棍往地上戳了几个洞。你们2个有这些精力，不如随汉子们上山，
有理处理，省得一天到晚带坏蛤蟆村的风气。村长临走之时，沈乔喊住王大福，笑道：“村长伯包，2个孩子在家我不放心，麻烦村长伯包多去看看。”王大福眯了眯眼，这沈大你真转性了，竟会关心孩子了。王大福清了清嗓子，没好气道：“用得着你交代，我自然会派人照看孩子。”随着太阳升高，山里逐渐暖和起来。这次寻找水源的小分队一共8人，其中有2个是女人，那就是沈乔和张寡妇。一路上，张寡妇不甘地骂着，男人们从刚开始的看热闹，逐渐变得不耐烦，纷纷用手堵住耳朵。再骂将你的嘴堵上。沈乔本不想搭理他，奈何他太能巴巴了。堵上，你堵一个试试看。不提这句话还好，提起这茬，张寡妇气愤难耐，立刻板起脸，阴沉沉地骂起来：“你个天杀的老壁灯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不知廉只跟一堆男人上山，你倒开心自在，也不知裴衍那个绿王八怎么受得了你。”张寡妇越骂越偏，堵住耳朵的男人们纷纷放下手，竖起耳朵听，看着6个大老爷们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，张寡妇心中暗爽，提高嗓门：“也不知你是从哪个小巷子学的，把裴衍伺候的欲仙欲邪，任你打骂也不愿休了你。”沈乔被他吵得心烦，睨了张寡妇一眼，揶揄道：“哟，你羡慕我有男人呀？你要是想伺候，村子里男人多的是，要不你选一个，我教你2招。”听到沈乔这么说，男人们哄堂大笑。有一个叫王赖子的光棍摸了摸脑袋，笑得贼猥琐：“嘿嘿，张寡妇，你没男人，我没女人，咱俩天作之合，要不你选我。”张寡妇双手叉腰，狠狠啐了王赖子一口：“嘿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。老娘就是在找，也不嫌你这个德行的癞蛤蟆。”她是一个寡妇，却每天晚上都有男人的声音从她的屋里传出。原来是村里的老光棍每晚都来钻她的被窝，奈何寡妇太彪悍，誓死要为丈夫守节，每次都将老光棍打得哇哇大叫。有人打趣王赖子：“就你那样的，还想肖想张寡妇？”王赖子挠了挠锃亮的脑袋瓜子，脖子一梗：“咋地？都说寡妇最怕深长夜，光棍最怕睡凉床。他没男人，我没女人，全村子还能找到比我俩更相配的吗？”哈哈哈，也是，寡妇配光棍，两全其美。我说张寡妇，不如你和赖子兄弟凑合过日子得了。张寡妇怒火中烧，拍着手跳起来骂：“一个个给断了嘴的茶壶盖似的，没个把门，再污蔑老娘，就打断你们的第3条腿！”几个男人与张寡妇争论不休，顿时场面乱成一团。而沈乔早就找了块空地坐了下来。这张寡妇太能巴巴了，大嗓门刺得我耳朵疼，一大早巴巴到现在，嘴巴不干，舌头不燥嘛。反正他渴得受不了，索性进了空间，咕嘟咕嘟猛灌了250毫升的矿泉水，又吃了3片老面包，吃饱喝足才出来。等巡水小分队找到沈乔时，他正靠在树旁睡大觉。见状，其余的几人也四仰八叉躺在地上，把寻找水源的事情都抛在脑后了。沈乔叹了口气，高声道：“起来啦，起来啦，赶快找水源了。”张寡妇睨了沈乔一眼，懒得搭理他。切，还以为他是谁，还指使我们，救不起来能咋地？无人搭理沈乔，尴尬了几秒钟后，沈乔自顾自地寻找，放眼望去，枯黄一片，干裂的地缝能塞下整个手掌。这种地方会有水源才怪。夜色渐深，沈乔从空间拿出打火机，又找了堆干柴点着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狼嚎，直接将地上四仰八叉的7人惊醒。王赖子第一个爬起来，惊恐地看向四周：“什么东西在叫？好像是狼。”哎呀，我爹亲娘来！村长这个黑心秃噜皮是要害死俺呢！张寡妇急得直跳脚，张嘴发现嗓子没那么疼了，又开始扯着嗓子开骂：“沈大妮，都怪你这个小娘养的，贱妇泼皮！老娘做鬼也不会放了你！”沈乔抬了抬眼皮，盯着张寡妇道：“一天到晚少逼逼，否则抓了你喂狼。还有，再让我听到你说小娘养的几个字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”张寡妇猛地一跳，刚要大骂沈乔一顿，这时狼嚎由远而近，张寡妇吓得噤了声，她3下5除2爬上了最近的大树。沈乔惊呆了，这膀阔腰圆的张寡妇竟还有这身手。王赖子和6个大汉吓得围着大树团团转，王赖子更是死皮赖脸的祈求张寡妇：“好姐姐，你拉我一把呗，我保证以后每天钻你家被窝。”呸，说错了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钻你的小院。张寡妇被王赖子恶心的咬牙切齿：“去你丫的！少污蔑我名声！”这一行人全是村里游手好闲之辈，面对由远而近的狼群，纷纷慌了神。啊，好多狼，我们今晚要挂在这了！完了！在夜色中的狼群，绿油油眼眸让大家不寒而栗。沈乔慢慢冷静下来，从空间里掏出了6根电棍，打开开关分发下去，1人1根棍子，记得不要触碰顶部。等狼扑来时，将棍子打向他。
领头的恶狼张开血盆大口，朝他们扑了过来。沈乔率先冲了上去，一脚扑在头狼身上，拿起电棍噼里啪啦拔了上去。头狼嗷呜一声倒地抽搐。王赖子等人见状，有样学样，拿起手中的电棍朝着扑来的狼群打了上去。很快，在电棒的加持下，几头狼被沈乔一行人团灭了。张寡妇看向沈乔，眼神中多了一丝不可置信。这丫的疯了吗？竟徒手战狼群！未免引人怀疑。沈乔快速收走了几人的电棍，他抹了把脸上的血迹，清清嗓子解释：今日运气好，这些狼恶抽了，一棍子下去跟失心疯似的，乱抽搐。来，咱们赶快回村吧，有狼肉吃了，还找啥水源？一听说回村子，王赖子等人瞬间来了精神，腿也不颤了。大妮，你真厉害，杀狼的手法是你家裴眼教的吧？是啊，有个会打猎的相公还真不一样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沈乔笑笑不回答，算是默认。张寡妇撇了撇嘴，蹲在大树上开始逼逼赖赖。他都说了是运气好，恶狼得了失心疯才被他一刀毙命，还夸他厉害呢。我看是床上功夫厉害吧。沈乔睨了张寡妇一眼，一天到晚将床上功夫挂在嘴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寂寞空虚，想让男人半夜钻你被窝呢。你满嘴喷粪！张寡妇脸色发青，一股无名烈火直窜心头，气得她脑壳疼。你少污蔑我名声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沈乔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朝几个男人勾了勾手。你们几个将狼带下山，就说是咱们合力打死的。几人这才想起来地上的狼，不再理会张寡妇，一人扛起一只就走。嘿嘿，水源没找到，却猎到几只狼，村长知道了，指不定咋夸我。沈乔却对狼肉无感。回到村子后，他没空去村长家凑热闹，直接回了篱笆小院。屋内，裴珠将馒头和鸡蛋拿了出来，递向裴炫：“这是娘给的，她说是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，让我俩不必省，使劲吃。”看着裴珠手里的馒头和鸡蛋，裴炫的思绪有些飘远。这时，外头的门被人拍响，裴珠吓得一激灵：“小猪小炫，来开门啊！我是小姨。”门外传来沈雪的声音：“是小姨呀！”裴珠立马放松了警惕，笑着跑过去要开门，却被裴炫一把拉住。他说过，无论是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裴珠一把甩开裴炫：“可是小姨不是外人，她比娘待我们还要好。”说完，不顾裴炫紧皱的眉头，去开了门。沈雪一进门就将裴珠揽在怀里：“可怜的孩子，饿坏了吧？小姨给你们带了吃的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2个窝头，分别递给裴炫和裴珠。裴珠犹豫了下，没有接，而是看向桌上的馒头和鸡蛋。小姨，娘给我们留了吃的。顺着裴珠的目光，沈雪竟然看到了白晃晃的大馒头和鸡蛋。这是想收买人心吗？这可不行！我努力了这么久，让2个小崽子厌恶沈大妮至极，可不能让他搞破坏。沈雪蹲下身来，平视着裴珠说话：“小猪，难道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打你的？”裴珠摇了摇头：“我没忘，可是现在娘变好了。”沈雪脸上闪过笑意：“你忘了，他卖你们之前也是好吃好喝的待你们，你们放松警惕后，连哄带骗把你们带到破庙卖掉。”裴炫猛地抬头：“是了，那个女人将我们卖掉的时候，也是这般好吃好喝哄着。”沈雪叹了口气：“可怜你们2个，摊上这样一个拎不清的娘，真是命苦啊！可惜小姨终究是小姨，没办法管你们太多，否则会被人说闲话。要是我成了什么？”沈雪没再说下去了，一脸无奈地看着兄妹2人，起身走到桌前，拿起桌上的馒头和鸡蛋就往门外扔。他留给你们的食物也敢吃，万一下了药怎么办？裴珠大叫：“小姨，食物没毒的。”裴炫皱了皱眉，很是反感沈雪的行为。亏他以为这个小姨很好，现在看来，爹说的话是对的。他爹说，离你们小姨远点。全村的人都在村口的老井前排队领水，排了一上午的队，分到的水却只有1小碗，而他却带着2个娃在家里烧水洗澡，丝毫不担心缺水的问题。只因他是一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想要多少水，只需要在他200多平的31厅里打开水龙头就行。这天夜里，沈雪趁沈乔不在家，竟偷偷来到他家里，当着2个娃的面说他坏话：“小炫、小猪，你俩也老大不小了，爹爹不在家，更应该懂得保护自己，有些东西不能乱吃，知道吗？”沈雪苦口婆心的劝，话里话外都在贬低沈乔。这个沈大妮最近也不知抽了什么风，说话条理清晰，连张寡妇都栽到他的手里，又对2个小崽子呵护备至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这时门口响起了脚步声，3人齐刷刷望去。这么晚了，谁会过来？难不成是裴眼？沈雪暗搓搓的想着，不由自主的将头发拢在耳后，露出一抹自以为撩人的笑。沈乔从暗影中走来，被沈雪搔首弄姿的模样辣得眼睛疼。别人都是绿的，
你为啥那么花？啥？沈雪懵了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惊叫一声：沈大妮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不是去山上找水源了吗？怎么就回来了呢？难不成他逃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回来就回来，关你什么事？还有你搔首弄姿的是在等谁？沈雪脸色一阵青白，我不放心两个孩子，过来看看不行吗？沈乔直接无视他，抬眸望向两个孩子，娘回来了，想不想我？裴珠目光躲闪，没有答话。裴炫紧紧抿着嘴唇，眼神眨也不眨地打量着沈乔。他好狼狈，怎么看着像受伤了？沈乔拍了拍两个小家伙的肩膀，掐着嗓子：哎呀，我的两个小宝贝，担心我了，不想让外人打扰娘休息。裴炫不好意思地垂下眼角。外人？谁是外人？沈雪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很快她回过神来问裴珠：小姨怎么算是外人呢？哪，小姨不是外人，她今晚还送来了窝窝头。哎呀，瞧我这脑袋，都忘记你是她亲小姨了，你自然不是外人。你不会怪我说话没个把门吧？这沈大妮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刚才我和孩子的谈话被她听到了？沈雪讪笑道：不会，我怎么会怪姐姐呢？姐姐不是和小分队上山寻水源了吗？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就沈大妮这好吃懒做的性子，指不定害怕上山，偷偷逃了出来了。看我怎么告诉村长。上山猎到了好东西，自然就回来了。沈雪不屑地撇了撇嘴，这沈大妮八成在撒谎。由于急着向村长告状，沈雪没多停留，便回去了。沈雪走后，沈乔活动了筋骨，有些疲惫，回了屋子，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，不知睡着了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叩门声，传来裴珠脆生生的嗓音：奶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沈乔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听到裴珠的呼喊声，撑着眼皮去开门。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，果不其然，只是做了顿吃的，小棉袄就沾上我了。看来这个女儿不仅贴心，还是个爱吃的小馋猫。沈乔眯着眼睛对裴珠笑笑：来吧，乖女儿。第二天一早，沈乔左手右手各挎一个破木桶，拔腿往外冲。裴炫皱眉：你干什么去？宝贝儿子，你和妹妹好好在家待着，娘去领水。村中唯一的仅3天冒一次水，整个格麻村的村民天不亮就排队等着。沈乔到的时候，队伍已经排起了长龙。负责分水的是村长的儿子王小福，每个人只能分1碗水。这要等到啥时候？排到了还只能得1碗水。算了，不排了。沈乔索性跑到家门口的柴火垛旁边，转身进了空间后，提起水桶，打开水龙头，象征性的装满2桶水后，将木桶拿出来。他又偷偷的绕到篱笆小院。小猪、小炫，来帮忙了。听到喊声，裴珠一溜烟冲过来，而裴炫深情的跟在身后。奶，怎么那么多水？沈乔撒谎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村里的枯井忽然冒水了，好多人排队领水呢。你娘我拿的容器多，水装的自然多。裴珠眼睛亮亮的看着桶里的水，他恨不得扎进去喝一口。看着清澈明朗的水，裴炫眸光闪了闪。你把桶和盆腾给我，我再去领点水。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裴炫想总归多领点水存着准没错。沈乔愣了愣，乖儿子，村长的儿子就给这些水，多了不给。对了，乖儿子，你会生火吗？帮娘烧火，娘烧水给你俩洗洗。沈乔从原身的嫁妆箱子里拿出篦子，给裴珠刮虱子。看到刮下来的虱子，沈乔头皮一阵发麻，感觉浑身都痒。裴炫坐在灶堂边，不停地朝着锅底添柴，看着不远处一大一小的身影。裴炫淡淡的笑了，觉察到视线。沈乔转头望去，恰巧与裴炫对视。乖儿子，水开了吗？裴炫看了眼锅盖，没有冒白烟。没有开。小炫你过来，娘看看你头上有没有虱子。小猪你去看着点火，水开了叫我。裴珠屁颠屁颠的跑过去，裴炫像个木头桩子似的杵在原地，怯怯地说：我不刮，我头上没虱子。乖儿子，娘看看，要是没有就不给你刮。我不去。沈乔一把将他拉过来，往凳子上一按。裴炫挣扎着想起来，给我坐好。裴炫乖乖坐了下来，僵着身子，任由沈乔扒拉他的头发。果然，裴炫的头上也有虱子，一个个肥大灵活，在发丝里来回穿梭。你也有虱子？裴珠只和我睡了1晚，就带到了虱子，兄妹俩睡一块，头上都有。那么裴眼会不会也有？想到这里，沈乔打了个寒战。裴炫僵了僵，没再动了，任由沈乔用篦子刮虱子。这就是娘亲的温柔吗？水烧开后，沈乔将家中的土陶缸挪了过来。裴炫愣愣地看着，忍不住开口问：你弄缸干什么？给你俩洗个澡。洗澡？裴炫愣住了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我们洗个头就行了，洗澡太浪费水了。不行，必须得洗。等你爹回来了，他也得洗。
裴珠倒没有那么多的顾虑，听说要洗澡，欢快的像个小鸭子，恨不得扑腾在水缸里。帮裴珠洗好后，沈乔将洗澡水倒出来，看着乌漆麻黑的水，裴炫拉紧了衣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自己洗。洗完澡后，看着粉雕玉琢的两小只，沈乔忍不住感叹：龙凤胎长得真好看，不得不说这原生和裴衍的基因是真好，这么好的基因，多生几个完全就是造福社会。这个女人穷得连1粒米都买不起，却顿顿都能吃到肉。只见她悄咪咪地来到一个篱笆院内，端起桌上的一盘肉就往外走。这天，村长的儿子王小福扛着一条狼腿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沈乔家，将狼腿往他手里一扔。真没想到你们几个进山竟然能遇到狼，还打嘎了5、6只。面对王小福的揶揄，沈乔嘻嘻哈哈道：我们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还是村长人好，让小福哥给我们送条狼腿来，谢谢小福哥。想到沈大妮的恶行，王小福摆出和他爹一样不耐烦的神色。行了行了，少恭维我，我那是给你送的吗？是我爹看不得2个孩子受苦，告诉你啊，你不许胡乱打这条狼腿的主意，看2个孩子瘦成什么样了，今晚炖了给孩子好好补一补。小福哥放心，2孩子就是我的心头肉，我这就将狼腿炖了。王小福扯了扯嘴皮子，他咋就不信沈大妮的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最好对这2个孩子好一点，否则的话……小福哥放心，2孩子就是我的心和肝，我一定会对他们好的。王小福动了动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沈乔看了看日头，还不到5时，趁早将狼腿炖了完事。另一边，沈雪一脸菜色地坐在院子里，她将村长给巡水小分队1人分1条狼腿的事情告诉了他娘赵莲花。赵莲花狞笑：你奶奶平时最疼沈大妮了，她现在有了好东西，不应该孝敬孝敬她老人家吗？说着就往沈大妮家走去。知母莫若女，沈雪顿时知道他娘打的什么主意。就在这时，屋内传来王氏的拍床声。沈雪不耐烦地打开房门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她嫌弃地捂着鼻子：老壁灯，你又要干嘛？王氏是沈大妮的奶奶，如今病倒在床，不复当年威武霸气。死妮子，水，你个老壁灯，你怎么还不嘎？想喝水，怎么不去找你的大孙女？此时赵莲花刚到裴家门口，敏锐地嗅到一阵肉香味，五脏庙瞬间闹了起来。这个死丫头，有了好东西不知道孝敬分享，倒是关起大门吃独食。赵莲花的3角眼折射出恶毒的光，叉着腰踏进裴家院子。裴炫和裴珠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见赵莲花叉着腰风风火火冲了进来。小崽子竟然吃独食，忘记你曾外祖母怎么疼你们的了，也不知道孝敬老人家。赵莲花眯了眯小眼，直接连盆带肉端走，盆里的狼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馋得她口水快要流出来。外婆，狼肉可以端走，那我和小猪能去看看曾外祖母吗？不知死活的小崽子，又想上门打秋风。可是我真的想曾外祖母了。赵莲花端着盆子就走，裴珠伸手拦住。外婆，你不能走，这是娘给我们做的狼腿肉。哼，小兔崽子，外婆将肉端给你曾外祖母吃，怎么你想拦着？亏你曾外祖母那么疼你们，倒是养了个白眼狼。她真是恨嘎这2个小崽子了。从前婆婆偏心沈大妮，后来又替沈大妮带孩子，真不知这2只小白眼狼有什么好，一个个的上赶着疼爱。说着，她掐了一下裴珠的脸，裴珠痛呼一声。裴炫急了，一把扯住赵莲花的手。外婆，你为何掐妹妹？赵莲花猛地一甩，裴炫趔趄在地，裴珠大哭出声。沈乔不知道何时出来了，冷冷地盯着他看。赵莲花吓得缚紧了怀里的狼腿，逮着空隙冲出门外，拔高嗓门：要死啊你！竟敢吓唬老娘，不孝的孽障！乡亲们快来看看呀，沈大妮谋该继母了。好事的妇人隔着篱笆探出头来，赵莲花系上心头，扯着嗓子哭喊：没法活了，都说继母难当，沈大妮要拿刀嘎死我呀！沈乔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赵莲花做戏。这老泼皮比沈雪还会做，刀打一耙的本领炉火纯青，我倒要看看这赵莲花怎么演。赵莲花哭得伤心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指着沈乔又捶了捶胸口。可怜我婆婆那么疼沈大妮，疼她的2个孩子，她倒好，做出来狼肉舍不得分老人吃一口。我这个当媳妇的不忍心老人家受苦，特意讨要1、2块肉，没想到沈大妮拿着刀要嘎我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上来就抢，还掐了妹妹的脸。沈乔眸孔一缩，将裴珠揽在怀里，看向赵莲花的目光阴冷骇人。是你掐的？是我掐的又怎样？小丫头偏自不敬长辈，我替你教训教训她。什么？沈乔冷哼，口口声声小辈不敬你，你这个做长辈未经允许闯入我家，直接抢走孩子的吃食，还掐孩子的脸，你有做长辈的样子吗？看热闹的妇人们开始交头接耳，时不时地对着院里的几人指指点点。再怎么样也不能掐孩子吧？这赵莲花没有王氏压着，简直要上天啊！就算沈大妮不孝，她
她这个当外婆的怎能说抢就抢？你看她手里还端着盆呢。谁说我抢了？是你奶奶想吃，我才来拿的。小炫也说了可以拿走，这群人竟然指责我。还有沈大妮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变得能说会道了？离奇的是，她竟然护着小崽子。沈乔唇畔勾起一抹冷笑，奶奶自然是该孝敬，只不过奶奶的那份肉早已准备好。说完，转身去厨房端来了一盆狼肉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准备拿给奶奶吃的。你手里那盆分明是抢孩子的。第二批巡水小分队猎到狼的事儿早已在村子传开，王小福扛着狼腿送到裴家的事人尽皆知。有一个妇人跟赵莲花不和，便站出来指责他。赵莲花，村长都说了，狼肉是给孩子补身体的，任何人不得打他的主意。你瞅瞅你脸皮多厚，竟然抢孩子的吃食！嗨，你眼瞎还是耳聋？我说了是沈大妮的奶奶要吃，她孝敬她的。什么叫我抢？人家沈大妮手里端着的那盆才是孝敬奶奶的，你手里端着的分明是抢的。嗤笑赵莲花的妇人名叫王翠花，40来岁。她看不惯赵莲花最近的做派，先前恨不得夹着尾巴做人，王氏倒了后，竟然想学王氏称霸格玛村。也不看看她几斤几两，蛤蟆村哪里轮得到她吆五喝六？你若是想吃，跟我说便是。为何要掐裴珠的脸？她只有6岁。你瞧瞧脸都被你掐肿了。沈乔此言一出，在人群中炸开了锅。赵莲花咋那么不要脸呢？抢孩子的东西吃，还掐孩子的脸，孩子才多大？你抢，小脸都红了。做事，这和当初的沈大妮有什么两样？听到人群中的反应，沈乔一噎，砸扯我头上来了，不行不行，要及时逃离止损。沈乔扬了扬下巴，冲着裴珠裴炫喊了一句：走，我们把肉给曾外祖母送去，顺便看看她。沈大妮要去看那个死老太婆，万一发现我虐待老太婆怎么办？千万不能让沈大妮过去。赵莲花重重地将狼肉放在地上，伸手拦住沈乔，又想上门打秋风，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是你说我不孝敬奶奶，如今我去给奶奶送肉，怎么能是上门打秋风？小猪小炫，我们走。不能去！赵莲花死拦住，不让他去。沈大妮，你奶奶就是你气病的，还不知死活的往前凑。沈乔不理会赵莲花，冲着裴炫裴珠喊道：你俩快去看看曾外祖母，若她不想见娘，娘就不进去。好的，娘。裴珠溜得飞快，裴炫深深地看了沈乔一眼后，跟上了裴珠的步伐。正当赵莲花想追上去的时候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沈乔想调虎离山，门都没有。还好小雪在家里，她不会让2个小崽子见到王氏。他在村里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大善人，一回到家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恶妇，每天都要将奶奶王氏抽100鞭子。原因竟是奶奶将自己仰慕的裴元许配给了姐姐沈乔，故而怀恨在心。一天中午，2个6岁的孩子偷偷溜进了沈家。此时沈雪正用手掐着王氏，压根没注意到院子里溜进来俩孩子。喜女子有本事掐嘎我。老太婆，那你就嘎吧。王氏被掐得直翻白眼，在他以为差点嘎掉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门被打开了。小姨，你在干嘛？沈雪浑身僵住，猛地松开双手，冷汗直冒。这2个小兔崽子怎么过来了？他娘呢？你曾外祖母吃东西被卡住，小姨刚给他抠出来，感谢老天，终于把奶奶抢救过来了。忽然，王氏剧烈的咳嗽起来，捂着脖子，死盯着沈雪。哎呀，奶奶你怎么了？沈雪惊呼一声，一脸关心，上前将王氏从床上扶起来，贴心的在背后靠了枕头。在靠近王氏时，沈雪低声警告道：给我老实点，否则我掐死2个小崽子。曾外祖母，你怎么了？是被卡住喉咙了吗？小猪，曾外祖母需要休息，我们不要打扰她好不好？沈雪扯了扯嘴角，拉住裴珠的小手往外走。好吧。裴炫直勾勾地盯着王氏，两人四目相对。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？他根本就不像在抢救曾外祖母。小雪，快出去吧，别打搅曾外祖母休息，好吗？裴炫点了点头，临走之前，深深地看了床上的王氏一眼。另一边，赵莲花还在死拦住沈乔，气得沈乔想打他，奈何在古代孝敬大于天，殴打长辈是犯法的。沈乔睨了赵莲花一眼，揶揄道：奶奶病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这当孙女的想去看一眼，你却百般阻挠，难不成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知道？我是怕你气到你奶奶，你什么德行大家都清楚，你少往你奶奶跟前凑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我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还想把锅安在我头上？沈乔索性不管名声了，一把推开赵莲花，飞奔至沈家。大呀，打人了，继母难当啊！从我进了门，老的非打急骂。
小的有样学样，我怎么那么命苦啊？看热闹的众人纷纷同情起来。自从赵莲花入了门，天天被婆婆骂，沈大妮也跟着奶奶骂后娘。赵莲花洋洋得意，等回过神来时，发现沈乔不见了。完了，若沈大妮真想看王氏，就她那泼辣狠毒的性子，小雪不是她的对手。赵莲花急得冒火，急忙爬起来，推开众人追了上去。王翠花也领着几位妇人尾随赵莲花去看热闹。刚到沈家，就见沈雪跌坐在地上，哭得凄凄哀哀。赵莲花扯住沈乔的胳膊，嗷嗷直叫：“没天理了！沈大妮殴打继母了！”触及到墙外探头探脑的妇人，裴眼眸光微闪，噔噔噔跑到沈乔跟前，拔高嗓音：“娘，曾外祖母被卡喉咙，喘不过气了。”什么被卡了？沈乔一急就要往王氏屋里钻，沈雪一把抱住沈乔的大腿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姐姐，奶奶被我救回来了，她需要休息，你不要打搅她，不能让沈大妮过去，就她那狠辣劲，大嗓门一嚷嚷，岂不人尽皆知？沈乔抬了抬腿，纹丝不动。小绿茶抱得还挺紧。赵莲花也走到沈乔后，张开两臂护在门前。沈大妮又想来气你奶奶，气嘎了你好跟宋秀才私奔，是不是？姐姐，你好好跟裴大哥过日子吧，不要想着宋秀才了。猫的，母女俩绝对有猫腻，趁机拦我还不忘踩我一把。沈乔那个怒火蹭蹭往上直冒，手握拳头，单腿使力，一脚将沈雪蹬到一边，大跨步上前，一把揪住赵莲花的胳膊就往后扯，像扔破布似的丢开。没天理了！沈大妮要害嘎他奶奶了！沈乔推开滋滋作响的木门，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。屋里狼藉不堪，恶臭的气味充斥着整个空间。沈乔感觉眼眶有点酸酸的。嗫嚅道：“奶奶，我接你去我家。”可怜王氏瘦的只有60多斤，沈乔掀开被子，不嫌弃恶臭，一把抱了起来。沈大妮，将你奶奶放下！赵莲花率先冲进来，再次张开双臂挡住。给我起开！赵莲花被沈乔的气势镇住了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曾祖母看着王氏瘦得不成人形，裴珠捂着嘴巴，眼泪啪嗒啪嗒流。为什么曾外祖母变成这个样子？她好可怜啊！以前曾外祖母身强体壮，膀阔腰圆，何时瘦成了猴子模样？忽然，裴炫的眸孔一缩，直起王氏的胳膊问：“为何曾外祖母胳膊上全是淤青，还有脖子上红彤彤一片，怎么回事？”沈乔也冷冷地望向赵莲花，目光锐利如刀，仿佛要将她洞穿，冰冷刺骨。这时沈雪却开口道：“姐姐，你为何要掐奶奶？就算奶奶不同意你嫁给宋秀才，你也不能如此狠心啊！”赵莲花眼珠子转得飞快，顺势接话：“就是，就算再不满，也不能掐你奶奶呀！亏她以前那么疼你，你竟然冲到我家来对着你奶奶发泄不满，大逆不道啊！”听到沈雪的污蔑，王氏的瞳孔猛然增大，浑身绷得紧紧的，伸出手指着沈雪：“你奈何说不出来，只好看向沈乔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他掐。”卯足了劲也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，急得胸口不断的起伏。沈乔立马看向王氏，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：“姐姐，奶奶都说了是你掐的，你还想将奶奶带到哪里去？非要将她折磨嘎，你才开心嘛！”说完，悲切切地哭了起来。可怜奶奶从小就疼你，疼爱你的2个孩子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原身恶名在外，看热闹的众人听到沈雪这么一说，不免唏嘘。沈大你爷真是的，屡教不改，骂丈夫打孩子就算了，就连将他当眼珠子疼的王氏也下得了手。就是这种恶妇活着干嘛？老天来到了一批嘎他吧！沈雪勾了勾唇，目光阴冷：“沈大妮，你想将王氏带走，门都没有。”这时，裴炫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抬头看向沈乔，语气有些坚定：“我和小猪刚来时，刚好看到小姨的手放在曾外祖母的脖子上。”沈雪大骇，歇斯底里的大喊暴露了她的心虚。小谢，你怎能胡说？看热闹的妇人也呆住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也不信沈雪能干出来这事，纷纷指责裴炫：“小孩子家的怎么能说谎？八成沈大妮教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自己心思歹毒，还要教坏小孩子。”裴炫头一次被如此冤枉，愤怒的像头小狮子。我没有撒谎。沈雪垂泪伤心，看着裴炫的眼眸满是不可置信。小雪，你为何要冤枉小姨？小姨对你那么好，从前她打你骂你，都是小姨护着的。到底是人家的亲娘，我这当姨的再疼爱又有什么用？裴炫头一次那么厌恶沈雪，他有些不安地看向沈乔，眸中的担忧言溢于表。沈乔拍了拍他的小脑袋，安慰道：“有娘在，不要担心，你去喊村长过来。”裴炫很听话的一溜烟跑开。
女人回到家就要抽奶奶王氏一把鞭子，只因奶奶将她的青梅竹马许配给了姐姐沈乔，故而怀恨在心。姐姐知道奶奶的遭遇以后，找来村长，是要为奶奶讨回公道，没想到反被倒打一耙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折腾玩笑的有折腾老的，你就不能消停消停？沈乔面色一寒，刚要发话，沈雪扑通跪在地上，抱住王大福的裤脚，凄凄哀哀地哭了起来。村长伯伯，你要给小雪做主啊！我姐姐差点把奶奶掐死，现在又将我娘打晕，还将我的脸打肿了。说着，沈雪扬起小脸让村长看。沈大妮，看你将妹妹打成什么样了？小雪心地善良，乖巧懂事，哪像你？你为何就不能放过她？乖巧懂事，心地善良。村长伯伯，你恐怕不知道我打她的原因吧？沈乔指了指王氏的手臂。村长，你看，奶奶胳膊上的淤青新的旧的纵横交替，沈雪竟然诬陷是我掐的。村长您见多识广，您看看这些淤青，是我今日掐的吗？王大福探头望去，果然王氏胳膊上满是淤青，有的已经青到发黑，一看就知道是常年累月积下的淤痕。沈雪抹了把泪，从地上爬起。姐姐，奶奶脖子上的淤青明明是你掐的，你一直不满奶奶让你嫁给裴衍，所以冲进我家掐住奶奶的脖子，想要掐死她。话音刚落，王氏怒目圆睁，手指发颤地指着沈雪：“你掐奶奶！”沈雪一把抱住王氏的胳膊，哭得伤心。奶奶，我知道你恨我没护住你，姐姐掐你的时候，我应该早点冲过去的。王氏气得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翻了翻白眼，差点昏厥过去。沈乔一把擒住他的手，照着王氏脖子上的掐痕比对。村长，你看，我奶奶脖子上的掐痕与沈雪的手指非常吻合，到底是谁掐的？相信村长心里跟明镜一样。我没有。沈雪猛地挣脱，不停地后退着。是奶奶卡住喉咙了，我将异物抠出来时，不得不卡住奶奶的脖子，所以才有了五指印。奶奶是被什么卡住了？你倒是说说看。周围人的打量让沈雪无地遁形，她有些慌了。对，是枣子。那你抠出来的枣核呢？拿出来看看呀。我不知扔哪里去了。沈雪面色惨白，摇摇欲坠。沈雪想装晕倒，被沈乔一把扶住，满脸讥笑。妹妹，要是晕倒了，你的罪名可就坐实了。想清楚了再晕倒。你少冤枉我，姐姐，你为何总是看不惯我？爹爹要是知道了，定饶不了你。沈乔环顾了一圈，对着看热闹的众人提高嗓音说道：众所周知，如今大旱，咱们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，你哪里来的枣子？众人直犯嘀咕，就连王大福也问了一句：你哪来的枣子？爹爹去年从县城带来给我的，我不舍得吃，便孝敬给奶奶了。众人一听，议论纷纷。沈大镐在县城米铺做工，时不时会带来些小零食，说不定真带了枣子给沈雪呢。是啊，他这么解释也说得过去。沈大你又要冤枉人，小雪那么善良，做不来这事儿。闭嘴吧你们！沈乔抬眸冷笑，目光扫向四周，眸中似结了寒冰。村长，我想问，若有人虐待婆婆、殴打长辈，按村规该如何处置？什么意思？沈乔朝王氏微微一笑。奶奶，等会儿我问你什么问题，你点头回答我可好？王氏点了点头，沈雪却吓得出了一身汗。王氏虽说不出来话，但她不傻，立马说道：奶奶病了许久，神志有些不清，姐姐为何让她在外面吹冷风，还要蛊惑奶奶污蔑我？丫的，我还什么都没做呢，这就开始堵我的路，给我起开！奶奶，是沈雪掐的你吗？你身上的淤青也是她掐的吗？王氏点头如捣蒜，指着沈雪费力吐出几个字：是他掐我。王大福见状，立刻明白过来，只是他还是不敢相信，善良的小雪能做出来这么狠毒的事。沈雪一口气没上来，晕倒在地上。您身为一村之长，向来赏罚分明。赵莲花趁我爹不在家虐待我奶奶，沈雪是帮凶，希望村长公正严明，以村规处置。王大福呆愣半晌，最后叹口气：等他娘俩醒来，去祠堂罚跪3个时辰，反省。村长，就罚跪3个时辰，那我奶奶这一身伤怎么算？王大福无奈叹了口气，垂下头。虽然我是村长，但这也是沈家家事，你一个出嫁的女儿也不好过问，后续的惩罚只能等你爹回来，让他拿主意。沈乔不依不饶，王大福被他烦得有点头疼。3天，罚跪3天，行了吧？王大福挣脱沈乔的手，喊了几个看热闹的人，将赵莲花和沈雪拖到祠堂去。村长，您也看到了，我奶奶全身是伤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
我不放心再让他待在沈家，我想把他接到裴家去住，到时候我爹回来，希望村长做个见证。王大福皱了皱眉，你个外家女，不好将奶奶接到你家吧？再说了，你家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啊。若沈大你将王氏接到裴家，沈大高一家的名声可就毁了，不孝的罪名谁也担待不起。村长，难道你眼睁睁地看着我奶奶死吗？还是说我奶奶跟你有什么恩怨，您要见死不救？王大福心头一跳，你胡说什么？见死不救？沈大你怎能这么说我？接走就接走，等你爹回来，本村长还要教训他，纵容妻女殴打长辈。王氏你接走吧，本村长给你做主了。王大福大手一挥，颇有村长气势。这还差不多。沈乔满意转身，将王氏捞进怀里抱起，大步流星离开沈家。裴炫、裴珠紧随其后，众人唏嘘。从前王氏身高马大，现在瘦得跟猴一样。沈大妮抱着毫不吃力，看来这个赵莲花没少虐待他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前赵莲花被王氏压着无法翻身，现在趁王氏病想要他命，没热闹看了。众人散了个干净。赵莲花和赵雪被人拖往祠堂。赵莲花醒来听说此事，一直喊冤：沈大妮，你个毒妇，非要害死老娘你才开心，等你爹回来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免，省点力气吧。沈雪闭着眼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如今的沈大妮行为做派实在诡异，从前只知道动手打人的沈大妮何时变得能言善辩了，就连力气也这么大。米铺的粗糙大米卖2两银子一斤，而他的精米却只需要1两银子就能买2斤。只因他是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想要多少大米，只需要一个意念，就能从他200多平的31厅里搬出各种大米。这天，沈乔将奶奶王氏接到家里，已经是晚上，一顿忙活安置好奶奶后，这才空下时间来吃饭。娘，你今晚要陪曾祖母睡吗？可是我也想跟娘睡一块，娘身上香香的，好好闻。你想跟娘一起睡？哥哥也想跟娘一起睡。是吗？那你俩今晚就陪娘睡吧。曾祖母睡我那屋。什么？娘，这还是娘吗？竟然要陪我们兄妹一起睡，这在从前从未有过。沈乔出了门，找个隐蔽角落，闪身进了空间，来到31厅，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蚕丝被，夹在嘎吱窝旁，正要离开，忽然桌上的手机响了。沈乔惊喜不已，丢下被子，看起手机，准备接电话，却发现手机上直接弹出来一条信息：解救王氏成功，奖励辣椒种子1袋，辣椒种子48小时之内发放，请注意查收。嘿，奇了怪了，这是穿越了还是在玩游戏？将王氏带回家，竟然给奖励，什么玩意，啥用也没有。说完便继续夹起被子，闪身出了空间。2个小家伙已经洗漱完毕，裴炫正拿着毛巾仔细研究。这种毛巾哪来的？这种毛巾和被子都是娘在外地邮商那里买的，觉得稀奇好看，就买了藏起来，一直没舍得用。裴炫有些复杂的看了沈乔一眼，眼神意味不明。天色不早了，娘陪你俩休息吧。很快2个娃便沉沉的睡去了。沈乔也确实累坏了，但他却睡得不安稳。他做了一个很真实的噩梦，吓得立马坐起身来。这梦太真实了，现在正值春季，又是大旱，王氏刚被我接回来，那裴炎岂不是……老天爷啊，我怎么那么命苦？现在跑路还来不来得及？说完叹了口气，便又睡了下去。第2天一早，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灾荒，沈乔决定去城里采购一番。可是翻来覆去，只找到25个铜板。这沈大妮真是个败家娘们，银钱当真是少得可怜，就连首饰簪子也没有。沈乔将25个铜板揣进怀里，背着背篓就要出门。他有点不放心俩孩子和一个老人在家，索性将空间里的电棍拿了出来。小炫、小猪，这是娘留下给你们防身用的，记住顶部千万不能触碰，若有坏人来，拿着手柄部按一下这个小红点即可。又交代了王氏几句。沈乔背着背篓大步离开。他留下的这是什么东西？打狗棒吧？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。沈乔背着竹篓，脚步轻快，心情好的哼起了小曲。如今大旱，也不知县城乱不乱。听说原生的爹和哥哥都在米铺当伙计，这几日忙得不可开交。从格妈村到龙潭县不算远，走路1个时辰就能到。沈乔先去了成衣铺子，跟粮油米铺子相比，成衣铺子的生意惨淡许多。这位夫人，您要点什么呢？别看我们铺子小，成衣、袜子、鞋子那是应有尽有，若是想要，我给您折价处理。有小孩的鞋子吗？6岁男孩穿的那种？有，都在这里了。若是想要，10个铜板这一堆都给你。10个铜板，这一堆衣服也给你。从古至今，沈乔还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。你确定20个铜板
这些都给我。给你，都给你。好嘞。沈乔觉得捡了大便宜，连忙掏出20个铜板。老板接过铜板，开始给沈乔打包衣裳鞋子，随后又叹了口气。要是搁平常，2两银子都不卖，如今这世道，说不定啥时候人就不在了。能卖1分是1分，只有钱拿在手里才靠谱。听到成衣铺老板的话，沈乔有些发愁，他啥都不缺，就是缺钱。拿过衣服，沈乔来到一个粮油铺跟前，门口排起了人山人海。不一会儿，排在前头的人骂骂咧咧的出来了。等了好些天才开门，就卖这么一点，还要我2两银子，心肠也忒黑了。能买到就不错了，从天黑排到天亮，抢不到的人多了去了。沈乔有些好奇，拉住买米的人问道：“你这些米用了2两银子？”“是啊，米铺老板心肠忒黑，1升米就要2两银子呀。”看着那人远去的背影，沈乔暗暗沉思：1升米相当于现在的1.5斤，1两银子相当于现代的1500块钱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竟然花3000块钱去买1斤半大米，黄金都没这个价，当真是贵的离谱。这时，米铺大门忽然关上了，里面传来伙计嚷嚷的声音：“卖完了，去别家买吧，不带这么玩人的。我明明看到还有好些米呢。”就是，掌柜的把成想留下自己吃，赚够了我们的黑心钱，想卷银子跑路，丧尽天良啊！百姓们吵吵嚷嚷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奈何米铺大门仍然紧闭。沈乔叹了口气，背着竹篓朝着拐角处走去。我空间里囤的米面油不少，各种瓜果蔬菜应有尽有，反正也吃不完，倒不如拿出来卖掉，换点银子来的实在。环顾了下四周，沈乔闪身进了空间后，从里面搬出来2大袋50千克的大米，又挪出3大袋50千克的面粉，将一些芹菜、瓜果、空心菜等不易保存的蔬菜拿些出来卖掉。钵钵鸡，1元1串的钵钵鸡。沈乔这么一吆喝，不一会儿便引来一群人。你这米1两，银子2斤。当然，如今缺钱，家里囤的米粮不得不低价卖掉，大家排好队啊！先到先得。听说1两银子2斤是真的，人群瞬间乱成一团。我先来的，给我来3斤。我要5斤，不10斤。别乱，你们再这样我谁都不卖了。排好，谁也不许挤，一个一个的来，一个人只能买2斤，多了不卖。沈乔的话一点安抚的作用也没起到，更有甚者皆伸手去抢。大家快抢呀！她一个弱女子护不住这些米粮。沈乔冷笑一声，一手抓住抢米粮的那人。拿我的手！抢米那人捂着手腕，呻吟着躺在地上。围观的百姓捂着手嘶了一声，纷纷后退几步，不敢上前。想买米粮，乖乖排队。若是再有别的心思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刹那间，百姓的队伍排列整齐，鸦雀无声。沈乔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脚将脚下的人踢出几米远。什么玩意儿？长着人形，不干人事。排队的百姓再次倒吸几口凉气。丧尽天良！人家好心卖米，你竟然伸手去抢，和强盗有什么区别？快滚，不然我们报官抓你！不到半个时辰，米面油以及蔬菜全部卖了个精光。晃了晃盆中的银子，沈乔的嘴角快咧到了耳朵根。竟然卖了250两！我爹娘哎，我竟然成了小富婆！沈乔把盆里的银子放到了空间，背着竹篓继续逛。突然觉得脚有些疼，他脱掉鞋子看了看，脚底板竟然有一个大血泡。家里没个驴车可不行，这要是来回走，脚不得废掉。瘸着一条腿，沈乔找到了一家养驴的。这家的驴这么都瘦得跟动物化石似的，站都站不稳，这买回去能干啥？别看我家驴瘦，勤快能干，力气大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见沈乔不为所动，主家便继续推销。这样吧，3两银子1头驴，外送你1辆板车。行吧，一头瘦驴才3两银子，这也太划算了，买！沈乔利落地掏出了3两银子，递给驴老板，麻利地将板车的缰绳套在了驴身上，拿着小皮鞭，晃晃悠悠地赶着驴往家里赶去。咦，这怎么停下了？沈乔下车查看，瘦驴正吭哧地喘着粗气，见状只好将空间里的芹菜拿出来1大半喂瘦驴吃下。果然，这驴子没力气，完全是饿出来的。灾荒年，大家都在啃树皮、挖野菜，而他却每个月都能领1两银子的工钱，还有白花花的大米吃。只因他是县城米铺的伙计，每个月都能往家里搬不少米。这天夜里，沈大高和沈小高一人扛着半袋子大米，哼着小曲往家赶。刚进家门，发现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就连他娘也不在。我去村西头找找，你去村东头看看，你娘是不是在那砍大山那里？父子2人一东一西去寻找，最后才从村长那里得知情况。沈大高含着脸跟村长解释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家小雪心地善良，
怎么可能殴打奶奶？还有莲花，平常被我娘压的大气也不敢出，说她虐待老人，不给吃喝，谁信？王大福很为难，他不能做言而无信的人。说好的罚跪3天，就得跪3天。村长，求你网开一面，让他们母女早点出来吧。而沈小高却和他爹不一样，听说此事后，骂骂咧咧的往裴家赶。沈大妮，你给我出来！反了天了，竟然敢打我娘和妹妹，看老子不锤死你！哥哥，大舅舅来了，咋办啊？不怕不怕，哥哥保护你。说完便冲进屋里，拿起一把镰刀别在后腰上。小兔崽子，沈大妮呢？叫他出来，看老子不宰了他！沈小高看到怯怯的裴珠，眼神划过一丝轻蔑。裴炫出来，握紧了后腰的镰刀，眼神微冷。我娘进城了，你找她何事？啥？沈大妮进城了？知道我要找他算账，跑得倒挺快。说完，一把将裴炫推倒在地，看着如同鸡崽子一般的人，沈小高哈哈大笑。小壁灯，你娘跟相好的跑了，那今日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壁灯。突然手臂一疼，沈小高连忙处理伤口，却见裴炫拿着镰刀，怒目圆视，不许污蔑我娘！小东西，你敢打老子，看我不撕烂你都嘴！只听砰的一声，裴炫被沈小高踢了好几米远，镰刀也离了手。裴珠吓得小脸惨白，跑过去抱着沈小高的小腿就咬，不料被大手薅起衣襟，抬手就往一边丢。不许打我妹妹！沈大妮儿不在，老子就得拿你们出气！说着，沈小高加重了脚上的力道，向裴珠走去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沈大高被飞来的凳子砸中了。哎呦，是谁砸老子？只见王氏佝偻着的腰背缓缓走来，眼中寒光乍现，周身散发出气势压的沈小高捂着脑袋蹲了下来。奶奶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孽障！看到王氏用尽全力才说出2个字，沈小高顿时来了气势。奶奶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沈大妮，护着她生的小壁灯吗？奶奶若想护着，也要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滚！这个字王氏吼得颇有气势，奈何刚指着沈小高吼完，瞬间头重脚轻，栽倒在地上。曾祖母！裴炫大叫着冲过去，恶狠狠地盯向沈小高。要是曾祖母有事，我娘不会放过你。小兔崽子，口气不小，看来还没教训够啊！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小杂碎，看你还敢不敢吆5喝6了。沈大高目光落在沈桥留下的电棍上，伸手便去拿，不小心按到了开关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咦，真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说完便伸手去碰。你别！裴炫来不及阻止，沈小高碰到棍子，整个人剧烈的颤抖了起来。裴炫、裴珠全看呆了。哥哥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疯了吧？他这样下去，他会不会死啊？裴炫背着小手上前，悄悄按了红点。沈小高仿佛身体被掏空，软趴趴的倒在了地上。片刻，沈小高在那股震惊中回过神，神情恐惧。有鬼！大舅舅做多了坏事，上天在惩罚你呢。邪物，那根棍子是邪物。沈大妮竟然敢私藏邪物，哈哈哈！我要去告诉村长。邪物吗？裴珠眨巴眨巴眼睛，一把将棍子拿了过去。这棍子我拿着也没事啊，怎么舅舅跟人来疯似的？莫不是真的有鬼？哥哥，我害怕。本就受到惊吓的沈小高疑惑的四处瞅了瞅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听说大人是看不见鬼的，莫非？哥哥，他在那。裴珠惊恐地指着暗处的角落，仿佛看到了恐惧的东西。妹妹不怕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这些脏东西不会找我们，只会找大舅舅。本就被电棍吓得虚脱的沈小高，闻言止不住的双腿打颤。你休要吓唬我，莫非真的有脏东西？不然怎么解释那根棍子？小兔崽子拿着却什么事也没有。而裴珠却适时尖叫一声，朝着空气胡乱挥手。不要找我们，不要找我们，我们没有干坏事。你去找大舅舅，他打小孩子，你快去找他。裴珠脸上惊恐的表情不像作假，仿佛真的有凶神恶煞的东西朝着他们靠近。哥哥，你快跟他说，让他去找大舅舅，我们没有做过坏事。裴炫会意，学着裴珠方才的动作，挥舞着手臂。不要找我们，不要找我们，要找就找大舅舅。沈小高惊恐地环顾了一周，却什么都没看到，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。他一边奔跑狂奔，一边嘴里叫嚷着，引得村民探出头来看热闹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要找我啊！我没有干过坏事，要找着我娘和妹妹，是他们2个不给奶奶吃喝，还打奶奶。看着沈小高湿淋淋的裤子，裴珠捧着肚子哈哈大笑。妹妹，你笑什么？大舅舅他尿裤子了。沈大高磨破了嘴皮子，快要说动王大福放赵莲花和小雪回家，谁知被沈小高几嗓子嚷嚷的全村尽知。王大福气得脸色发青。沈大高还说他俩善良，你儿子都亲口承认了，赵莲花母女虐待王四，不给吃喝，还让上天惩罚他俩，你连你儿子都不如呀！
继续罚跪3天，按不6天，1天只给吃1顿，饿不死就行。瞧瞧，这都干了什么事？王大福气得咬牙切齿，将沈大高送来的米一扔，有多余的米粮，不如孝敬孝敬你老娘。另一边，沈乔对村长家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，牵着小毛驴慢悠悠地往家赶。裴炫看到沈乔回来了，双眸发亮，心脏瞬间被一股暖流塞满。娘回来了，她没有跟宋秀才跑。看着瘦骨嶙峋的驴和满满当当的东西，裴炫疑惑了，哪里来的驴？而裴珠却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过来，抱住沈乔的大腿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曾祖母晕倒了，呜，我的头好疼。沈乔这才注意到院子里一片狼藉，王氏窝在屋檐下，躺在2个并拢的凳子上面，不省人事。谁干的？是大舅舅来了，不过他被我们赶跑了，然后他……而沈乔已经来到王氏跟前，在鼻子处探了探，感觉到微弱的气息。沈乔松了口气，急忙问裴炫：“村里有大夫吗？让他给小猪和曾祖母看看。”裴炫眸光闪了闪，紧抿嘴唇。裴珠捂着脑袋开口了：“奶，哥哥已经为曾祖母把过脉了，曾祖母是气急攻心，半个时辰后就会醒来。”闪！这下把沈乔整不会了，宝贝儿子居然会医术。上下打量了裴炫一眼，沈乔除了震惊外，还满脸不可置信。这个女人只是去了趟县城，回到家里却发现家被偷了，就连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。而偷她家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亲弟弟沈小高。沈小高活得不耐烦了，竟然敢欺负我的宝贝闺女和儿子，还气晕他的奶奶。说完便扛着锄头来到沈家，吃瓜群众纷纷跟在后面看热闹。一进院子，沈乔拎起锄头就往沈小高身上打。沈大高眼疾手快，一把擒住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着爹的面竟然打弟弟！打弟弟要趁早，他作恶多端，气坏祖母，脚踹外甥，教训他都是便宜他了。沈大高此刻脸黑的不行，搁在平常，他一个眼神吓得沈大妮不敢上前，现在竟然敢公然忤逆他。快将锄头放下！嫁人了不学好，竟跟着你奶奶学一身臭毛病，你爹我可不惯着你。讲的就像平常多惯着我似的。我这个大女儿今日是怎么了？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我冷脸发脾气，只要我呵斥一声，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见沈大高死死抓住锄头不放，沈乔索性将锄头一扔，双手使力，不由分说举起拳头将沈小高一顿胖揍。沈乔这么一打，使还在惊恐中的沈小高瞬间清醒过来，当即出手跟沈乔对打起来。沈大妮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乖乖送上门来了，看打！只听嗷的一声，沈小高捂着猪头脸躺在地上。沈大妮怎么回事？平常都打不过我的，今日力气竟然大到离谱！沈乔一脚踩在沈小高的腿上，沈大高连忙上前：“快放开你弟弟！放开！你滚远点，我就放开！我是你爹，你竟然让我滚！”环顾四周，沈乔高声道：“沈小高趁我进城，虐待祖母，殴打我的女儿和儿子。今日只是简单的教训他一顿，若以后再敢来犯，我可不再顾及亲情血脉。还有，我沈大妮从今日起改名沈乔，奶奶王氏由我抚养，从此以后跟沈大高没有关系。”沈大高一听，黑着脸沉声道：“沈大妮说的什么胡话？将奶奶接到你家去，诚心毁爹名声！”这时，门外的吃瓜群众看不下去了，议论纷纷。人家沈大妮沈乔将奶奶接过去，那才是明智之举。瞧瞧王氏跟着你，怕是有命无回。就是，撺掇着婆娘和闺女虐待生养自己的老娘，还要名声，呸！假正义假正经。沈大高脸色青了，白了又青。我没有。莲花和小雪也不是这样的人，定是沈大妮看不惯他们，处处找茬，现在竟趁我不在家污蔑他们。沈大高这话脱口，顿时激起民愤。我呸！王氏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，还不如养条狗，狗还知道看家护院呢。就是，王氏被虐待的跟猴子没什么两样。沈大高竟然说赵莲花不是这样的。我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沈大高回来到现在有瞧过你老娘一眼吗？沈大高不敢相信，梗着脖子叫嚣：“污蔑，全是污蔑！不知道我大女儿如何收买了你们，竟然为她说话。”沈乔已经不想直视这个爹了，他不仅当儿子失败，当父亲更是失败。闭了闭眼，沈乔发狠，脚下使力将沈小高踹出几米远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感谢大家为我说话。也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，以后我沈乔跟沈大高一家断绝关系，祖母王氏由我直接抚养。你！沈大高没想到沈乔说出这样的话，气得浑身战栗，手指发抖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，我这就找村长为我立字据。趁着风头的赶快找王大福跟渣爹继母一家断绝往来才好。不许去，我是你爹，你要忤逆不孝吗？忤逆不孝也是跟你学的，你都可以对奶奶不管不问，我也可以跟你断绝关系。
说完便大步朝村长家走去。吃瓜群众连忙搬着小板凳跟上，有吃瓜群众坐镇，王大福又在气头上，二话不说在沈乔的断亲书上签了字，拍着胸脯表示，作为一村之长，守护村民的健康安全是我的责任。沈大高纵欺虐待，不忠不孝，本村长做主，让王四跟着你过。裴衍回来后若不同意，你让他直接来找本村长。听王大福提起裴衍，沈乔愣了半晌，差点把这号人物给忘记了，也不知道自己擅自主张，裴衍会不会生气。沈乔揣着断亲书，一路上忧心忡忡。回到家后，将断亲的事给王氏说了。王氏点了点头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断得好。”说完又想到了什么，王氏又垂下眸子，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奶奶怎么了？”裴衍，奶奶放心，村长说了，若裴衍敢反对，尽管找他做主。虽然沈乔这么说了，但王氏仍然忧心忡忡。沈乔不知王氏所忧，在院子里忙得热火朝天，将他在县城买的东西都搬到了屋里，又把家里的一些破烂全扔了，放上新买的桌子。有新买的了，谁还要这破烂玩意儿？晚饭炒了红烧鸡块、糖醋排骨，还蒸了香甜软糯的大米饭。沈乔将大门关上，一家人偷偷躲在屋子里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哪来的鸡肉？去县城买的。沈乔直接回答，还不忘说裴炫两句，多吃点，学学你妹妹。裴炫吃得太少，又爱多想，沈乔有些发愁。晚饭后，裴珠欢快地迈着小步伐一蹦一跳回了房间，看着全新的被子，裴珠趴在上面闻了一口，对裴炫说：“哥哥，是阳光的味道。”随后两人释放了天性，迈着小短腿爬到床上滚了几圈，裴珠也上去跟着一起滚。有新被子喽！裴珠滚够了，又站起来跳，裴炫一把拉住他：“别跳，把床踩烂了！”裴珠吓得赶紧停了下来。此时沈乔走了进来：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裴炫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你累了一天了，很是辛苦。娘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了，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现在呢，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乐乐，这就是对娘最大的帮助。嘿嘿，哄孩子的漂亮话，谁不会说？”另一边，格玛村祠堂内，赵莲花捂着肚子蜷缩在祠堂一角，有气无力地谩骂着：“天杀的沈大妮，白又饿死我了！忤逆不孝的东西，怎么不去死？”娘，别骂了，先省力气，女儿会想办法出去。沈雪嫣嫣地跪在蒲团上，掀了掀眼皮，眸中划过一丝金光。什么办法？赵莲花陡然来了精神，从地上爬起来。当看到有气无力的沈雪时，叹泄了气般继续缩在角落里。你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办法？天杀的王大福，还有你那个没用的爹，这要是一直关下去，咱娘俩岂有命活？沈雪依旧跪在蒲团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脑子却不停地转动着。赵莲花见她这样，心中更没底，想要扯着嗓子骂几句，奈何饿得有气无力，嗓子如同吞了刀片般刮得火辣辣的疼，只能捂着肚子哼哼唧唧。沈雪抬眸，淡淡地瞥了赵莲花一眼：“娘，女儿这里有一个主意，可以让我们尽早出去，不知道娘愿不愿意干？”女人一把火将村里的祠堂烧了，不仅没有被村长怪罪，反而还得到了村民们的拥戴好评。只因她是一个心机女，还特别会演戏，而火烧寺庙正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。只见她缓缓起身，揉了揉酸疼的膝盖，伸手打翻了香案上的油灯。天干物燥，遇火即燃，香案上的垫桌布很快燃烧起来，顺着风势往祖宗灵牌的方向燃去。赵莲花猛地从角落里坐起，大惊失色：“雪儿，这是要干嘛？火烧祠堂可是大罪。”沈雪没有搭话，随手从角落里捡起块石头，哐哐两下将门上的锁砸落下来。娘，你快跑出去，就说祠堂窜出一只耗子，打翻油灯着火了。那不行，你待在这里太危险。话未说完，被沈雪一把推了出去。快去迟了，女儿就要葬身火海了。赵莲花不再迟疑，拔腿跑了出去。沈雪勾了勾唇角，眸中闪过一丝冷光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到外面凌乱的脚步声，还有赵莲花凄厉的嘶喊声：“村长啊，快救救小雪呀！我让她跑出来，她非要护住祖宗牌位。我的小雪还未嫁人，若是被烧死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”这时，沈雪带着祖宗牌位从火光处冲了出来，看起来颇有点英勇救英雄。沈大高听到动静，鞋都没穿就跑了过来，看到爱女浑身狼狈的模样，心疼的冲上去：“雪儿啊，爹爹来了！”村长伯伯，快喊人救火，里面还有不少祖宗牌位呢。说完，便毫不犹豫的转身冲进火海中，继续抢救余下的祖宗牌位。王大福急得直跳脚，连忙吩咐人灭火。可是大旱灾年的，哪有多余的水去灭火？沈雪再次冲了出来，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：“村长伯伯，余下的祖宗牌位被我抢救回来了。”他的小脸黑漆漆的，仿佛抹了炭一般。
发丝烧焦了一缕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接着就软弱的倒了下去。雪儿啊，你个傻孩子，是命重要还是祖宗牌位重要？你竟然舍身去护着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沈大高一脸心疼，想要上前，却被赵莲花一把推开。都是你那个不省心的大女儿，把我们母女俩害成这样，你滚！沈大高不仅没滚，反而更加心疼，不由得怨起沈乔来。都是他整的事儿，要不是他闹着将奶奶接过去，小雪会这样吗？哼，掐人中，掐人中！王大福满脸焦急，照着沈雪的人中狠狠掐去。沈雪深吸一口气，醒了过来。王大福的手僵在原地。村长伯伯，雪儿有错，没有护住祠堂，请村长伯伯责罚。我也想赶走那只耗子，可是浑身饿得没力气。等我赶到香岸时，耗子已经将油灯打翻了。村长伯伯，您惩罚我吧。王大福看着应天的火光，又看了眼一地抢回来的祖宗牌位，还有沈雪故作坚强而又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王大福心脏软了几分。沈雪死个好的，村子里谁人不知？或许虐待奶奶，自受了赵莲花的牵连。不怪你，你貌似将祖宗牌位抢过来，算是大功一件，我也算对得起蛤蟆村的列祖列宗了。虽然祠堂被烧，王大福心疼的直抽抽，好歹祖宗牌位以及族谱被护了下来，大不了全村众筹修祠堂。翌日，村口闹哄哄的，沈乔凑过去问了2句，这才知道昨晚祠堂被烧的事情。以我对沈雪的了解，能拼死护主祖宗牌位才怪，8成是沈雪自导自演了一场戏，可怜村长以及村民们都坚信不疑。沈乔不想听他们夸奖沈雪，他怕隔夜饭吐出来，便急匆匆回家。这时张寡妇叉着腰走来，说话阴阳怪气：爷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沈大妮吗？这是要聚呢，难不成又要去找野男人？沈乔没闲工夫搭理他，扭头就走。张寡妇继续巴巴：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昨日鸡毛山上惨叫连连，听王赖子说，雪云水小分队8成遇到了熊瞎子，活着的可能性不大。哈哈哈！沈大妮儿，你男人没了，你也成了寡妇了。张寡妇，没有依据的可不能胡说。是不是真的？过几日就知道了。昨天你们都去祠堂了，不知道鸡毛山上的惨叫声有多凄惨。我看此事十有8九。张寡妇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咧开了幸灾乐祸的嘴角。我告诉你们，裴眼要是没了，可得把你们男人看好了，小心被沈大妮勾进被窝。啊哈哈哈哈！张寡妇笑得猖狂，可惜大家全都愁眉苦脸，并没有人跟着她一起笑，只能自讨没趣的叉着腰回去了。此时的沈乔已回到家，将早饭做好了，而沈乔但拿着一根玉米，心不在焉的啃着。裴炫总觉得他娘有心事，拿了个鸡蛋递给沈乔：娘，吃个鸡蛋吧。谢谢乖儿子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乖儿子，快点吃吧。你有心事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王氏一眼就瞧出了沈乔的不对劲。奶奶，没什么，就是累着了。他脑海里全是裴眼没了的话，也不知张寡妇的话有几分真假。哎，沈乔叹了口气，一老两小齐齐望向他。别看我，你们快吃啊，我吃的差不多了，去村长家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沈乔走后，裴炫很不放心，王氏便让他跟在后面看着。走到半路，陈二狗拦住了裴炫，走开。谁知陈二狗哈哈大笑：小菜鸡，爷爷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爹死了，你娘要给你找后爹了，哈哈哈！不许诅咒我爹，不许污蔑我娘！裴炫猛地用头撞向了陈二狗的肚子，气得脸颊发红。最近吃得饱，力气也不小。陈二狗被撞得四仰八叉，捂着肚子直打滚。给我抓住他！陈二狗的小跟班们有些犹豫，想到沈乔那彪悍的模样，后退了几步。二狗哥，他娘要是来了，我的肋骨岂不是也要断？我娘说了，离他们远一点。沈大妮就是个疯狗，淡水养神。说完，4、5个小跟班一哄而散，溜了个没影。陈二狗被气得直翻白眼，继续挑衅裴炫：我可没胡说，你爹是真的死了，你娘给你找4、5个后爹，天天打你，还会将你卖掉。想到今早沈乔的态度，裴炫有一瞬间愣神，难怪看着娘有些不对劲，难不成爹爹真的遇到危险了？陈二狗继续捂着肚子，一边笑一边哼唧道：你娘就是假装对你们兄妹好，其实她早就想让你爹死了，你娘就是个恶妇，还想立牌坊，不可能，哈哈哈！谁能想到陈二狗小小年纪出口成脏，张口恶妇闭口牌坊，焉知不是受到张寡妇的熏陶？你胡说，我娘才没有假装对我们好，她也不会去找别的男人。裴炫气得冲陈二狗歇斯底里喊道，脸颊爆红，额头有青筋隐隐爆出。陈二狗却扑哧一声笑了：你个傻子，他以前怎么对你的？难道你忘了？
傻不拉几的问那个贱人说话，不许胡说八道，不然打烂你的嘴。我可没胡说。昨日蛤蟆山传来惨叫，巡水小分队去的就是蛤蟆山，你爹肯定死在里面了。你别不信，过不了几天，你娘就会改嫁。你胡说，我爹不会死，我娘也不会改嫁。嘿，小杂碎，赶紧撞爷爷我！陈二狗拔腿跳过，想要冲上去打裴炫，没想到扯到肋骨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告诉你，你爹死了，这事是真的，信不信随你。丢下一句话，陈二狗捂着肚子开溜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谁知道裴炫疯起来会怎样？等我肋骨好了，再收拾这个小菜鸡。他从县城里带回来2大包粮食，却舍不得给他的老母亲分1粒米，还要跟他断绝母子关系，只因他娶了个蛮横无比的娘子，还生了个诡计多端的女儿。他们母女俩为了可以多吃一点粮食，每天都在男人面前煽风点火，要他将母亲扫地出门。这天，刚从村长家回来的沈乔发现裴炫有些不对劲，戳了戳他嫩白的小脸，嬉笑道：“乖儿子，怎么了？脸阴的能滴出水来？你会改嫁吗？”闪！娘好好的改什么嫁？裴炫垂下眼睑，放松了捏紧的手。娘，陈二狗说爹爹死了，娘会改嫁，给我找4、5个后爹。沈乔握紧了拳头，随即周身的温度降低到冰点。先是张寡妇，现在又是他儿子，母子俩合起伙来恶心人是吧？小炫，以后不要听别人瞎胡说，你爹活得好好的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就在此时，沈乔正准备去做午饭，却听到门外传来凌乱的脚步声。姐姐在家吗？我们来接祖母回去了。沈雪率先跨了进来，赵莲花、沈大高、沈小高紧随其后。都断亲了，我们毫无关系，你接谁的祖母？怎么说话呢？一点礼数都不懂。沈大高黑了黑脸，对着沈乔厉声呵斥：“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让姐姐对我产生误会。祖母她老人家有些痴呆，经常会自残，我和娘根本没有虐待她呀。再说了，爹爹没有在断亲书上签字，怎么算断亲呢？”巧巧，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颠倒黑白也不打个草稿。沈乔气急，拎起一把锄头朝着沈雪扔去。哎呀！沈雪灵活躲过，却软软的跌坐在沈大高脚下。姐姐看不惯我，也不能冲爹爹的扔锄头呀，传出去姐姐就是忤逆不孝。爹爹，我的脚好疼啊！呜呜呜！沈小高逼逼赖赖的不愿意了，拎起地上的锄头朝沈乔冲过来。好你个沈大逆，当着我们的面都敢欺负妹妹，还敢对爹忤逆不孝，今天我就要打死你！我去你的丫的沈小高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！一脚踢飞沈小高手里的锄头，沈乔猛地薅住他的后脖颈，往他屁股上狠狠一蹬，扑向驴棚的方向。瘦驴被吓得哼哼直叫，加上豆子吃多了，扑哧扑哧喷出来几个响屁。逆女竟然殴打弟弟妹妹，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把你丢掉。沈大高气得面色铁青，牙都要咬碎。沈乔活动下手腕，扫向驴棚，只见沈小高脸色发绿，刚要踏出驴棚，谁知瘦驴哼哼叫了2声，翘起尾巴噗噗噗。这一幕让沈乔想到举起手来的画面，没忍住扑哧笑出声。沈大高满脸阴鸷的看向沈乔，厉声呵斥：“逆女，你还笑？老子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？想来平时老子太惯着你，让你变得不是尊长，欺负弱小。你什么时候惯过我？”沈乔停止了笑，冷冽地反问沈大高：“从小到大，你面对我时，从来都是含着一张脸，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来只带双份，唯独缺少我的。你身为大姐，还要跟弟弟妹妹抢吃食吗？从小你就不学好，都是被你奶奶惯的。”话音刚落，门突然从里被打开，一道中气十足的嗓音传来：“我惯的又怎么样？你们今天来干嘛？想看看我到底死没死吗？”只见王氏手持棍子当拐杖，缓缓踱步出来，微皱的眉宇全是怒容，看向沈大高的眼神满是失望。完了完了，这老家伙怎么站起来了？说话还这么利索，万一将事情抖落出来，那我和小雪岂不是要背上一辈子不孝的骂名？逆子，平常老娘太惯着你了，导致你忤逆不孝。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把你丢掉。沈大高愣在原地，脑瓜子嗡嗡作响，乍一想，咦，这不是我的台词吗？2半月不见，怎么瘦成这样？你当真不知道？简单几个字，用尽了王氏全身的力气，但他极力忍耐，让人看不出丝毫。老不死的为何说话如此利索？
他不是口不能言吗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赶紧开溜。沈雪的眼睛咕噜噜转着，当看到口吐白沫的沈小高时，她的眼泪说来就来，捂着嘴哽咽出声：“哥哥晕死过去了。”众人这才想起来沈小高，齐刷刷望去，只见沈小高翻着2个斗鸡眼，嘴唇皱成了4方形。大舅舅为何脸对着驴屁股？他是想比一比他的脸比较大吗？裴珠很迷惑，一脸懵懂地问沈乔。是咱家驴看不惯有人说话没个准，索性放了点气。驴棚内，沈大高搀着沈小高的胳膊，将他拖了出来。赵莲花嗷嗷叫了2嗓子，愤恨地指责沈乔：“你好狠毒的心肠，他是你弟弟啊！你竟然让驴放屁熏他！”沈大高也跟着寒了脸。瞧你家驴干的好事！沈小高胸膛剧烈的起伏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：“走，回家，这里有鬼！”沈雪也怕王氏说出点什么，连忙催促道：“爹爹，咱们带着哥哥回去吧，瞧他被折磨成什么样了。”好，改日再找你算账。刚要走，沈乔突然喊住沈大高：“站住！逆女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听说你从县城带来了2袋米，怎么不见你分给奶奶丝毫？我也是你的女儿，在荒年的，怎么不见你分我一口？”赵莲花顿时变了脸色，指着沈乔斥骂：“休想打2袋米的主意！告诉你，你将奶奶接来，你就要负责她的1日3餐，想要米门都没有。”沈大高一噎，面色讪讪：“只要你奶奶跟我回去，大米少不了她的份。至于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过的是好是坏，与我何干？”沈乔点了点头，装作失落的模样。王氏拄着木棍站起，挺直腰杆，目光直视沈大高：“我跟你回去。”随即又恶狠狠地瞪了赵莲花一眼，拔高了嗓门：“还不过来扶我！”赵莲花一怔，与沈雪2人齐齐失色。沈大妮，我们已经断亲了，还是你亲自断的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奶奶王氏由你抚养。赵莲花的嗓音有些歇斯底里，听得沈大高直皱眉。难道莲花不想将娘接过去吗？觉察到沈大高脸色不对，沈雪立马落泪，小肩膀一颤一颤的。姐姐，是你将我和娘送进祠堂，并诬陷我们。如今看爹爹带了米来，是不是又想撺掇着奶奶打米粮的主意？听到沈雪哭诉的话，沈大高的胸口就堵了怒火。既然已断亲，那我们就毫无关系。你的奶奶我自会奉养，前提是跟我回沈家。赵莲花脸色一变，松开了搀扶着沈小高的手，指着沈乔道：“他都说了，奶奶由他抚养，若将老太太接过来，指不定怎么拿家里的米粮接济沈大妮呢。”沈大高一听，当即脸色一板：“也是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你养就你养，看你那坚持到几时。”王氏听到这话，气得手指哆嗦，浑身打颤：“不孝！”沈乔生怕王氏气得中风了，连忙握住他的手安慰：“奶奶，我养得起你。”随后从怀里掏出断亲书，冷冷地看了沈大高一眼。沈雪说：“断亲书上你未签字便不算断亲，现在请签下你的大名。”沈大高脸色顿时发白，这个逆女竟然真敢！这样也好，让她吃吃苦头。况且娘不在身边，压着莲花，莲花还有几分安生日子过。眉头松动几分，但装还是要装一些的。娘，沈大高不舍地喊了声王氏，情真意切的模样，仿佛他是个被舍弃的大孝子。王氏将脸扭向一边：“我没你这种不孝的儿子。”好，既然娘不认我，那我就签字吧。而以后不能在娘跟前尽孝，望娘保重身体。看着断亲书上歪歪扭扭的沈大高3个字，沈乔勾了勾唇，将他收进怀里，对着沈大高讥讽道：“行了，别装模作样了。若真心孝顺，又怎会在断亲书上签下名字？不要在我家门口唧唧歪歪了。”姐姐，你怎么能对爹爹这么说话？都断亲了，哪来的爹爹？沈乔冷笑一声，眼神里的讥讽怎么都掩盖不住。还想道德绑架我，门都没有！小婊砸再敢逼逼赖赖一句，我就上手抽。他们是全村最贫困的一家人，生活质量却比别人好上几倍。只因他是一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在别人还在靠双手劳作的时候，他只需要一个意念，就能在他200多平的31厅里拿出各种物资。这天，他正牵着瘦驴，带着2个娃悠哉悠哉的去县城游玩。这一幕正好被有心的村民看到，被误以为是带孩子去卖掉。驴车，沈大妮家何时买驴了？还有，平日里穿得像乞丐一样的兄妹俩，今日竟焕然一新。娘，我们去县城干什么？带你们买点衣服鞋子，还有些好吃的。他是怕兄妹俩问起裴衍的事，尤其是裴炫，心思敏锐，性格早熟，干脆带着小孩子出来逛一圈。衣服，娘，家里的鞋子衣裳够穿了，不需要浪费银钱再买。那就买点好吃的糕点。裴炫揪起小眉头，可是糕点很贵的。不怕，我有钱。好耶好耶，那我要买好多糕点。对了，还要给曾祖母带一个哦。望着远去的3人1驴，张寡妇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用眼刀子将沈乔戳几百个窟窿。好一副母慈子孝的画面，
嗨，他能带孩子买糕点，母猪都能上树。想到裴炎可能遇险的消息，张寡妇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眯了眯眼睛冷笑，可不就是母猪上树了吗？8成是看裴炎没了，让2个孩子打扮得光鲜艳丽，好到县城卖个好价钱，顺便投奔他的老相好。想到这里，张寡妇健步如飞，扯着大嗓门围着村子喊了一圈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此时，村庄的十字路口聚集了不少的人。张寡妇唾沫横流，挥舞着双手，不停地添油加醋。跟你们讲啊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沈大妮她是一刻都不能等啊！前脚听说裴炎遇险的消息，后脚就将2个孩子带到县城卖了，你说狠不狠毒？不可能吧？这段日子瞧他对2个孩子挺好的，还将王氏接过去抚养，不像你说的那么恶毒。你懂什么？沈大妮那是装的，她从前什么德行你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裴炎，这次进山10有8九活不了，这不大柱子都跑过来了，说裴炎早就进了深山里。沈雪扯着手中的帕子，眉心微蹙。张寡妇，没根据的事可不许乱说。乱说？我可没乱说。沈雪呀，你也真是的，沈大妮如此对你，你竟然向着她说话。沈雪笑了笑没吱声。张寡妇拍着大手，唾沫星子满天飞。宋秀才他指望不上，当糟老头子的18房小妾倒是有可能，说不定卖的钱还能给王氏养老呢。最后一句话，他是冲着颤巍巍走来的王氏说的。王氏满脸怒气，吓得张寡妇心头一跳。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，沈乔又不在家，这老不死的王氏，我一巴掌便能拍出几米远。王氏未曾开口，沈雪连忙殷勤的去搀扶他，却被王氏一把挣开。沈雪没心思计较王氏的态度，扭过头对张寡妇道：休要胡言乱语，裴大哥英勇无比，怎么可能会死，也绝不会遇害。张寡妇嘚瑟的摇晃了下身子，啧啧2声。你姐姐的男人死了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沈雪一怔，很快恢复神色。你说裴大哥深山遇害，一同寻水的人却只有柱子回来了，那么其他人呢？众人一愣。是了，寻水小分队一共8人，还有其他人呢。张寡妇一噎，刚要反驳，却被沈雪打断。你诅咒裴大哥，就是诅咒同行的6人，我只是说句公道话。正在看热闹的几位妇人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同行的6人有他们家男人，若裴炎遇害，岂不是其他人也遇害了？几位妇人不干了，大声嚷嚷道：张寡妇，闭上你那张臭嘴！我家相公吉人自有天相，此次寻水定能平安归来。就是，你自己没了男人，就巴不得我们和你一样当寡妇。呸！张寡妇见势头转向他这边，气得一蹦3尺高。老娘说实话，还不让说了？告诉你们，深山毒蛇猛兽悬崖峭壁，能活着回来，老娘去吃狗粑粑。你们几个乖乖等着做寡妇吧！哈哈哈！几位妇人虽然爱凑热闹，但完全说不过张寡妇，气得哆哆嗦嗦的回了家。张寡妇回头又对着王氏说道：王老婆子，你的孙女去县城当小妾了，你就等着他拿钱给你养老吧！哈哈哈！王氏心中积满怒火，颤巍巍的五指用力举起棍子，狠狠朝着张寡妇的头上砸去。小娘皮的，竟敢污蔑我孙女的名声，老娘今日要你好看！张寡妇被打懵了，捂着脑袋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当看清打她的人是谁时，火气顿时直窜脑门。老不死的站都站不稳，还想打老娘？张寡妇蹭着起身，亮出指甲就往王氏脸上抓去。只见王氏眸光一凛，抬起手中的木棍，朝着张寡妇身上的某个的穴位戳去。张寡妇顿住，突然她倒地，哈哈哈大笑，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笑得停不下来。哈哈哈！王婆子，哈哈哈！你搞了什么？哈！王氏不解，他只是拿棍子随便一戳，怎么就戳中了张寡妇的笑穴？就在他疑惑之时，一个火急火燎的声音传来：王大娘，快回家看看吧，你孙女婿受了重伤，金气少出气多。啥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，不然老娘打断你的腿！那人是同裴衍一起进山的刘成，被王氏恶狠狠的模样吓得腿肚子打颤。王大娘，我不敢撒谎了，裴衍浑身是血，我们哥几个抬出来时，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。你孙女呢？快喊她准备后事吧。听到这里，王氏一口气没上来，翻了个白眼，晕厥过去。众人听到此消息，开始议论纷纷。他孙女怎么就那么命苦呀？年纪轻轻当寡妇，带着2孩子可怎么活？看来张寡妇说的没错，裴衍是遇险了，这沈大妮不，沈乔可不就成了寡妇了吗？是啊，往事还不许人家胡说。不过张寡妇也真是的，乌鸦嘴真毒，哈哈哈！我就说吧，哈哈哈，遭报应了，哈哈哈，死了还不让人说，咯。由于太过于激动，张寡妇两眼一翻，嘴巴一歪，也晕倒在地。随即众人便合力将王氏抬回裴家。看着躺在床上气息不稳只进不出的2人，众人叹气摇头，这个沈乔心太狠，知道裴衍遇险的消息，带着2孩子跑个没影。可怜呀，王氏本想跟着孙女享清福，
没想到摊上这事。此时，王大福听到消息，踏着鞋拄着拐杖走来了，他的脸上布满阴云，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请大夫了吗？请了，大夫说挺不过今晚，让我们尽早准备后事。王大福脚步不稳，头晕眼花，还好被刘成扶住，才不至于摔倒。沈大妮呢？去哪了？刘成一噎，半晌后说道：听村里妇人议论，沈大妮带着懒孩子去了县城，打算将孩子卖掉，然后去富贵人家当18房小妾。什么？他只是去了趟县城，回来时却发现家里挤满了人，门口还躺着2个奄奄一息的人，而这2个人中，一个是她的亲奶奶王氏，一个是她的丈夫裴衍。且看他如何用现代知识将2人从鬼门关救回。此时，沈乔正赶着小毛驴往家里赶，发现自家院子乌泱泱围了一群人。众人看到沈乔，仿佛看到恶人一般，大声嚷嚷：“沈大妮回来了！”又叫我沈大妮，我不是说了改名沈乔吗？沈大妮这个名土了吧唧的。再说了，我回来不是很正常吗？突然，沈乔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家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奶奶还是……来不及多想，沈乔3步跨2步冲进了屋子。沈大妮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何不能回来？你王大福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气得险些背过气去，指了指床上的人。王大福道：“大夫说，挺不过今晚就准备后事吧。还有你，把2孩子卖到哪里去了？”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说完便上前查看王氏，然后将王氏平放在地面上，拍了拍肩膀，喊他：“奶奶，我是妮娅，奶奶。”快醒醒！观察了一会儿，沈乔判定他可能是心脏骤停，开始为王氏做心肺复苏。众人不解这是什么操作，王大福更是气得站立起来，胸口不停地剧烈起伏着。沈大妮，你干什么？人都去了，你还要折磨他？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眼看着棍子即将落下，裴炫和裴珠冲了进来。尊长爷爷，为何要打我娘？当看到2个仙童似的龙凤胎时，王大福僵住了动作。谁乱传的？说沈大妮卖孩子去了。刘成连忙摆着手解释：“村长，我刚才就说了，是村里妇人嚼舌根乱传。”裴炫歪了歪头，看向王大福身后躺着的人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爹！裴炫健步冲到床前，亮晶晶的泪珠在他眼里滚动，悄悄把了把脉。裴炫突然松了口气。这时，吭吭一声，王氏抖了2下，缓缓睁开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沈乔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想到裴衍生死不明，王氏再次放声大哭：“我苦命的娇娇孙女呀，年纪轻轻就要守寡，我对不起你娘啊，让老婆子死了算了。”王大福揉了揉眼睛，震惊到不可置信：“王老婆子活过来了，沈大妮还有这本事？”他又惊又喜，连忙冲沈乔摆了摆手：“快来看看你相公，用你刚才的方法把他安活。”沈乔看了眼男人，男人看着20来岁，眉目俊朗，剑目斜飞，不得不说他长了一副好皮囊。娘，你快救救爹！对，你快帮裴衍安安。沈乔看着裴衍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觉得压力山大。沈大妮，你为何一直盯着裴衍的胸口看？你不会这的时候了还想着？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挺不过今晚你就得当寡妇，你最好想法子将裴衍救回来。沈乔叹了口气：“村长，我又不是大夫，将奶奶救醒纯粹侥幸。”听到沈乔的话，王大福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，差点跌倒。是啊，我也真是的，竟然试图让沈大妮救活裴衍，他只是个横行霸道的村姑而已。罢了，如今这世道，裴衍死了，那我就替他照顾着孤儿寡母吧。你好好给他擦洗身子，让他体体面面的走吧。王大福佝偻着腰背，颤巍巍的拄着拐杖，冲门外的人挥了挥手：“散了，都散了吧。希望裴衍能够挺过今晚吧。”众人散去，裴炫、裴珠立马扑进沈乔的怀里：“娘，你能将爹爹救活的，对吗？”沈乔抿了抿唇，扯出一抹笑：“娘一定会将他救回。”裴炫破涕为笑，抹了把眼泪，对沈乔说：“我刚为爹把了脉，爹爹还有气息，若是有好的药材挺过今晚不是问题。可是家里穷成这样，哪有钱买名贵的药材？”沈乔突然想到，我空间里就有不少药材，消炎的、止痛的、退烧的啥都有。而小家伙略懂医术，不如2相结合，能不能将裴衍救活？安慰了小家伙几句，沈乔说去厨房烧点热水。离开后，他找了个机会，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走进3室一厅，打开头顶上方的柜子，里面全是瓶瓶罐罐的药，将大学上课用的缝合针、羊肠线、消毒水以及药材找了出来。另一边，裴珠咬着嘴唇问：“娘怎么还没回来？可能没水了吧？娘去打水了。”说话间，沈乔抱着一个小箱子进来了。
小猪，你和曾祖母出去等着，需要热水的时候帮我们端点过来。将手中的箱子一放，沈乔的心脏开始扑通扑通直跳，她有些紧张，但她必须镇定。小炫，娘要为爹爹处理伤口，你在跟前帮忙打下手，怎么样？可以。这个举着，照在你爹的伤口上。沈乔掏出一把手电筒，递给裴炫。裴炫愣了愣，很快接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能散发出和太阳一样的光芒？专心点！耳边传来沈乔的嗓音，裴炫立马板直了身子，聚精会神的将光打在裴衍胸口，拿起镊子给裴衍伤口消了消毒。沈乔掏出缝合针，紧张的咽了咽口水。此举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调整好心态，沈乔聚精会神的开始缝合伤口。半个时辰后，伤口终于缝合完成，虽然有点不美观，好歹齐整了。娘，爹爹的伤口不出血了。裴炫的双眼亮得吓人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娘现在头晕眼花，等会儿你用这个将你爹的伤口进行清洗。又翻了翻药箱，拿出一瓶碘伏，然后再使用这个消毒。裴炫懵懵的，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闻所未闻，他忍不住问道：娘竟然懂医术？沈乔扶着凳子坐了下来，摇了摇头：娘不懂医术，这些都是在书上看到的。那娘怎么会缝合伤口？嗨，在娘小的时候，曾帮你外祖母缝合过猪仔。裴炫抿了抿唇，没有再问了，转身给裴衍清洗伤口。晚饭谁都没有胃口，裴炫和裴珠更是守在床边，眼巴巴的等着裴衍醒来。到底是孩子的爹，我没穿来之前，裴衍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，占据的位置比娘还重要。若今晚真挺不过去，不知俩孩子得伤心成什么样。王氏端着2个馒头进来了，往沈乔手里一放：多少吃点吧，2个孩子还需要你，你可不能倒下了。沈乔点了点头，冲着2个小家伙喊道：你俩吃点馒头垫垫，不然你爹醒来会心疼的。那爹爹会醒过来吗？裴珠眼眶红红的，强忍着没哭。会的，你俩吃完就去睡，等你们醒来，爹爹也就醒来了。沈乔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裴远，根本没有心思睡觉。这要怎么办啊？要是明早裴远醒不过来，该怎么面对那2个小家伙？沈乔急了，在屋里来回踱步。不行就人工呼吸吧，反正把所有的方法用一遍。裴衍若还不醒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沈乔来到床上，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捧住裴衍的脸，脸颊有些发烫，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。不管了。沈乔嘟起嘴巴，缓缓朝裴衍靠近，在距离裴衍的嘴唇只有1毫米的时候，手就被人给用力拽住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男人只是得了个普通感冒，村长却要其家里人早点准备后事，更有的村民早早就拿起铁锹为其挖坑，还说再不埋就要发臭了。眼看躺在床上的丈夫迟迟没有醒来，沈乔决定给他做人工呼吸。不料在2人仅有1毫米距离的时候，男人却突然醒了过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你醒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饿不饿？渴不渴？沈乔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人工呼吸，他怕越解释越乱，只好转移话题。见沈乔不曾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裴衍冷声一笑：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看到男人眸中透出的深度厌恶，沈乔的思绪被拉回现实。你醒了就好，我去喊2个小家伙起床。沈乔走后，他看了看自己的胸卡，从胸膛处直至腰窝，像一条长长的蜈蚣趴伏在上面。这是缝合术。就在这时，2个娃兴奋地跑了进来。爹爹，你醒了！呜呜呜！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爹爹了呢。看到俩孩子，裴衍既震惊又心疼。谁给俩孩子收拾的这么齐整？沈大妮，不可能吧？一个从来不会管孩子死活的人，怎么有心思给孩子梳洗打扮？居心不良，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。裴炫见自家爹爹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连忙关心道：爹爹，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爹爹，你昏迷不醒，我们都快吓死了。娘衣不解带的照顾了你一宿，还给你擦洗了身子。爹爹，爹爹，娘现在对我们可好了。是吗？还有呢？裴珠咧着嘴笑了笑，乖乖回答：娘替哥哥出气，被陈二狗使坏砸破了头。还有。此时门吱嘎响起，沈乔端着一碗米粥走了进来，递给裴炫：喂你爹吃点吧。说完转身就走。站住！相公喊我干嘛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看到他脸上挂着细细碎碎的笑，裴衍打了个激灵。你又在打什么坏心思？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打坏主意。相公烧糊涂了，净说些胡话。还有，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怎么会伤害他们呢？裴炫、裴珠齐齐点头。娘不会伤害我们的，她对我俩可好了。爹爹千万不要凶娘。对了，相公，我把我奶奶接过来了，通知你一声。沈乔丢下这么一句，推门出去了。回到厨房后，正准备把锅刷了，门口却传来闹哄哄的声音。沈乔望去，乌泱泱一群人朝他家涌了进来，人群中竟然还有张寡妇和沈大高一家。村长和其他村民一脸凝重，叹了口气问：裴艳如何了？
不等沈乔回答，张寡妇的大嗓门先嚷嚷开了：“你也别伤心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大家伙带着铁锹帮你挖坑来了，趁早埋上，省得发臭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张寡妇的笑粘在脸上，尬了几秒后，冲赵莲花挤了挤眼。幸亏你们断了亲，不然这一家老小就缠上你们了。赵莲花没理会张寡妇，心中暗自得意。老天真是开眼，让裴眼一脚蹬了天，哈哈！我倒要看看沈大妮这个小娘皮带着一老两小怎么活。睨了眼张寡妇手中的铁锹，沈乔冷笑一声：“拿着铁锹干嘛？把你埋了吗？”张寡妇也不恼，笑嘻嘻的挑眉：“沈大妮，别耽误大家伙时间了。村长可是说了，明日起我们要去逃难，到时候可没有人挖坑埋你家裴眼了。”张寡妇，闭上你的臭嘴！王大福气得额头的青筋直突突，他本想带着众人看看裴炎死没死，谁知这个张寡妇拿着铁锹跟了上来，赶都赶不走。耶，人死了还不让说呀！沈大妮，你就别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埋了裴炎，我们还得准备行李赶路呢。到时候你这个新寡妇，多找几个男人，路上还能帮衬着你点，哈哈哈！闭嘴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！王大福气得戳歪了手中的拐杖，奈何张寡妇更得意了，嗓门高起来，叭叭个不停。沈乔伸了伸懒腰，左右转了转脖子，将手腕捏得咔吧咔吧作响。沈大妮，你搔首弄姿的勾引谁呢？哈哈哈！裴眼是骨胃寒呢，就开始扭来扭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众人齐刷刷往墙上望去，沈乔一个回旋踢将张寡妇踹到了墙上。哎呀，我的腰，疼死我了！张寡妇的四肢被扣在墙上，动弹不得，扯着嗓子嗷嗷大骂：“沈大妮，你个天杀的小浪货，扭腰发浪还不让人说，还要打人呀，没天理了！”张寡妇说完，便向村长求救：“村长，快救救我呀！村长！”王大福被他吵得心烦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来到沈乔跟前，叹了口气：“民库啊，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事？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，也怪我，就不该让他去山上寻什么水源。”王大福说完，竟然捂着眼睛蹲下哭了起来。村民们一时间感同身受，脸上挂上了同情、惋惜、怜悯的眼神。沈乔被张寡妇滋滋叉叉吵得不耐烦了，在驴棚内挑了2只血，捏紧了鼻子，来到张寡妇跟前：“你个小娘养的贱蹄子，赶快将老娘从墙上扣下来！”呜呜！张寡妇骂不出来了，只觉得嘴里一阵滂臭，胃里翻江倒海，想要涌出来。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不是小娘养的，我是奶奶养大的。沈乔拍了拍村长的肩膀：“村长伯包，我家相公活得好好的，别哭了。”啥？裴炎活得好好的呢？王大福站起身来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乔：“真活了，真活了，早上还喝了2大碗粥呢。”说话间，门从里被打开了。裴炫看着乌泱泱一群人，眨着葡萄似的大眼睛问道：“村长爷爷，你们吵到我爹休息了。”屋外发生的一切，裴眼都看在眼里，有震惊、不可置信，还有怀疑。王大福第一个冲进屋里，当看到坐在床头上的裴眼时，激动得快站立不稳。“裴眼，你醒过来了！”刘成的下巴都快砸到后脚跟了，他摸了把裴眼的脸：“热乎的，别闹。”裴眼皱了皱眉头，拍开了刘成的手，朝王大福看去：“村长，裴眼惭愧，水源被土匪占领了。”“裴眼啊，醒过来就好，醒过来就好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裴眼没死，那他们拿着铁锹来埋人就尴尬了。都怪那个张寡妇，没事瞎嚷嚷什么，一天到晚满嘴喷粪，乌鸦嘴里吐不出好话。以后都离他远点，省得咱眼上倒霉。裴大哥，沈雪笑着喊了句，看向裴炎的眼神闪着欣喜。我就知道裴大哥死不了，他那么英勇，怎么会有事呢？然而裴炎看也没看他一眼，继续跟王大福聊天，咬了咬唇。沈雪有些委屈，为什么裴大哥不应我一声？肯定是专注的跟村长讲话，没听到我的声音。深吸一口气，刚想开口，却被赵莲花一把扯住。走，跟娘回家。免，我不走。裴大哥刚醒过来，我得看看他。沈雪刚说完，就觉察到周围多道视线打量他。完了完了，这些人肯定误会我对裴大哥有意思。赵莲花态度强硬，拎着沈雪就挤出了人群。丢人现眼的玩意，他死不死关你什么事？赵莲花气不打一处来，拧着沈雪的耳朵就骂：“别净想些没用的人，你是要做秀才娘子的，眼光要放长远一点。”沈雪为着裴眼没搭理他的是委屈，如今又被赵莲花逮着骂了一通，眼泪汪汪的，非常委屈。瞧瞧你，娘还没说你2句就哭，告诉你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别再想着裴眼了。沈雪咯噔一下，我的小心思竟然被娘看破了。不成，绝不能让娘误会，不然以她的性子，定会将我草草许了人。锅里放上2升水，再放入半斤大米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熬煮，直至水开，再加入疙瘩肉、生姜、调料，这样一碗香喷喷的疙瘩粥就做好了。正当他要把疙瘩粥端给裴眼时，村长正一脸严肃的将逃荒的事说了：“如今没水源，我们总不能去跟土匪拼命，干裂的地皮啥庄稼也种不上，这样下去只有等死的份。”李正那边传来消息，
说边关乱成一团，他打过来是早晚的事。王大福拍着大腿对裴远叹气：你身受重伤，又要逃荒，真怕你路上撑不住。可是附近的村子都走了，我们若跟不上大部队，就落单了。裴远没说话了，他也发愁逃荒路上怎么办，靠在床上发呆，就连村长走了都不知道。这时，沈乔端着疙瘩粥走了进来，裴远正在想事情，脚步声打破了他的思绪，目光从沈乔的脸上落到他手里端着的那碗疙瘩粥上。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你整天都在说这句话，你是复读机吗？沈乔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将疙瘩汤放下就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鸡？突然，胳膊被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抓住，沈乔微微蹙眉，很无辜地耸耸肩。你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明明说的是，你不断重复一句话，谁让你断字取义？还有，我明明好心给你送饭，你总是怀疑我别有用心，这样下去我会伤心的。沈乔说完，做出可怜巴巴的委屈状。沈大妮给我送饭，他有这么好心？裴眼愕然，眯了眯眼，陷入沉思。我不信一个人会无端的变好，要么就是沈大妮居心不良，别有所图。难不成沈大妮看着我重伤，故意讨好，想放松我的警惕，趁机将2个孩子卖掉？想都不要想！裴眼一把擒住沈乔的手腕，压抑着眸底冒出的怒火。沈大妮，我警告你不要触犯我的底线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又来了，复读机又开始重复了。从见面至今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这2句话，难道裴眼不会说别的词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相公。沈乔眨巴眼，做出乖巧听话状，无辜问道：你老是警告我不要触犯你的底线，那你要告诉我你的底线是什么，这样我才能注意，不然哪天碰到了你又要生气。厚颜无耻！裴眼气急，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，无名怒火直窜胸膛。沈大妮明明知道，却还装无辜，忒不要脸了。沈乔无奈地叹口气，将手搁置在他的胸膛，挑了挑眉。问你又不说，还骂我厚脸皮，这样下去我只能一点点试探了，相公可不能怪我。说完，柔弱的小手在坚挺的胸膛上画了个圈，酥酥麻麻的感觉差点让裴眼跳起来。你给我起开！裴眼一把推开沈乔的手，以往这种力道，沈大妮肯定惨叫一声跌在地上，如今竟然纹丝不动，另一只手竟然也摸了上去，不停地画着圈圈。我还以为这就是你的底线呢，看你表情挺享受啊。走开，谁他娘的享受了？裴眼脸色铁青，挣扎着起身去拍打沈乔的手，没想到双手却被他擒住，嘴里嘟嘟囔囔道：男人，你是在玩欲擒故纵吗？谁欲擒故纵？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谁教他的？恶心，不要脸！相公不能说脏话哦，会教坏小孩子的。你！裴眼气得脸色铁青。从前的沈大妮无理取闹，他还能对付几分，如今厚颜无耻，竟让他毫无招架之力。爹，奶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突然门被打开了，裴珠走了进来，裴眼顿时收敛了怒气。裴珠看着桌上的疙瘩汤问：娘做的疙瘩粥可好吃了，爹怎么还不吃？你爹手疼，不方便吃。沈乔一把端起疙瘩粥，盛了一汤勺送到裴眼嘴边，催促着：快吃吧，不然小家伙该担心了。裴眼阴了脸，裴珠很没有眼力劲儿的加了句：爹快吃啊，娘好不容易做的呢，可香了，一滴都不许剩下哟。快吃，不然我用嘴巴喂你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奶，你和爹在打什么哑谜？裴珠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疑惑问道：你爹说娘做的疙瘩粥真好吃，他会当着你的面喝完的。真的吗？裴珠上前2步，一脸期待地看向裴眼。爹，快吃吧。裴眼被沈乔的厚颜无耻震得胸口疼，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疙瘩汤，3口并2口灌到肚里。爹，好喝吧？裴眼违心的点了点头。沈乔将碗收了，端到厨房去刷。驴棚内，裴炫正拿着刷子给驴顺毛，时不时的在他耳朵上叮嘱几句。儿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娘，马上要逃荒了，爹还得指望这只驴呢，我多伺候他，省得到时候撂蹶子。裴眼指望这只驴，愣了半晌，沈乔总算明白裴炫的意思。全世间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人，唯一的劳力还要躺在驴车上，家里的锅碗瓢盆也要靠瘦驴拉着，可不得对他好点嘛。沈乔摸了摸裴炫的小脑袋，心口发酸。小家伙心思细腻，想的总比别人多。为了不让小家伙太操心，沈乔开始忙前忙后，将新买的衣裳鞋子裹在包袱里，放在唯一囫囵个的大缸里。王氏提着油茶面和锅巴出来了。你带大缸干什么？不能吃不能喝的，除了死沉还占地方。别看缸重，用处大着呢，您就别操心了。
把逃荒的物资准备完以后，沈乔打算美美的睡一觉，养足精神。裴珠、王氏还有沈乔三人挤在了一屋，裴珠不停地往他怀里钻，一直嘟囔着娘身上好像。突然门被拍得啪啪作响，划破了寂静的夜，紧接着传来刘成粗声粗气的喊声：裴炎，快开门呐！刘成半夜3更找我干嘛？难不成有急事？谁啊？3更半夜还让不让人休息？这时门外却传来了沈大妮儿的声音。沈乔打着哈欠去开门，谁半夜3更扰人清梦？敲个门跟催魂似的。裴炎呢？沈乔眯着惺忪的睡眼，指了指房间。屋里呢？你自己去找，我要去睡会儿。这刘成也真是的，大半夜的来找裴炎，有啥事不能白天说？沈乔想继续回房睡觉，被刘成一嗓子炸得脑袋清醒。睡什么睡？赶快都喊起来！村里的大部队要出发了，到时候把你们一家落下。现在就出发。沈乔睡意全无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这么急吗？刘成翻了个白眼，连个多余的眼神也不想给沈乔。10里外的村子都被土匪洗劫一空，今晚不走，等着明天被屠吗？说话间，裴炎扶着墙走了出来，捂着胸膛，非常吃力，额角冒出了冷汗。看到裴炎惨兮兮的模样，刘成连忙扶住他，摆着手指挥沈乔：快将你家驴车拉过来，咱俩合力将裴炎抬上去。受那么重的伤，就不能好好躺着，非要站起来干嘛？王氏听到动静也起来了，两个小家伙揉着惺忪的睡眼问：娘，套驴车干嘛？你俩快收拾收拾，晚上要出发了。这条村子是方圆100里最大的村庄，却无一人居住，只因村长要带他们去攻打皇城。茫茫夜色，葛骂村却灯火通明。只听王大福一声令下，轮车启动，俩孩子和裴炎并排坐在驴车上，王氏坐在前排赶驴，沈乔跟在后面扶着那口大缸。这样挺好，做的吃食全部藏在了缸底下，上面落了几层衣裳鞋子，吃的时候扒开拿出来就行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王大福忙得脚不沾地，额头的汗一甩一大把。在村子里，这些人还服管教，怎么出来村子乱哄哄的闹成一团呢？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鸡了，为你的脚踩了我的鞋。一时间，哭喊声、怒骂声声声入耳，鸡飞狗跳。停下，停下！王大福拿起拐棍敲了敲铁盆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。大家是去逃荒，不是去吵架，路上能不能消停点？万一吵吵闹闹引来土匪，看你们怎么办？眼神扫过3大毒瘤时，王大福松了口气。只要他们3位安静下来不闹事，剩下的人不足为惧。王大福跑前跑后，一双老腿差点跑断。王小福心疼的直叫唤：你们就不能消停点？我爹快累倒了！只听一道晴朗的女声在耳边传来，睁眼一看，沈大妮挺直了腰背，正在给王大福出主意。村长，我这里有一个法子，可保证蛤蟆村的众人不乱阵脚，村长也有喘气的功夫。王小福翻了个白眼：你能有什么好法子？只要你路上安安静静的，就是给我爹积德了。什么法子？王大福抬手让儿子闭嘴，转头看向沈乔：说说看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沈大妮能想出什么样的好法子。沈乔正了正脸色：我提议成立个小分队，每个小队选2名壮劳力看管盯梢，一来有人为村长分忧，二来有劳动力盯梢孩子，也可避免自家孩子被丢。真王大福和王小福两人大眼瞪小眼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驴车上，裴眼黑眸微眯，眼神晦暗不明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他真没有打孩子的主意，也没有想着半路逃跑？尽管沈乔的目光坦坦荡荡，但裴眼还是不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跟着他们去逃荒。王大福的动作很快，不一会就选举了小分队队长。刘成负责的5家里面，正好包括沈乔他们一家。不得不说，这村长真会安排。刘成和裴眼的关系最好，路上不仅可以帮忙，还能光明正大的监督沈乔。沈乔撇了撇嘴，这些人真是的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。算了算了，我出主意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自家2个小宝贝，多层人看着也挺好。大部队走走停停，有些妇人开始嚷嚷着歇歇脚。王大福站在前面的牛车上，叉着腰大声训斥：歇，眼下莫吃莫喝，万一土匪打过来跑都来不及。大家不许停，赶快赶路，趁着天黑赶紧去找水，别等天亮了连树皮都没得捡。大概走了2个时辰，村长才停下牛车，让大家休息。每家各派出一劳壮力去找吃的喝的，省得天亮了抢不到。家里带的干粮和水不到，万不得已不能动，省得天亮了抢不到。家里带的干粮和水不到，万不得已不能动，人必须要多留条后路。裴家的劳壮力正躺在驴车上，还有1老2小，只有沈乔活蹦乱跳。他自告奋勇地举起手：我去。听说沈乔要去找吃食，2个小家伙连同裴眼的神色不由紧张起来。
他不会趁机跑了吧？娘会不会丢下我们跑路？不会的，娘现在变得那么好，一定不会丢下我们的。打定主意，裴炫捏了捏手指，娘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还太小了，天又那么黑，万一走丢了怎么办？可是裴衍垂下了头，王氏正愁孙女走了后怎么面对裴衍呢？见状立马发言：我跟你娘一起去，我看着她，不，我跟着她，人多力量大嘛。两人找了个麻袋，从大缸里掏出2个水瓢就离开了。裴炫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裴衍的肩膀：爹你就放心吧，有曾祖母跟着呢，我娘就算起了想跑的心思，她也不敢。裴衍眸色一凛，将头扭向一边：他爱跑不跑，关爹何事？裴珠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问：什么娘想跑？爹和哥哥在说什么？爹是担心娘一个人找吃的不放心，什么跑不跑的？你听错了。裴大哥，这时沈雪满脸微笑走了过来，又换上一副担忧的神色：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本想过来看看的，又怕姐姐生气。对了，姐姐呢？沈雪扫了一圈，没发现沈乔的影子，嘴角染上了一抹冷笑。我娘去找吃的了。裴珠回答道：这姐姐一个女人家怎么寻找吃食？万一……裴炫眸色一冷：小姨，没什么事儿的话请回吧，我爹要休息了。万一什么？裴衍拧着眉突然问。沈雪心中一喜，故作忧心：先前听姐姐说宋秀才也要跟着逃荒，就是不知在哪个队伍中。沈雪突然顿了顿，语气弱了下来：我实在担心姐姐，虽说这段时间她改变很大，但到底是孩子的亲娘，一定不会抛下孩子去找别人的。哦，他跑不跑与我何干？见裴衍满不在乎，沈雪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看来裴衍果真不在乎沈大妮，哈哈，我就说嘛，这种恶毒自私的女人，裴大哥怎么会喜欢？沈雪咬了咬嘴唇，满脸笑意。裴大哥别那么说，姐姐是孩子的亲娘，是我杞人忧天了。裴炫的小拳头握得咯吱作响，咬牙切齿地睨了沈雪一眼。将曾祖母接来后，我娘就没搭理过你。什么时候讲过宋秀才逃荒的事？说完，一脸担忧地看向裴衍：爹爹可不要被小姨三言两语给糊弄了。裴珠也跟着点头。怎么现在的小姨老是说谎话，还是贬低娘的坏话？被裴炫揭了面皮，沈雪灰了脸，却不好发作，装作伤心的模样。如今姐姐对你们好一些，就忘了她曾经打骂你们的事了。小姨没有别的心思，就是让你们凡事谨慎些。裴炫呆了呆，似乎在回忆某些事情。沈雪擦了擦眼角，从衣袖处掏出2个窝窝头放在驴车上。我只有这2个窝窝头了，你们快点吃吧，千万别被姐姐看到抢了去。3人齐刷刷地看向窝窝头，没有一人伸手去拿。沈雪有些尴尬：裴大哥，姐姐去了多长时间了？1个时辰。提起沈大妮，裴衍满脸阴翳：都1个时辰了，她不会甩掉王氏跑了吧？这么久了，天快亮了，姐姐再不回来，只怕……裴大哥，你也别担心，姐姐不回来也好，省得再虐待俩孩子。沈雪叹道，自顾自地说着。另一边，寻找吃食的大部队左拐右拐，翻了几座山丘，眼前依旧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。沈乔有些发愁，空间里的大米又不能明晃晃地拿出来。村里的劳壮力们和沈乔一样焦急，找不到吃的，只能啃老本。2个时辰后，寻找吃食的大部队回来了，个个愁眉苦脸，无精打采。王大福拄着拐杖，腰背弯驼，哀叹声一阵高过一阵。附近都找不到吃的，这可咋办啊？家里5口人，他却只做了4碗饭，只因他在厕所里藏有更好吃的食物。每当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，他就会以去如厕为借口，将藏好的食物拿出来自己吃。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冲了4碗面，2个小家伙1人1碗，王氏1碗，剩下的1碗给裴衍。沈乔想躲到空间里吃肉，便没有冲自己的那份。裴炫端着碗来到沈乔跟前，抿了抿唇：娘，你怎么不吃？娘不饿。娘是想省下来给我们吃吧？裴炫撇了撇嘴，感动的想哭。娘，你吃我这碗吧。娘真不饿，你吃吧，我去如厕了。说完一溜烟跑开了。裴衍望着沈乔远去的背影发呆。这个女人这么好心，竟然将东西省给我们吃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这时刘成凑了过来，指着裴衍跟前的面糊糊，吸了吸鼻子。这是啥啊？闻着怎么那么香？裴衍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焦黄色，闻着特别香。刘成咽了咽口水，一脸八卦地问道：这东西谁给你的？不会是沈大妮的妹妹吧？裴衍皱了皱眉。怎么说？嘿嘿，谁不知道沈大高先前是米铺的伙计，他家里肯定不缺米粮，肯定是沈雪用大米做好送给你的。能吃上这么好米面的，整个蛤蟆村也就沈大高家了。裴衍手中的动作一顿，回答道：不是，不是他，难不成是沈大妮？他不是跟他爹断亲了吗？刘成挠了挠头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沈大妮在哪弄的这东西？
裴炎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沈大妮在哪弄的面？沈乔找了个隐秘的地方，躲到空间里，吃饱喝足后才出来，还顺便带出来4个熟鸡蛋。俩孩子正在长身体，王氏的身体刚恢复，而裴衍还有伤在身，不吃点有营养的东西，恐怕半路上身体就会垮掉。来到大缸前，沈乔假装在掏东西，掏了半天，摸出4个鸡蛋，一人1个，快吃吧。奶奶不吃，你吃吧。奶奶，我没胃口，吃不下。沈乔没忍住，打了个饱嗝，立马改口道：我刚才吃过了，鸡蛋你们一人1个，真的，我刚才都打嗝了，真吃饱了。将鸡蛋递给裴炫、裴珠，沈乔肃声道：不许问东问西，快点吃。2个小家伙只好点了点头，将鸡蛋塞进嘴里。裴衍眯了眯眼，在哪弄的鸡蛋？都说了不要问。沈乔无端的发火，令裴衍一愣，不是偷来抢来的，你们吃就是了，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沈乔先前还在欣喜，有空间在手，万事不愁，现在是愁的一个头2个大。这家人能不能不要再问了？眼见大家吃的差不多了，王大福一声令下，出发。大部队缓缓前行，王大福拿出一张发了黄的舆图，看了半天，顺着这条路走半个时辰就能上官道，继续向北走4天半个月，咱就有水喝了。众人一听，七嘴八舌的开始嚷嚷，尤其是张寡妇嚷嚷的更大声。村长，这要走半个多月，那这半个多月岂不是要渴死在路上？是啊，村长带的水本就不多，撑不了半个月的。再说了，过了南平县就一定有水吗？万一他打过来怎么办？别吵吵，别吵吵！王大福拿起拐棍，狠狠敲了敲铁盆。这是最短的路线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路上肯定能找到水喝，大家有信心一点。他的话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，人群中更是炸开了。我们不要肯定，要必须找到水喝。村长，你组织我们大家去逃荒，却给我们一个不确定的答案，还不如留在蛤蟆村自生自灭呢。你的意思是本村长害了你们？王大福气得四仰八叉，一屁股倒在牛车上。太心酸了，实在是太心酸了。我一把年纪操心劳累，结果村子里人还不领情。王氏抬头望去，只见以张寡妇为首，领着一群妇人在讨伐王大福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拿起手中的木质拐杖，走向人群，扒开嗓音开骂：不想跟着逃难，可以滚回蛤蟆村，别在这里唧唧歪歪影响旁人。耶，王老婆子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有这个空隙还不赶紧将你那孙女看好，省得她跟人跑了当小妾，哈哈哈！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张寡妇阴阳怪气的开口，叉着腰直对王氏。王大福抬眸，擤了把鼻涕：王老婆子，你咋过来了？王氏白了他一眼：瞧你那窝囊样，被一群妇人气得哭哭啼啼，哪有一村之长的气度？说他没有一村之长的气度，王大福心头一凛，立马站起身来，指着张寡妇：你若是不想跟着我们逃难，现在带你家二狗回去还来得及，不然你就自行离队，别一颗老鼠死坏了一锅汤。张寡妇撇了撇嘴，有些委屈：村长，王婆子骂你没有村长气度，你不去指责他，反而指责我，你是不是怕他？胡说！王大福强忍住心虚，手指发颤的指责张寡妇：是你绝乱人心，休要挑拨离间。行了行了。王氏抬手朝王大福面前一挡，举起手中的木棍，直指张寡妇：你要么给我滚到队伍中好好待着，要么就回到蛤蟆村自生自灭。看着眼前的棍子，张寡妇想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2个时辰，顿时有些怂了。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！好好看着你孙女是要紧事。张寡妇生怕那一棍子戳下来，再笑上几个时辰，后退几步，拨开人群离去。张寡妇走了，好事的妇人们也不敢再说什么，毕竟谁也不想再回到蛤蟆村，无人再闹事。王氏拄着木棍回去了。王大福一声令下，蛤蟆村的队伍继续前行。上了官道后，零星可见拖家带口的逃难人家。沈乔并没有坐在驴车上，而是随着大部队徒步而行。那只瘦了吧唧的驴，也不知能不能撑到地方。你上来赶驴吧，我下去走走。奶奶，您的腿脚还没恢复利索，还是在车上赶驴吧，我坚持得住。还是奶奶心疼我，但我怎可让一个老人下车走着？突然一阵阵马蹄声打破了他的思绪。沈乔回头一看，一支6匹马的队伍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。沈乔只看了一眼，便收回了视线，却无意间对上裴衍的眼神。这支马队绝不是善类，你们做好准备。裴衍眯了眯眼，浮现出一丝戒备。
沈乔来不及多想，刚才他也觉得这对人马不是善类。裴衍又冲刘成勾了勾手，你跟村长说，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休息下吧。刘成点了点头，正好大家走累了，前面有片荒的，咱们去那里歇着，省得挡人家的路。说完，噔噔噔地跑到队伍前面，跟王大福说了此事。王大福一声令下，葛妈村一队人下了官道，拐进了前面的荒草地里，放50毫升水，再把新鲜的桂鱼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熬煮。水开以后放点油，再放上盐、姜和葱，这样一碗臭气冲天的臭桂鱼汤就做好了。这时，王大福杵着拐棍给个队小队长开会，大家做点热汤热水，妇人孩子吃了进去休息，老少爷们留在庙外看守咱们的牲口和粮食。沈乔将大锅卸下来，准备烧点热汤暖和暖和。王氏立马搬起小板凳，让孙女婿坐下。裴衍摆了摆手，奶奶坐吧。王氏的手僵住，随后一喜，趴在沈乔耳朵上激动道：“你孙女婿喊我奶奶了。”王氏激动地围着沈乔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孙女婿是不是接受我住他家了？是不是不怨我了？嘿嘿，你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要好好的跟着阿衍过日子，以后不许再想着哪个弱鸡崽子一样的送秀才，听到没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沈乔有些敷衍，奶奶，你帮我看着点火，今天我烧点鱼汤。鱼汤？王氏四处瞅了瞅，你没发烧吧？这时节哪来的鱼？哎呀，奶奶，是我先前买的鱼干了，用来烧鱼汤，好喝的不得了。实际上，他是将空间里的臭桂鱼拿了出来，他打算烧个臭桂鱼汤。没办法，逃荒在外，这样吃算不可多得的美味了。可是，当臭桂鱼汤出锅时，村民们纷纷捂着鼻子逃窜，甚至有人同情起沈乔来。可怜哟，鱼都臭成这样了，还不舍得扔。哎，这和喝大便有什么区别？也不知裴家老小吃不吃得下去。反正我闻着就想吐。哦，王氏捏着鼻子深痛恶绝。那鱼臭了，咱就不吃了，扔了吧。奶奶，相信我没错的，这鱼不仅不会吃坏身子，还相当美味呢。裴衍携着两小一瘸一拐的挪来了，当闻到那股臭味时，一脸的嫌弃。裴朱雀也起了嘴巴，一脸的不情愿。奶，我不想吃大便。沈乔一阵恶寒，皱着眉问：谁跟你说这是大便？女孩子家家的不可以说话那么粗俗。裴炫捏着鼻子朝锅里探了探，娘，这鱼汤怎么那么臭？是不是鱼坏掉了？没有，这是臭桂鱼。别看它闻着臭，吃起来特别香。这可是娘特意从县城买来的，美味又营养。沈乔盛了一碗递给裴炫，尝尝看，香得很。裴炫捂着鼻子摆手后退，我不吃。沈乔知道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如此美味，只好吃给他们看了。沈乔享受的眯着眼秀秀，狠狠咽了咽口水，不管3七21，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见沈乔吃得津津有味，裴珠咽了咽口水，奶，我想尝尝。好。裴珠起先屏住呼吸，将鱼和汤吃进嘴里，像老牛嚼嫩草般轻轻咀嚼了2下，悠然双眸发亮，瞪大双眼，口齿不清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哥哥，娘没骗我们，真的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裴衍拉着裴炫后退，王氏则用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母女俩，纷纷摇头。想不到你俩有这癖好。那3人到底接受不了臭桂鱼的臭味，去冲了油茶面吃。吃饱喝足后，裴衍让沈乔带着老人和孩子进庙休息，他守在驴车上。那怎么行？你一个病患在外面冻一夜，万一发烧了，岂不是拖累我们？去，赶紧带着孩子进庙，我在外面守着。沈乔指了指破庙的大门，嘴里不停地催促裴衍。我不碍事。裴衍跟倔驴似的，死活不愿意进去。好。沈乔没再坚持，卷着铺盖进去的时候，破庙里已经有20多口人躺下了，全是妇人跟孩子。大妮，来我这里。王翠花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不停地朝沈乔挥手。沈乔冲他微笑点头，拉着裴炫、裴珠过去。爷，王翠花跟他走那么近，也不怕沾了一身臊。难不成你也想找汉子当小妾？我呵。张寡妇冷嘲热讽后，捂着嘴笑了起来。张寡妇，你在满嘴喷粪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王翠花冷眼扫去，眸中全是怒火。沈乔扯了扯王翠花的衣袖，翠花姐，有些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天天想男人想疯了，不然怎么老是把汉子挂在嘴边呢？王翠花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。我说呢，怪不得，他嫉妒咱有男人，所以呀。说着说着，王翠花故意靠近沈乔耳边，压低了声音嘀咕，仿佛悄悄说张寡妇的坏话。张寡妇气得脸色铁青，胸膛的怒火直窜脑门。沈大妮，你个遭天杀的老登敢说老娘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
沈乔看也没看张寡妇一眼，冲王翠红挤眉弄眼道：“我又没指名道姓。常言道，石头丢进了猪圈里，哪只猪被砸中了，叫的声音就最大。果然啊，哈哈哈哈！”王翠花非常配合的拍手大笑，她的笑声莫名带着渲染力，引得周围人跟着哄堂大笑。张寡妇气得脸色铁青，张牙舞爪的冲她扑了过去。我挠死你！不料沈乔突然飞起，在她腰上，直接给她踢飞出去，一头扎在王赖子的裤裆底下。好姐姐，不带这么热情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去你娘的不好意思！张寡妇猛地起身，一头顶了上去，王赖子捂着下身，疼得满地打滚。张寡妇顾不得身上的泥土，叫嚣着再次冲向沈乔。破庙内惨叫连连，只见张寡妇躺在地上，不停地哼哼唧唧，哆哆嗦嗦。再让我听到你在孩子面前讲些不着调的污言秽语，老娘将你的舌头打个结，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这时，王氏提着裤腰带从暗影处回来，眼前这一幕让他呆了呆。发生了啥？我就蹲个坑的功夫，怎么我孙女将张寡妇打趴下了吗？莫非孙女得到了我的真传？王氏气势汹汹地来到张寡妇跟前，趁我不再想欺负我孙女儿。没有。张寡妇怕了，缩了缩脖子。这祖孙俩是诚心跟我过不去，一个个的看我好欺负，等逮到机会，我一定让这祖孙俩好看。张寡妇的小眼睛折射出恶毒的光，犹如吐着信子的毒蛇直恶人的咽喉。暗处驴车上，裴衍目光炯炯，远远探索着沈乔。从前跟张寡妇对上，沈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怎么能一脚将张寡妇踹飞呢？裴衍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是王氏传授了他几招？这时，王大福过来打圆场。由于张寡妇先前带着一众妇人讨伐他，导致他现在看到张寡妇就来气。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？整天吵吵嚷嚷，比老鼠屎还恶心。村长，你偏心。行了，快睡觉去吧，天亮还要赶路呢。众人散去，沈乔也累极了，领着裴玄、裴珠钻进铺好的被褥里，倒头就睡。裴衍是第一次在驴车上睡觉，先前有多次进山的经验，他倒没什么不习惯，裹了裹身上的被子，很快便睡着了。只是他睡得不安稳，噩梦连连。不要！裴衍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在黑暗中不停地喘息着，外面传来窸窸窣窣的。平时水火不容的两人，居然拿起了锄头成为了队友。只因沈乔在厕所偷吃美味时，竟被张寡妇无意撞到，而沈乔为了不让秘密泄露，只能与张寡妇共享美食，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这天夜里，一阵惨叫声惊醒了庙内的妇人。沈乔竖起耳朵听了听，发现有打斗声，但不激烈。他突然想到半路上遇到的那队人马，沈乔一把捞起地上的张寡妇，捂住她的嘴，不许乱叫，别让歹人知道庙内有妇人孩子。破天荒的，张寡妇竟然听话的点了点头。沈乔拍了拍王氏的肩膀，靠近他耳边：“奶奶，帮我看好俩孩子，裴衍还在外面，我去看看。”刚踏出一步，便被两个小家伙扯住了衣角。好好跟着曾祖母娘去看看爹。他快速打开破庙的木门，从门缝里钻了出去，以为车上的行李安然无恙，包括他们家的驴车。裴衍静静地躺在上面，而村长家的牛已经被拉了老远了。王大福气得哭天抢地：“天杀的，竟然抢我家的牛，丧尽天良啊！”王大福抹了把眼泪，指挥小分队成员上去对抗。遭天问的玩意，我们蛤蟆村的爷们也不是吃素的，给我打死他们！突然一声惨叫传来，王大福举着拐杖飞了2米远。该死的歹人，竟然趁我不备偷袭我！王大福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爹！王小福放下手中的锄头，跑到王大福跟前去掐他的人中。沈乔看得火大，走到偷偷躲藏的沈小高和沈大高面前，对着车轱辘狠狠踢了一脚。两个大老爷们跟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这里，还不抄家伙去帮忙。沈大高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捂着耳朵蹲了下来。我可不要去帮忙，还有你个沈大妮，有这么对长辈说话的吗？算了，为了不引起歹人的注意，还是暂时忍了这个逆女吧。而一旁的沈小高却很反感，嘲讽的眼神瞄了瞄驴车上的裴衍。你家不也是如此吗？让我们拼死拼活的上阵，他躺在驴身上看热闹，咋有脸说别人呢？真是两坨翔！沈乔懒得跟他废话，站起身来活动了下筋骨，刚要冲进打架的队伍，突然一片哀忧声响起，几个歹人扑通倒在地上，捂着腿痛苦哀嚎。沈乔皱了皱眉，刘成几人明明处于下风，怎么可能一下制服歹徒？仔细一瞧，地上零落散着几颗石子，顺着石子飞出的方向，沈乔看到躺在驴车上的裴衍坐直了身子。裴衍不是普通的猎户吗？难道古代的猎户这么厉害吗？很快，刘成等人拿着铁锹将歹人按在地上。刘大哥好身手！裴衍突然出声夸赞，刘成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哪里？
裴衍发现背后有道灼灼的目光，转身时与沈乔对视上，眸色一凛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还不进去？沈乔收回视线，似笑非笑的瞥了眼男人的左手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少自作多情。沈乔微微一怔，眼唇假笑。哎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还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呢。裴衍懒得多跟他废话，皱着眉问：孩子呢？那里呢？突然，破庙中传出阵阵哭喊声，裴衍脸色一寒。还有一波歹人。小炫小猪，奶奶！沈乔一个箭步冲到了最前面。刘成扬起锄头，将蹲在地上的歹人打晕后，带领着格玛村的爷们冲进破庙。只见歹人他们手持棍棒，在和王氏打得难解难分。沈乔来不及震惊，捞起2根锄头，只给张寡妇1根。放下从前的恩怨，现在我们合力将歹人制服。张寡妇踌躇片刻，咬咬牙，扛着锄头和沈乔加入了混战。3个歹人瞬间不动，纷纷被打趴在地上。刘成带领人冲了进来，顿时愣住。蛤蟆村3大毒瘤果然名不虚传。只见躺在地上的3位歹人相互使了个眼色，突然跃起，冲开破庙的窗户逃了。快追！刘成一扬手，冲到了破庙外，一阵马嘶鸣响起，那3位歹人驾着马逃走了。逃了3个，还有3个呢。破庙内，王氏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捂着胸膛，大口的喘着粗气。到底是老了不中用了，就连3个贼人都对付不了。沈乔这才想起王氏利索的身手，在原生的记忆中，他好像确实挺能打。奶奶，你已经挺厉害了，3个彪形大汉都被你打趴下，奶奶风采不减当年呀。王氏怔了怔，很快回答：奶奶年轻时打架打多了，这是练出来的。不过你的身手也不错，跟奶奶比过之不及，可我记得并没有教过你呀，你也很少跟人打架。自家孙女几斤几两，他还是清楚的。若说继承了他的彪悍，倒还说得过去。奶奶，我或许天赋异禀，你以前跟人打架时，我总偷偷观摩，慢慢的，我便偷偷练习，自创了属于自己的招式，哈哈。王氏不疑有他，点了点头。也对，还好自家孙女像我多一些，不像我那个懦弱没用又自私的儿子，竟为一个小娘皮舍弃自家老娘和大女儿。尤其是今晚歹人冲进来时，赵莲花和沈雪躲藏的比谁都快，还不如张寡妇呢。庙外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王大福深吸一口气，醒了过来，吭吭2声，众人齐刷刷转头。村长醒了。王大福来不及多喘2口气，便来回检查牲口物品是否被抢去。当听说歹人有3个被打晕制服了，另外3个逃跑掉了时，王大福开心的拍手叫好：万恶的歹人，色不足惜！好在咱们蛤蟆村人多力量大，若是单独行走，怕是已经遭歹人毒手。刘成踢了踢地上的歹人。村长，这3个怎么处置？杀了他们！不知谁喊了一句，众人开始附和。对，杀了他们！若不是3大毒瘤能打，恐怕死的就是我们了。停！王大福抬手禁止他们议论，思索片刻。杀人犯法，虽然这是捣乱，但咱们也不能知法犯法。再说了，若杀了他们，那3人回来寻仇怎么办？本村长建议留他们一命，将他们的腿打断绑起来。周围鸦雀无声，刘成大手一挥，率先打破寂静。村长说的有理，咱们各家还有孩子呢，咱不能教孩子杀人，就按村长说的办吧。众人合力扛起锄头，狠狠朝着3人的腿上砸去，顿时惨叫连连。庙内，沈乔捧着罐子递给王氏：奶奶喝点水吧。好。王氏又累又渴，抱起罐子牛饮。沈乔将裴炫、裴珠揽在怀里，柔声关心道：吓坏了吧？2人同时摇了摇头，异口同声道：不怕，娘和曾祖母好威武，小猪以后也要做像娘和曾祖母一样厉害的人。小猪以后说不定更厉害，娘看好你。沈乔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突然想到裴珠手持木棍打陈二狗的那一幕，说不定王氏的基因隔代遗传呢。裴炫抿了抿唇，看了沈乔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他也想说，以后他会变得更厉害，会保护娘亲。可是他有些不好意思。沈乔觉察到他想说什么，却又不敢说的样子。小炫，你是不是担心你爹？裴炫一愣，点了点头。沈乔温和笑了笑：你爹好着呢，放心吧。对了，你俩渴不渴？2个小家伙同时摇了摇头，愣了愣，又点了点头。走，带你们找点喝的。沈乔起身，领着2个小家伙往外走。来到破庙外的墙脚下，沈乔在衣袖里掏啊掏，掏出2盒奇形怪状的东西。这是牛奶，你们俩快点喝。哪来的牛奶？不许多问，反正来的光明正大。这是咱们3人的小秘密，你们谁也不能告诉。
知不知道？两个小家伙愣了愣，乖巧的点了点头。奶，我们会守护好秘密的，绝不会告诉别人。沈乔这才放下心来。一路上两个小家伙吃不好睡不好，若不补充点蛋白质，一定会影响生长发育。锅里放入少量的大米，再加入适量的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之，直到附着于锅底的翻变焦。刷点油，再放上几颗大蒜，最后再刷上一层酱油，这样一锅香喷喷的锅巴就做好了。这天，村民们收拾好行李后，队伍排列整齐，只要村长一声令下，逃荒队伍随时启动。突然，张寡妇嗷一嗓子从破庙冲出来：“村长，我家二狗不见了！”张寡妇见此情形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家二狗啊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没了丈夫又没了儿子，天杀的歹人，定是他们掳走了我的儿子，都怪你！张寡妇突然双目猩红，恶狠狠地指着沈乔：“要不是你扔锄头让我打歹人，我怎会看不住我家二狗？你个害人精，心思歹毒，故意分散老娘的注意力！”好端端的一口大黑锅朝着沈乔砸来，气得他胸口疼。你家二狗10几岁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被人掳走他不会叫呀。刘成追过去时，3个人骑马逃走，根本没有掳走孩子。轻吐几口闷气，沈乔对王大福道：“村长，咱先停一停，让妇女和孩子们老实待在破庙里，男人们在附近找找。我觉得陈二狗应该没跑远。”众人合力寻找，庙外瞬间安静下来。裴炎躺下，突然听到驴车下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正低头偷吃他家的锅巴。裴炎侧身拎住他的脖颈，将其薅了出来，眸孔一缩：“陈二狗！”刘成和几个小队长留下来看守牲口物品，听到裴炎的惊呼，急忙赶过来。陈二狗，你躲驴车底下干嘛呢？刘成踢了踢蹲在地上像鹌鹑一样的陈二狗，借着月光看清了地上的锅巴碎屑，不由得怒斥：“好你个二狗子，全村人找你都找疯了，你倒好躲起来偷人家东西吃！”陈二狗不怕刘成，起身与他对视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关你屁事！我想吃就吃，让开，别挡我路！说着便去推刘成。裴炎轻掀嘴皮，目光微冷：“蹲下去！”陈二狗很不服气，奈何裴炎的目光太过渗人，仅仅一瞬便乖乖地蹲下身子，做出鹌鹑状。陈二狗找到了！陈二狗找到了！刘成带领其余人扯开嗓门大喊，听到声音的村民急忙赶来：“我的儿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娘找你找的好苦啊！”裴炎将陈二狗偷东西的事说了，众人听了唏嘘不已。在蛤蟆村时，陈二狗惯会偷鸡摸狗，偷人东西这种事没少干。张寡妇脖子一梗，指着裴炎破口大骂：“少他娘的满嘴喷粪！你和沈大妮那个贱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定是你偷偷将我家二狗藏起来，想趁老娘不备伤害我儿子。”就是。见自家老娘来了，陈二狗顿时有了底气，双手叉腰，跟张寡妇一模一样。裴炎翻身下车，来到张寡妇母子跟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陈二狗，语气寒凉：“如实招来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”张寡妇深吸一口气，梗着脖子：“你少吓唬我儿子！你还不说吗？”裴炎无视张寡妇，再次问陈二狗。陈二狗打了个机灵，偷偷躲在张寡妇身后，小心翼翼地瞄了瞄裴炎，嘴里咕哝道：“不就是吃你家东西吗？谁让你家锅巴做的那么香？”众人哗然，偷了东西还那么理直气壮，除了张寡妇母子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他们无赖的了。沈乔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拨开人群扫视一圈，才明白陈二狗干了什么事。裴炎见他来了，索性闭了嘴，直接回驴车上躺着。这种场子交给沈大妮发挥正好。沈乔直接对王大福说道：“村长，咱们蛤蟆村的队伍一向纪律严明，最忌讳偷鸡摸狗的事。他们母子贼喊捉贼，分散咱们的注意力，趁咱们寻人之际，让他儿子偷东西。”众人齐刷刷回头，尤其是少了吃食的村民们，看向张寡妇的眼神恨不得刀子戳人。张寡妇行义在村里嚣张跋扈也就罢了，你儿子偷鸡摸狗，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是啥境地？刚打跑坏人就指使你儿子偷东西。王大福气得跺了跺脚，戳了戳拐杖，盯向张寡妇：“你说你就不能消停一点？平日里觉得蛤蟆村鸡犬不宁也就算了，如今大家逃荒在外，食不果腹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倒好，把大家当猴耍呀！”村长啊，你别听沈大妮胡言乱语。张寡妇哭声嘹亮：“平日里我虽爱跟人拌嘴，但绝不会戏耍大家，并指使儿子偷东西，借我100个胆子也不敢呀！”谁信啊？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。陈二狗平时没少干这事，都是张寡妇护着，这次也一样。算了，以后离张寡妇母子远一点，省得被他家偷的连裤衩子都不剩。以后别管他们了，让他们母子自行离队吧，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。见众人摇头离开，张寡妇一巴掌打在陈二狗的头上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
嘴馋不知道给娘说一声，下次再不声不响的去拿人家东西吃，老娘打断你的腿！村长啊，二狗他还小不懂事，一时嘴馋失了分寸，我以后一定勤加管教。张寡妇拉着陈二狗扑通跪在地上，扯着王大福的裤脚哭诉哀求。躲在人群中的沈雪眸光闪了闪，拨开人群来到王大福跟前。村长伯伯，俗话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张寡妇已经带着儿子认错，不如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继续留在蛤蟆村的队伍中。顿了顿又道，再说了，歹人来袭时，张寡妇也扛着锄头上阵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张寡妇满脸感激地看向沈雪，随后扯了扯村长的衣袖。对，村长给我个机会吧，我一定会严厉管教二狗。王大福面色松了松，沈乔见状立马开口，如今逃荒在外，大家囤点吃食不容易，若轻飘飘的接过，恐怕不会长记性，不如这样，拿他的食物赔偿给大家。沈雪咬了咬唇，看向沈乔的眼神带着指责。姐姐，张寡妇孤身带着儿子已经怪可怜了，二狗吃不上喝不上，才起了偷吃的心思，现在让张寡妇赔偿，岂不是在吸他们的血？张寡妇一听，眼珠子咕噜噜转了2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村长啊，我家没个男人干活，吃不上也喝不上，我家二狗饿极了才干出这事啊！若是将仅剩的银两和吃食赔偿了，我们母子俩会被饿死的呀！沈雪上前拉了张寡妇一把，悠悠叹气：“是啊，姐姐，这不是生生断了张寡妇母子的活路吗？相信村民们都会给张寡妇一个机会，姐姐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”沈乔低声笑了，眼里的嘲讽怎么也掩盖不住。既然你那么心善，不如你替张寡妇赔偿吧。众所周知，全村里粮食最多的当属沈雪家了，且都是好米好面。沈雪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姐姐，你为何要针对我？明明是你要张寡妇赔偿，怎么非要拉着妹妹替她？”沈乔冷笑：“你说张寡妇可怜，既然觉得她可怜，替她赔偿点又何妨？”姐姐的。沈雪话音未落，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。沈乔才不理会绿茶妹妹的装模作样，他上去拍了拍张寡妇的肩膀：“沈雪替你求情，就一定会替你赔偿。他家好米好面很多，替你赔偿了，也不过跟指甲缝里露出来差不多，机不可失啊。”张寡妇眼珠子转了转，殷勤地跨上沈雪的胳膊：“沈雪妹妹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借我家点米面赔偿，等有了我再还给你。”这个张寡妇倒会顺杆子往上爬，早知道不给她求情了。沈雪的嘴气得歪了歪，被张寡妇缠得不行，只好拿自家做的干粮替张寡妇赔偿给大家。赵莲花知道后，戳着沈雪的脑门子一阵怒骂：“你个死丫头！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去管他的破事，咱家有多少好米好面够你赔的？”本就一肚子火气的沈雪直接冲赵莲花嚷嚷起来：“你就知道说我，还不是沈大妮眼红爹爹和哥哥弄来了好米好面，逮着机会算计我。”赵莲花一听急眼了：“还有这事？都断亲了还想着打秋风？”赵莲花气不顺，但她不敢去找沈乔，她怕王氏的棍子。气愤之余，逮着沈大高一顿臭骂：“瞧你大女儿干的好事，咱家就这么一点好米好面，她打不到秋风，便算计着小雪赔偿村民。”沈大高被骂的一股怒气直憋在胸膛，但他也不敢去找沈乔，因为他的老母亲还在那边。天渐渐亮起，事情告一段落。王大福一声令下，大家继续前行。女人只是转了个身，旁边的人就会摔倒在地上。他们明明没有任何肢体接触，摔倒的女人竟说是沈乔推倒她的，只因沈乔手里拿着一盒酸菜泡面。你撞倒我了，你要拿你手上的面赔给我。这天，沈乔又累又困，竟在驴车上睡着了。睡梦中，沈乔再次来到了空间的3室一厅。当看清里面的摆设时，他惊了一跳。梦中也能进入空间吗？先前都是催动意念实体进入，如今我睡着后进入空间，会不会平白无故的在驴车上消失？正当沈乔担心时，一旁的手机滴滴滴发出声响，拿过一看，原来又弹跳出几条信息：修纸培演成功，奖励气球50只，是否领取？擦，为毛就了培演要奖励我这个东西，就培演厌恶我那样，两人这辈子都用不到吧？等度过逃荒大关安顿下来，我就要去做生意，买大房，然后跟培演合理，孩子归我。沈乔想得挺美，毫不犹豫地点了否，没想到手机卡住了，点了10几下否，画面依旧卡住一动不动。气急之下，沈乔点了是。丁一领取50只气球，会在48小时之内发送，请注意查收。收你姥姥的！我要那玩意儿干啥？还不如辣椒种子来的实在。紧接着下一条信息弹跳出来：暴揍歹徒，解救蛤蟆村村民成功，奖励番茄种子1份，请注意查收。沈乔毫不犹豫地点了是。
他现在才明白，空间里的手机相当于一个系统，但凡他做了好事之后，会通过手机信息发送奖励。看来穿越到这里还不错，空间里不仅有吃有喝，做了好事还有奖励。沈乔心情不错，走到货架前准备弄点吃的，惊奇地发现冰箱里的蔬菜依然保持着翠绿的叶子。咦，空间的保鲜功能这么好吗？这么久了，居然没有一点腐坏的现象。吃饱喝足后，沈乔害怕外界的躯体凭空消失，没敢多待，催动意念便出去了。驴车上，沈乔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两个小家伙一左一右睡得香甜。裴衍在前排赶驴，背对着他，王氏走在后面，驴车上的大缸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所以我睡着后进入空间，到底有没有在驴车上凭空消失？他搞不清楚，状况有些急，抬眸朝裴衍看去，只能看到这男人的后脑勺。沈乔眯了眯眼，不知道乌黑的墨发底下有没有藏着狮子。想到狮子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视线下移。还好身材不错，感受到强烈的视线盯着自己，裴衍机不可见地蹙起眉头，转过身，恰巧与沈乔四目相对。嗨，沈乔打了个招呼，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尴尬，大大方方看过去。他的脸看着没有前2日那么冷了，还挺赏心悦目。沈乔的心颤了一下，似笑非笑道：“你看我干嘛？”裴衍被雷住，愣了半天没回过神。我什么时候看沈大弟了？真是个自作多情的女人，明明是她偷看。裴衍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不许看我！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相公想看人家就直说嘛，干嘛不敢承认？沈乔悠闲地靠在大缸上，抖着脚丫子，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差点让裴衍抱走。少自作多情！他面色骤然冷下，转过身去，继续背对着沈乔。沈乔悠哉悠哉地晃着脚丫子，心情莫名的好。逗弄裴衍的感觉真不错，就跟逗大号培训似的，好玩又刺激。此时天色已大亮，官道上逃难的人比先前多了不少。刘成凑过来跟裴衍说话：“看来咱们走这条路是对的，官道上富贵人家居多，他们选择的地方定然不会差。看来村长挺有先见之明。”裴衍扫了眼官道上的难民，蹙了蹙眉头：“眼下难民越积越多，若到了南平县，怕是不容易进城。”刘成叹了口气：“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说不定南平县的县令大人心地善良，打开城门让咱进去呢。”这时，王大福带着格玛村众人走下管道下的空地上已经坐满了人，还有不少马车停靠在路边。裴衍捂着胸口自行挪动，下地后慢慢行走。裴炫小腿一蹬下了驴车，一把搀扶住：“爹，你伤口还没好全，小心点，有啥事就喊儿子帮忙。”裴珠也举着碗里的油茶面：“爹爹饿了吧？小猪不饿，给爹爹吃。”裴衍的脸上难得的挂上了柔和的笑：“爹爹不饿，你们吃吧。”沈乔呆呆愣愣的看着这一幕，羡慕的同时胸口也有些发酸。没错，他有点吃醋了。这时王氏扛起大锅，已经做好了饭：“你们过来吃饭吧，我已经做好了。”好，小家伙们，快来吃饭了。沈乔心情闷闷地坐下，时不时地瞄几眼龙凤胎，因为还要赶很长时间的路。王氏说准备的干粮要省着吃，他顺手摘了一些树叶来，将树叶和面粉掺和，做成菜团子，在锅里炕熟。两个小家伙皱着眉头咬了一口，便吐了出来。近日来好吃好喝的吃习惯了，嘴都开始挑了。沈乔将菜团子放在一边：“奶奶，咱没必要那么省，2个孩子都在长身体，而你和那个谁的身体还需要补充营养，吃这个东西不行的。”裴炫和裴珠闻言，双眸瞬间亮了：“那我们吃啥？我去换点其他吃食。”沈乔从大缸里掏出2瓢油茶面，眼神瞥向不远处的马车，看见他家货物拉的不少。沈乔捧着2瓢油茶面，笑眯眯的上前打招呼：“请问我能不能用手里的这些东西找你们换点吃的？”马车帘子被掀开，一道矫揉造作的女声在头顶响起：“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沈大妮吗？我家青雨的马车刚停到这里来，你后脚就捧着东西眼巴巴的凑来，狗鼻子挺灵啊！”这女人是宋青雨的妾室李双双，生的倒是不错，可一开口阴阳怪气的，难免惹人厌烦。打扰了。沈乔脸色黑了黑，转身就走。没想到啊，随便找了个马车换东西，竟然遇到宋青雨和他的妾室。沈乔倒不是怕他们，只是怕没必要的动静引起2个小家伙的注意。站住！李双双一个踉跄下了马车，满目讥讽地看着沈乔：“我还真是佩服你，到这境地了还能追上来，眼巴巴捧着2瓢乌漆麻黑的东西，想要讨好我家青雨。”让开！沈乔眉宇间的温度让人不寒而栗。李双双心头有些发怵，下意识地后退2步。沈乔越过他，抬步离去。就在这时，李双双矫揉造作的声音再次传来，这次还装模作样地倒在地上：“
哎呦，我的腿！沈大妮，你推我干什么？你嫁不成青雨，何苦拿我来撒气啊？一旁的丫鬟还用愤恨的眼神瞪着沈乔。我操，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我只不过是想找人换点吃的，谁知道这么倒霉的碰到宋青雨一家。沈乔没回头，宋青雨以及他的小妾实在不值得他浪费1分1秒的时间。谁知那丫鬟却一把拦住沈乔的去路，横眉竖眼，推了我家主子就想走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四处有休息的难民看过来，忍不住为沈乔说话。刚才我看的真的，人家根本没碰你家主子一根手指头，不能仗着有钱就欺负人呀。就是，看他后排装了一马车的书，想必是读书人。这读书人也能干出来仗势欺人的事。李双双见说话的全是一些衣衫褴褛的难民，心中很是不屑，板着脸朝他们怒吼：你们一个个饿得老眼昏花看不清，明明就是他推了我。沈大妮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今日你打死我，我家宋青雨也不会娶你的。沈乔攥着的拳头紧了又紧，这个李双双实在让人窝火，3句不离宋青雨，我才不要背原身做的孽。李双双又道：就算你追上来又如何？我家青雨也不会多看你一眼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劝你赶紧走，不要再缠着他了。沈乔忍了又忍，李双双继续逼逼赖赖。就你这个小黑样，跟我家青雨做个暖床丫头都不配，竟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配。娘的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沈乔抓了一把瓢里的油茶面，扣住李双双的下巴，迫使她张开嘴，一把塞了进去。便宜你了，用这么美味的油茶面堵你的嘴。李双双还没反应过来，嘴里就被油茶面塞满，呛得她满眼通红，咳嗽不止。她不可置信地盯着沈乔：你竟然敢，贱人！娘的，这都还堵不住嘴。沈乔转身离去，忽然听见背后哇哇几声，回头一看，李双双竟然吐了，刺鼻的气味充斥着鼻息，周围的难民们纷纷捂着鼻子撤散。此时，一位白衣翩翩的男人从马车上下来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清秀的眉头拧成了麻花。他仅用1桶泡面就换来了5个土豆、8个红薯、10个鸡蛋，而自家男人却不相信，就凭这桶泡面就能换这么多东西，只因这是一桶老坛酸菜口味的泡面。这天，沈乔外出换食物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了自己的初恋男友宋青雨。宋青雨狠狠瞪了李双双一眼：你在做什么？李双双听到宋青雨的声音，凄凄哀哀地哭了起来。表哥，呜呜，他欺负我，哦。宋青看了一眼沈乔，人还是那个人，但总感觉哪里不一样了。感受到强烈的视线盯着自己，沈乔蹙了蹙眉，抬眸：这就是传说中的宋青雨吗？见沈乔看过来，宋青雨机不可见地皱起眉头，满是厌恶之色。沈大妮，我早已和你讲清楚，如今你我结已婚嫁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。沈乔突然笑了，眼神全是淡漠。宋公子说的哪里话？我不过是想用家里的东西与人换点吃食，而你却下车跟我说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对我余情未了呢。沈乔不由自主地抚了抚自己的脸颊，颇为自恋道：不过我这张脸确实生得如花似玉，有人惦记实属正常，就连我家相公都每日痴痴地望着我这张脸。现在的沈大妮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从前的她可说不出这种不要脸的话，难不到纠缠不成改为倒贴了？见宋青雨一直盯着沈大妮看，李双双气得咬碎了后槽牙。都是因为这沈乔，宋金宇才没跟我圆房，书房里还挂着这个人的画像。李双双越想越气，张牙舞爪地冲沈乔挠去。你去嘎吧，不要脸的贱人，竟然当着我的面敢勾引表哥，我要抓烂你的脸！突然，砰的一声传来，沈乔还没来得及抬脚踹他，这丫的竟然踩在自己的呕吐物上摔倒了。沈乔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宋公子提醒你一句啊，这近亲生出来的孩子多半脑子有问题，不过现在看来似乎没这个必要，哈哈哈哈哈！就李双双蠢到家的智商，生的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除非基因突变。想到家里2个聪明伶俐的小可爱，沈乔的内心微不可察的柔软几分。呜呜呜，表哥！李双双窘得小脸通红，可怜巴巴的扬起小脸，朝宋青雨伸手，想让他拉一把。沈乔好赖不赖的加了一句：妾就是妾，永远上不得台面。宋青雨刚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，脸色变得铁青难看。他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怒火，猛地一甩衣袖，扭头上了马车。表哥！李双双的眼泪说来就来。丫鬟见状，忍不住上前搀扶，却被李双双一把推开。不要你扶，我要表哥！妾室，妾室！他恨死了这2个字眼，狠狠地向沈大妮看去，准备好好的收拾沈大妮一番。可沈乔早已走没影了。沈大妮，算你跑得快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沈乔离开后，心情很放松，哼着小曲来到一处隐秘的地方，催动意念进入空间，将2瓢油茶面倒在空间的盘子里，然后从冰箱拿出一些食物放在葫芦瓢里面。红薯土豆含淀粉量高，饱腹感强，吃1个红薯
数可以顶半天，鸡蛋煮熟给2个小家伙吃，补充点营养。随着意念催动，沈乔闪身出了空间，被李双双耽搁了不少时间，也不知2个小家伙饿成什么样了。沈乔连忙加快了步伐，裴炫和裴珠等了又等，迟迟不见沈乔回来，不禁有些急了。娘会不会遇到危险了？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？要不咱们去看看？裴珠说着站起身来。不行，娘说过让我俩不许乱跑，再等等吧。可是我肚子好饿，曾祖母做的树叶饼我一点都不想吃，我想吃鸡蛋了。我嗓子火辣辣的疼，好想喝水呀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议论着，忽然一个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裴珠眼睛一亮，娘回来了。小猪，小谢。沈雪蹲下身子，一把抓住裴炫的手问：你娘还没回来吗？没有。裴炫缩回了手，看到来人时神情闪过失落，他还以为是娘回来了呢。此时裴眼睁开了眼，裴珠和裴炫连忙跑到他的身边。裴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休息了。裴眼皱了皱眉，你来做什么？裴大哥，姐姐还没回来吗？沈雪叹了口气，顾自说道：刚才我见姐姐捧着2条东西去找了宋秀才，不知为何将她的小妾打了一顿。宋秀才带的人多，我怕姐姐吃亏，所以来问一下。说完捂着嘴惊讶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整个县城的人都在逃荒，姐姐碰到宋秀才或许是碰巧，只是现在姐姐还没回来，就怕姐姐纠缠下去会影响2个孩子的名声。沈雪说完，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裴眼，发现对方一脸阴翳，顿时心中一喜，面前却装作担心。宋家家仆众多，我怕姐姐闹下去会吃亏。裴大哥，我奶奶呢？我这就让她把姐姐喊过来。王氏去找村里的妇人砍大山去了，此时不在这里。裴炫的小拳头紧了紧，下嘴唇被他咬到发白。我不相信娘会做这样的事，小姨说的一定是假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沈乔抱着食物回来了，他并不知道自己遭到了怀疑。回来后发现一大两小脸色凝重，将手里的红薯土豆放下，解释道：我跑了好几家，终于遇到一户好心人，他们很喜欢我做的油茶面，索性换了些土豆红薯，你们看还有鸡蛋呢。一大一小2个男人默默的不说话，只有裴珠两眼放光的跑了过来。奶，你回来了，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啊！沈乔宠溺的看了裴珠一眼，你个小馋猫，看了吃的眼珠子都亮了。嘻嘻，裴炫，曾祖母去哪里了？沈乔的目光落在裴炫身上，故意找话题，裴炫却移开了目光。方才沈雪走后，爹爹跟他分析了娘最近的变化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娘之所以变好，就是存了想跟宋秀才私奔的心思。今日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裴眼，怎么连眼珠子也不转一下？气氛莫名的诡异，但裴珠的肚子却咕噜噜响了起来。沈乔只好拿了块红薯递给他，先啃点垫垫肚子。好在大锅底下的火星子未完全灭，沈乔趴下吹了吹，放上甘草引燃，将土豆和鸡蛋放进锅里煮熟。裴眼虽目不转睛，但眼角的余光却瞥到沈乔带来的东西：红薯、土豆、笋，还有鸡蛋，竟然这么多！我可不信有人傻到用这些东西换2瓢油茶面。这么多东西他在哪里弄的？答案不言而喻。土豆和鸡蛋煮熟后，捞出放在了锅盖上。小炫，来吃土豆和鸡蛋了。沈乔朝裴炫勾了勾手，喊他过来。裴炫垂下眼睑，不停地抠自己的手指头。他很想过去，但他怕爹爹会生气。小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沈乔望向裴珠，你哥哥怎么了？裴珠还未回答，裴眼身子一晃站了起来，高大的身影堵在他跟裴珠之间。沈乔微微蹙眉，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饿了？这个土豆给你吃。裴眼压低声音，你去见了宋清宇？裴眼怎么知道我刚才遇到了宋清宇？难不成你跟踪我？沈乔瞪大了眼睛，他咧开嘴笑笑，你吃醋啦？吃醋？我吃的哪门子的醋？我巴不得他跟宋清宇跑了，永远不要回来。他咬了咬牙，一把擒住沈乔的手臂。你想跟谁跑我管不着，若你想打孩子的主意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一直以来也没见他多客气过，我绞尽脑汁去换吃的，结果人家的倒好，相处这么多日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有裴炫，同他爹一样，呵呵。沈乔轻笑出声，大力扯回被勒痛的右手。真悲哀啊，无论我做的再好，都得不到你们的信任，想融入你们的家真难。女人为了嫁给他，不但和亲生父亲断绝了关系，还一心一意的帮他照顾一家老小，而男人却对他冷眼相待，就连自己的儿子都对他爱搭不理。伤心欲绝的他决定和他们分道扬镳。哎，真是心酸。抬头望了望天，沈乔觉得分道扬镳也不错。我有空间在手，万事不愁，只是有点舍不得裴珠这个小可爱。还有裴炫。来到裴眼跟前，沈乔蹲下，望着他局促不安的眼神说道：小炫，我很伤心。裴炫并未回答他。你说以后都会相信娘，可我刚换取食物回来，你就板着脸不理我。你爹不信我，可你也不信我。看着裴炫的脑袋越垂越低，沈乔继续道：既然你不需要我这个娘了，
那我们今天就道个别吧，驴车和干粮留给你们，等你曾祖母回来，我带着她自行离开蛤蟆村的队伍。沈乔说完这些，心脏莫名揪得有些痛。我一直以为人心定能换来人心，可裴衍对我仍然是不冷不热的态度。还有这个儿子，沈乔起身要走，却发现裴珠死死拽住他的手臂，眼泪大颗大颗落下。奶，你不要走，爹和哥哥不信你，小猪信你。小猪乖，以后咱有缘分自会相见。不要，娘要走就带我一起走，我和曾祖母还有你，咱们一起逃荒。小姑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沈乔的心脏狠狠抽痛了一下。这个小丫头从我穿来便喊我娘，心思单纯，是个小馋猫，只有她最贴心。撕心裂肺的哭声很快将裴衍引来，他死死盯着沈乔。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将小猪弄哭了？裴珠反而哭得更大声了。爹坏，相信小姨的话，不相信娘，我不要爹了。呜！裴衍一怔，女儿既然不要我了，我进山的这些时日，沈大妮到底做了什么，让裴珠这么相信她？呜！一道低低的呜咽声传来，裴衍低头发现裴炫在地上捂着脸哭，他心力交瘁，连忙哄道：不哭了，你俩都不哭了，是爹的错，爹不该不相信你娘。看着俩孩子哭，沈乔心口堵得难受，一阵阵的抽着疼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就是母子连心吗？哎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沈乔咬咬牙，起身去收拾行李。王氏和王翠花一边聊一边开心的拍手大笑。刚回来时便发现两个小家伙蹲在地上哭得厉害。这是咋了？妮儿，你收拾行李干啥？沈乔手里的动作没停。这个家容不下我了，我要收拾行李离开蛤蟆村的队伍。奶奶要和我一起吗？啥？王氏惊呆了，他就出去砍了回大山，怎么一转眼孙女闹着要离开？裴珠蹭的起身跑到王氏跟前。曾祖母，你快劝劝娘，让她不要走。王氏来不及多想，上前按住沈乔的手。妮儿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逃荒在外，你要走到哪里去？到底发生了啥？你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做主。沈乔撇了撇嘴，有些委屈。奶奶，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的儿子不相信我。奶奶，你跟我一起走嘛。若你不走，那我便自己走了。沈乔将包袱往肩膀上一抗，做出要走的架势。娘！裴炫放声大哭，一把抱住沈乔的大腿。娘，你不要走，是儿子的错，儿子不该不信你。可你不信我，认为我别有用心。儿子错了，娘，我不该听信小姨和爹爹的话，错怪了娘。只要娘不走，从今往后我只信娘说的话。裴衍顿住了，看向沈乔的眸光晦涩不明，他没想到他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如此重要。不哭了，你是个小男子汉，不可以掉眼泪咯。只要你爹不赶娘走，娘就不走。裴衍一愣，我什么时候要赶他走了？裴珠正靠在裴衍的怀里，闻言立马止住哭声。爹爹，你不要赶娘走，你快说呀！裴衍动了动嘴皮，半天憋出一句：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？裴珠破涕为笑，爹没赶娘走就好，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都怪小姨，老是跑到爹爹跟前说娘要跟人私奔的话。又是沈雪，沈乔恨得咬牙切齿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？我就说怎么好好的，儿子突然不理我了，原来是听信了妖精的话。王氏总算听清楚了来龙去脉。好啊，原来这个大乌龙是沈雪搞出来的，这个小娘养的，从小到大惯会挑拨离间。他将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，捞起一旁的棍子，气冲冲的去找沈雪，却被沈乔拦了下来。奶奶，马上要赶路了，事情闹大了不好。我忍不下这口气，从小到大他就喜欢挑拨离间欺负你，每害得你被你爹打，你都嫁出去了，他还是这么不省心。奶奶，夫妻关系若坚硬无比，谁有能挑拨得了呢？王氏愣住，他自然知道孙女和孙女婿的关系，若不是他喜恩相报。王氏叹了口气，愁眉苦脸的将棍子放向一边，觉察到沈乔的神色不对，裴炫不安的拉了拉他的小手。娘，你不走了对吗？沈乔没回答，只是突然拔高了嗓门。小炫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我说过不能相信别人说的话，可你就是不听。裴炫脖子一缩，声音越压越低。是爹爹说娘。你爹不长脑子，难道你也没长脑子吗？娘若真的别有用心，将你们卖了，早在你爹没回来之前便卖了。这些话自然是说给某些无脑男人听的。娘，你不走了吧？走。沈乔气呼呼将包袱一甩，我干嘛要走？鱼是我的，吃的喝的都是我的，要走也是你爹走。娘，你也不要赶爹走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俩别哭了，娘怎么会赶爹走呢？万一你爹走了又跑到妖精那里去怎么办？哼，男人，瞧老娘多关心你，感不感动？
望着絮絮叨叨的女人，裴衍再次陷入迷茫。他似乎真的变了，变得一点都不像沈大妮了。从前的他可讲不出如此逻辑清晰的话。就在这时，王大福牵起了铁盆，打断了裴衍的思绪。他的儿子王小福连声高喊：蛤蟆村呢，全都起来赶路了！各队小队长们赶紧清点人数，各家各户牵好自己的孩子，千万不能松手。葛妈村的村民们听到响声，纷纷起身，然后背包袱的背包袱，挑担子的挑担子，赶牛的赶牛，拉着老弱病残起身赶路。沈乔坐在驴车上，扫向四周，紧接着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。一眼望去，密密麻麻全是人，灾民全动起来的时候，犹如蚂蚁过境。怎么忽然这么多人呀？裴衍蹙了蹙眉，状似无意道：过了南平县便有水源了，大多数人都往那里赶。沈乔扭头看了看他，奇了，头一次见裴衍对我说这么多话。紧接着，沈乔叮嘱两孩子道：你们两个一定要紧紧抓着你爹的手臂，千万不能松手。接着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瞥裴衍，喂，那个谁，看好俩孩子。裴衍没说话了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哼，男人。沈乔在后面扶着行李，沈雪坐在牛车上，伸长脖子朝沈乔望去，看见两个小家伙正和裴衍有说有笑，气氛十分融洽。乞丐，我说了这么多，怎么一点影响都没有？觉察到视线，沈乔回头对上沈雪的视线，唇角微勾，眸子闪过一股似有似无的凉意。沈雪一愣，慌忙垂下了头。沈乔望着犹如丧尸般骨瘦如柴的灾民汇聚成人流，心口不由得发紧。如此多的灾民涌入南平县，定会引发暴乱。届时到了地方，干粮河水所剩无几，若城门不开，一家老小就要风餐露宿了。想到这种画面，沈乔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暗叹自己命苦。这世道真难。路上走了2个时辰，直到申时才慢了下来。或许是穿越前高速开车养成的习惯，沈乔并不认为是灾民走不动才慢下来，而是遇到什么意外了。蝗灾、鼠灾、地震、流匪，还是……突然，不远处的大地传来一声闷响，一个小小的老鼠居然能将一群人吓得疯狂逃窜，就连身手敏捷的狸花猫都被吓得呆愣在原地，只因这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的老鼠。在古代，这被称为老鼠过境，而老鼠过境之处，寸草不生。逃荒的村民们看到这个场景，立马慌了神。而还在后面的沈乔听到前面的动静，立刻全身戒备起来。王氏慌乱的四下看了一圈，什么声音？沈乔一脸懵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感觉地在晃，难道……沈乔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裴衍，他顾不得伤口痛，大声朝着沈乔喊：抓紧了，要地动了！此时人群开始骚动，林大福敲着盆站在牛车上大喊：大家站在宽阔的官道上，不要乱跑，不要拥挤。出于对王大福的信任，周围的村民们全部扶住自己家的牲口，牵着自家的孩子，不敢乱动。裴炫、裴珠紧紧地贴着裴衍，眼神里全是慌张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老鼠！有老鼠啊！眨眼间，逃荒的灾民们乱成一团，前方发生了大地震，将隐藏在暗处的老鼠震了出来，汇聚成比丧尸群还可怕的鼠群过境。沈乔箭步上前制住乱撂蹶子的兽驴，冲裴衍大喊道：保护好两孩子，孩子在你在，孩子不在你亡。前方的人纷纷往后逃窜，不得已他们只能顺大流往后赶。前方明显遇到大事儿，王大福狠狠敲起铁盆，大家往后撤退，扁担挑子该扔的扔，一定要护好自家的孩子，千万不能被踩到地上，千万不能摔倒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王小福将一块红布绑在拐杖上，高高举起，红红的旗子犹如夜中点亮的灯，瞬间照亮心中的路。大家不要慌，跟着红旗子走，沉重的东西该扔的扔，减轻身上的负担，赶快跑。老人孩子一定要牵好。沈大高家的牛受了惊，使劲抽鞭子也不肯前行一步。牛车上的粮食、衣裳、锅碗瓢盆全部落在地上。赵莲花急得吼吼大叫：沈小高，快将大米从地上扛起来！沈大高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牛都拉不动！小雪，快将衣服捡起来！沈大高一家慌手慌脚的将东西搬上牛车，而沈乔和王氏赶着驴拖着一大两小跑得贼快。很快，鼠群犹如大军压境般吞噬。老鼠老鼠啊！快跑快跑！快跑！往左边跑，快往右边跑！一时间，惊慌失措的灾民纷纷四处逃命，拥挤的官道就像开了锅一样。沈大高一家连忙丢掉手中的牛、衣裳物件，抱头逃窜。王小福来赶紧弯腰躬身，将王大福背在身上。王大福举着旗子大喊：带好孩子，将东西扔了，跟上裴衍和沈大妮。而沈乔一家更以每秒几十里的速度疯狂逃窜，不知跑了多久，总算逃离至官道5里外的山坡上。沈乔只觉得全身发软无力，如一滩烂泥般跌倒在地上，浑身肌肉抖动的厉害。裴衍突地吐出几口鲜血，胸膛前的粗布衣衫瞬间被鲜血染红，随后两眼一翻晕死过去。爹爹，两个小家伙哭得撕心裂肺，
不停地摇晃着裴衍的胳膊。这时，葛茂村众人纷纷赶到，王大福出声大喊：“停下，停下！”众人仿若劫后余生般，纷纷瘫软在地上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裴炫、裴珠哭得撕心裂肺，肝胆俱断。沈乔心脏被揪得生疼。裴衍本就重伤在身，不宜走动，这下好了，不顾伤痛，抱着孩子狂奔20里，也不知小命能否保得住。听到孩子的哭声，他心疼得厉害，不知不觉落下2行清泪。小猪小炫，不哭啊，爹没了你们还有娘呢，娘绝对不会离开你们，不哭不哭啊。没想到2个小家伙哭得更厉害了。我不要爹死，呜呜呜！娘，你救救爹啊！哇哇哇！爹，我要爹！裴珠扯开大嗓门，哭声震耳欲聋，许是哭声能渲染气氛，周围的灾民们、孩子们也跟着放声大哭，一时间全是哭天喊地的嘹亮。王大福摇了摇手中的大红旗子，高声训斥：“哭哭哭！一个个就知道哭，能在地龙大翻身，蜀群国境中活下来，那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咱们要强打起精神，想法子找吃的，努力活下来才是要紧事。”哭天抢地的灾民里有许多其他村的人，听到这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我们村就剩我们这几个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是啊是啊，我老娘儿子都没了，全村的人就剩下我们几户了。老天爷，你不睁眼呀！王大福没时间管其他村的村民，而是吩咐王小福喊来其他小队长开会。沈乔手足无措地哄着2个小家伙，越哄越哭得厉害。当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后，恨不得抽自己2个巴掌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对孩子说爹没了还有娘呢？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孩子你爹死了吗？王氏喘过气来，爬到裴衍跟前，叹了叹气息，惊喜地咧开嘴唇：“您孙女婿还有气呢，他活着呢。”爹没死。2个小家伙擦了擦眼泪，咕噜爬到裴衍跟前。裴炫的小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伸出2根手指搭在裴衍的脉搏上。片刻，裴炫嘿嘿傻笑：“娘，爹没死，他还活着呢。”沈乔一惊：“这是铁打的身子吗？狂奔20里竟然还活着！”哇哇哇！裴炫再次大哭起来。黑匣子丢了，里面的伤药也没了。呜呜呜！我怎么救爹爹呀？裴炫的哭声引起了王大福和其他村民的注意，带领着各队小队长们围了过来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王大福的眼圈红彤彤，跪在地上颤抖着双手看向裴衍的伤口。荒郊野外的，去哪找大夫啊？天不睁眼啊！沈乔内心思绪万千。我虽然会简单处理伤口，但对于医术却不算精通，不知裴衍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也不知儿子的医术行不行。刘成见裴衍的伤口比先前还糟糕，嘴唇哆嗦起来。这可咋整？这血不停地往外冒，也没止血的药草，要不烧点草木灰止血吧？不行，不能用草木灰止血。裴炫吸了吸鼻子，出声阻止，随后眼巴巴地看向沈乔：“娘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”对上小家伙湿漉漉带着祈求的大眼睛，沈乔的内心微不可察地揪了揪，柔声细语道：“好，娘尽力。”他起身对王大福说道：“村长，我懂一些治疗外伤的法子，麻烦你找几个人把裴衍抬到人少的地方，我试试救醒他。”沈大妮，你说你试试？王大福跟刘成对视一眼，2人皆不可思议。对，我一定要试试。姐姐，这个时候你就别逞强了。忽然身后传来一道焦急的嗓音，抬眼看到沈雪，她的眼尾有些红，像是刚哭过，嗓音破碎的让人心疼。沈乔勾唇冷笑，一双狭长的狐狸眼中交杂着不屑与蔑视。我要救我的丈夫，怎么在你眼里就成了逞强了？姐姐，沈雪咬了咬嘴唇，湿漉漉的眼神再次发红。裴大哥昏迷不醒，姐姐又不会医术，我自小与姐姐一起长大，你哪里知道治疗外伤的法子？万一不小心，小炫和小猪可就没有爹了。他是真的不想让沈大妮逞强就赔眼。沈大妮几斤几两，他还能不知道？万一他不小心将裴大哥弄死了怎么办？裴衍是我的，沈大妮想害死裴大哥，门都没有。气开！沈乔有些不耐烦，看向沈雪的眸子多了几分冷意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想跟宋清雨私奔，所以趁着给裴大哥治疗伤口的机会伤害他？只要裴大哥死了，你就能光明正大的跟宋清雨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王大福、刘成等人心下了然，顺着沈雪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到不远处有位书生模样的人，正狼狈地整理自己的书籍。那人就是宋清雨呀。
难不成沈大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？裴炎死了，他就能光明正大的和那个书生在一起了？娘的！沈乔这下彻底怒了，背后讲我也就算了，如今更当着众人的面污蔑我，书可忍，神也不能忍。男子重伤昏迷了749天，就连当地最有名的神医都束手无策。眼看一只脚就要踏入地府的时候，他却只用了一支绣花针就把男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然而他的妹妹却死活不让他救，还当众污蔑他是别有用心。忍无可忍的他飞快地扬起巴掌，左右开弓，啪啪啪，照着沈雪的小脸打了10几下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，真当老娘是吃素的。沈雪被抽傻了，只觉得整张脸火辣辣的疼。反应过来后的沈雪难以置信地盯着沈乔，你敢打我？再敢多嘴！沈乔做事扬起巴掌，吓得沈雪缩了缩脖子，后退几步。沈乔轻嗤了声，朝着呆若木鸡的王大福挥了挥手：“村长，请你相信我，事不宜迟，赶快将裴衍抬到人员稀少的地方，我和小炫一同救治。”王大福有些犹豫，但同样被刚才的一幕震撼到。沈大你到底是恼羞成怒了，还是真的想救裴炎？王氏最讨厌王大福磨磨唧唧，于是横眉冷竖，叉着腰往中间一站，按我孙女说的做。王大福咽了咽口水，有点怵王氏，连忙吩咐小队长们将裴衍抬到人员稀少的地方。沈乔转身对王氏道：“奶奶，你和村长在外守着，别让任何人打扰我们。小炫，跟娘进棚子救你爹。”王氏拍了拍沈乔的肩膀，嗓门拔高：“放心吧，有奶奶守着，谁敢来捣乱，直接大巴掌抡圆了扇过去。”进了棚子，眼睛一闭，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把放在柜子里的药箱拿了出来。紧接着又是一个意念出了空间，看着沈乔手中莫名出现的东西，裴炫有一瞬间恍神。沈乔问：“儿子，刚才娘有没有凭空消失？”裴炫摇了摇头，眼神带着懵：“娘怎么能凭空变出来东西呢？她还是娘吗？她是天上的神仙吧？”沈乔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凭空消失进入空间就好。小炫来帮忙。他将手电筒递给裴炫，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裴炫打开手电筒，照在裴衍的伤口上。娘越来越诡异了，凭空出现的这些东西，闻所未闻，他是在哪里弄的呢？专心点，灯打偏了。闻言，裴炫立马打起精神，掐断脑海中的思绪。沈乔将裴衍胸前的衣服轻轻掀开，用碘伏将伤口周围消毒，紧接着把裂开的伤口缝合，将止血膏涂抹在上面，用青霉素膏消炎。处理伤口的整个过程，沈乔只用了10几分钟，跟第一次比明显熟练许多。裴炫打着手电筒，呆呆愣愣的目光空洞，脑海也是一片空白。小炫回神了。娘，好了吗？好了。那爹爹什么时候醒来？裴炫的这个问题将沈乔问住了。片刻，沈乔将手电筒收了起来，摸着裴炫的脑袋微笑：“这就是娘把你叫过来的原因。娘只会处理伤口，不会医术。先前借你把过脉，想来儿子略懂医术，你来为你爹把脉看看。”裴炫点了点头，伸出2指朝裴衍的脉搏探去。娘，爹无大碍了，1个时辰便可醒来。裴炫眼睛亮亮的，呲着大牙，笑得无比开心。对了，小炫的医术跟谁学的？裴炫垂下头，小手不安地搓着衣角。爹爹说过，会医术的事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就连娘也不行。见裴炫欲言又止，沈乔柔声微笑：“乖儿子，不想说咱就不说。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那我们就相互约定，娘的秘密你不要过问，你的秘密娘也不过问，好不好？”良久，裴炫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沈乔走出帘子，冲王大福喊道：“村长，麻烦你帮我问问，谁有多余的衣裳？裴衍的衣裳被渗透不能穿了，需要换件干净的。”好，你等下，我帮你问问。王氏好奇地走了过来，轻吐几口浊气，拍了拍胸脯问：“你咋处理的伤口？”沈乔心一咯噔，他就怕问，不过他早就有准备。奶奶记不记得小时候我给咱家的猪缝肚皮？你不会是？王氏惊愕地睁大双目。妮儿，你胆子也忒大，这人和猪能相比吗？沈乔赶紧捂上王氏的嘴巴。奶奶别嚷嚷，我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。王氏只觉得胸口像被大石头压着，沉得喘不上来气。没想到啊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将裴衍当成猪。嘿，我真的给猪缝过肚皮，裴衍就是那只猪。天色微暗，各处点起了篝火，灾民们3、5成群围成一堆，面色愁苦，神情悲痛。
王大福围在篝火前，各分队队长排排坐开会。如今包袱行李都丢了，9成以上的人都没了户籍，以后成了流民，走到哪里都被驱赶。是啊，这没了15成，不过2天。我建议有粮食的全上缴，等挺过难关，大家在一起想办法。我同意这么干，不过9成以上的人都丢了粮，眼下只有沈大高一家存粮多，也不知他愿不愿意上交。沈大高家当然不愿意上交。当王大福提出意见时，赵莲花叫嚣的厉害：老娘拼死护下来的粮食，凭什么上交？沈小高有样学样，朝着王大福怒吼：你个老不嘎的，竟然打我们粮食的主意！你们没本事护住粮食，关我们屁事！休想让我们上交！王大福被骂得差点站不稳，他好心好意找他们商量，结果被指着鼻子喷得狗血淋头。沈雪捂着肿成猪头的脸，心中愤恨：这个老不嘎的，我被沈大妮暴打时也不见他拉一下，现在倒舔着脸分粮食来了。其他小队长纷纷去劝沈大高：哥乐，如今这境地，咱们唯有相互抱团，拧成一股绳，共享物资，挺过这个难关，大家都会记得你的好。沈大高默默地蹲在地上，一言不发。赵莲花一把推开几个劝说的队长，目眦欲裂：你们少忽悠他，我说不交就不交，爱咋咋的。众人见劝不动，只好叹气离开。沈乔和王氏一脸八卦地走到火堆旁，刚将头探进去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，却被赵莲花怨毒地指着骂：是你祖孙俩出的主意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是见不得我们过好日子。两人被骂懵了，王氏率先反应过来，一脚踹在赵莲花的肚子上，赵莲花头朝下翻了个跟头，啃了一嘴泥。你最好给我闭嘴，否则就不是啃泥那么简单了。向王大福询问了情况，沈乔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赵莲花从地上爬起来，不屑冷斥：凭什么让我闭嘴？你们一个个的打我家粮食的主意，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赵莲花未说完，只听到耳边啊呀2声惨叫，沈小高飞了起来。赵莲花起先很硬气，当看到被踹飞的沈小高时，心疼的呀呀大叫：我的儿啊！天杀的沈大妮又打弟弟！沈大高，你还管不管你的大女儿？沉默已久的沈大高终于站起身来：逆女，你又打弟弟，反了天了！谁是你的逆女？早就断亲了，我也不算打弟弟。你沈大高气得胸膛火气直窜，手指颤抖地指着沈乔：断了亲，我还是你爹，我要打死你！话音未落，王氏撸了撸袖子，一巴掌拍在沈大高头上：我还是你娘呢，想打你就打你！沈雪害怕像沈小高一样被踹飞，连忙扯了扯沈大高的衣袖：对，要不然就依了姐姐的意思，将粮食上交吧。瞧沈雪这话说的，莫名其妙又给我扣上一个大帽子。沈乔怒极反笑：你们一家非说是我出的主意，我若不将它变成事实，都对不起你们。他有一大仓库的大米，却不拿出来吃，而是跑去几公里外的荒漠啃食又苦又涩的仙人掌。只因仙人掌不但能填饱肚子，还有消炎杀菌、促进伤口愈合的功效，在古代算是不可多得的灵丹妙药了。这天，沈乔为了让格玛村众人能吃上大米，他联合各小分队队长一起商量，让沈大高一家将粮食上交。村长，经过大地洞，鼠群过境，我们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：团结就是力量。若我们拧成一股绳，不愁渡不过难关。其余分队小队长以及王大福纷纷点头：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也是这么认为。既然沈大高一家不愿意跟我们拧成一股绳，那便离开蛤蟆村的分队，自行离去吧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。王大福听了直炸舌：我虽然想让沈大高一家上交粮食暂渡难关，但从未想过将他们踢出蛤蟆村分队。赵莲花听闻，目光怨恶地看向沈乔，撸起袖子一蹦3尺高：你个泼皮，从小一肚子坏水！沈大高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大女儿干的好事！沈大高脸色难看至极，恨不得下一秒拆了他，奈何王氏在身边，他也不敢上前收拾大女儿。泼皮子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我就不信沈大你敢还手！殴打长辈是为大不敬，虽说断了亲，但一个孝字大过天，有些东西是斩不断的。说完，赵莲花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，狠狠朝沈乔的命门打去。沈乔后退一步，快速捡起一块尖锐的石子，朝一旁沈小高屁股上狠狠一掷。沈小高吃痛嗷了一嗓子，捂着屁股失控，势如破竹般朝着赵莲花冲了过去。哎呦！赵莲花瞬间懵了，手中的木棍还未来得及落下，便被沈小高一头顶飞了出去。赵莲花惨叫一声，趴在地上哼唧2声晕了过去。娘，你咋了？儿子不是故意的，娘啊！沈雪和沈大高3两步冲到赵莲花跟前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抹眼泪的抹眼泪。王大福深叹一口气，朝几个小队长勾勾手，让他们分担一些粮食是不可能了。眼下我们要抓紧找吃的找喝的，我建议每家派出1个人，随小分队队长出发寻找吃食。沈乔点了点头，自告奋勇跟着劳壮力去找吃的。跟随村里的劳壮力徒步了3公里，依然寸草不生，不禁头疼了。连个潮湿的地方都没有，去哪弄水？
脚也磨破了。沈乔实在走不动，朝刘成摆了摆手：“我歇会儿脚，你们先去别处找，等会儿我去找你们。”姐，我们就在这附近举着火把，你休息好了，扯开嗓子喊一声就行。刘成走远后，沈乔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先是猛灌了2瓶矿泉水，又吃了些干面包垫吧垫吧，才觉得恢复了些力气。这次又救了裴衍，不知手机上会不会提示有奖励？点开手机，果然上面弹跳出来一条消息：救治裴衍成功，奖励锦囊1份，是否接收？锦囊？难道是妙计？沈乔毫不犹豫地点击了是，手机哔滴2声，再次弹跳出一条消息：前方1公里有大片可食用仙人掌，沿当前路直走便可找到。仙人掌还是大片可食用的？沈乔仰天长啸：老天待我不薄啊！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这下不用担心空间的事儿会暴露了。沈乔没做停留，转身出了空间，沿着眼前的道路一直走了1公里。果然，一大片长满刺的仙人掌骄傲地伸展着自己的腰肢，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大喊：刘成，刘成，刘成，快过来！刘成还以为沈乔遇到危险了呢，赶紧招呼小分队的老少爷们朝着呼喊声的方向走去。呼啦啦，一群人赶到，有人不小心被仙人掌的刺扎到，惊呼一声：这是啥？扎死老子了！沈乔来不及解释，冲着刘成他们招手：快挖快挖！这是仙人掌，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能解渴。众人一听，神色激动，手中的火把差点拿不稳。快点挖，到时候人多了过来跟我们抢。不一会的功夫，几人便把仙人掌尽数搜刮完毕，将挖出来的仙人掌捆成一摞，拴在棍子2头，像挑扁担一样挑起来，往村民们的驻基地送。看到大如牛舌头似的仙人掌，王大福激动地嗷了一嗓子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呀！老天爷睁眼了。对于格玛村的村民来说，仙人掌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了。沈乔提着一摞仙人掌来到自家棚子，朝裴炫勾了勾手：过来。小家伙蹭蹭蹭跑到沈乔跟前，望了望仙人掌，咧开嘴唇笑：娘，你在哪挖来那么多仙人掌？是要给爹爹敷伤口用吗？沈乔一怔，这才想起仙人掌不仅能强化免疫系统，还能促进伤口愈合，具有消炎加速、组织再生的作用。这是我们今晚的晚餐，娘和村里人刚挖到的，快过来吃。喂，那个水给你。沈乔将一颗仙人掌递给裴衍，这东西的营养是牛肉的无数倍，你多吃点，对伤口恢复有好处。裴衍接过，直接放在嘴里啃，连肉带汁一起吞咽到肚子里。好狠！沈乔朝他竖起大拇指，裴衍内心翻了个白眼，面上却依旧冷清。裴炫和裴珠双手紧紧捂着小嘴巴，眼神满是抗拒。娘，我不想喝仙人掌汁，我想吃鸡蛋。乖，你俩听话，先喝点仙人掌汁解解渴，等会娘再出去找点吃的。裴珠仍然捂着嘴巴抗拒。裴炫轻吐气息，像做了某种决定似的，信手接过仙人掌，学着裴衍的动作啃咬起来。别学你爹，咱喝汁不吃肉，等会娘去找好吃的。村里人吃饱喝足后，前来探望裴衍，嘘寒问暖一番后，裴衍提议：村长，此次地动山摇，鼠群过境，往南平县迁徙的不止灾民，还有蛇鼠虫蚁，老鼠传播疾病速度极快，随时有感染10亿的风险。我建议往西南方向逃荒，前往蜀的。蜀的。王大福紧皱眉头，思索片刻后摇了摇头：蜀的乃流放和发配的蛮夷之地，四处穷山恶水，我们往那逃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不行不行，怎能去那穷山恶水的地方？我们是正经的良民，到了那里岂不是成了被发配流放之人？就是，不能去那里。人七嘴八舌的摇头，纷纷不赞成裴衍的提议。沈乔一听，蜀地啊，虽说在古代是5大流放之地，但是在现代可是美食天堂啊。他扫了眼紧皱眉头的村长和个队小队长，纠结了一会说：此次灾难，除非将户籍缝在胸口处的，咱们有90%以上的人丢了户籍，没了户籍便是流民。最恐怖的是，我们若再遇到鼠群大军，到时候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我们将成了耗子的盘中餐，最后被苍蝇环绕，蛆虫爬满。沈乔说完，忍不住恶心呕吐起来。1个传染2，2个传染3， 3个传染1群。各队小队长们脸色煞白，纷纷跑出去大吐特吐。裴衍的肚子咕噜噜翻涌，他觉得刚才吃下的仙人掌马上要从嗓门顶出来。爹，是不是仙人掌吃多了，脸色都染成绿色了？裴衍强忍不适，紧抿着嘴巴朝小家伙摇了摇头。村长一众人吐完之后，抹了抹嘴巴。刚才好不容易喝下去的仙人掌，这下好了，全吐出来了。沈乔抽了抽嘴角，急忙安抚村长：我听说书的讲，蜀地虽然是流放的蛮夷之地，但土地富饶，旱涝保收。我们去了那里，可以开荒种田，即便没有户籍，
官府也不会过多管制。王大福皱眉点了点头，赞同的看了沈大妮一眼，言之有理。在场的小分队队长也纷纷点头，最后一致决定前往西南属地。别人都是大白天才出门赶路，而他们却选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出行。天色越暗，出行的速度反而越快。这天夜里，王大福觉得时机到了，让各分队小队长悄悄地喊上自己管理的几户人家，在深夜出发。沈乔害怕裴远在路上撑不住，便做了一个 Y 字形的拐杖递给裴远，来，路上你将这2个插架在搭置窝上，能省不少力。哎呦，多谢。裴远不自然地垂下眼睑，将2个树杈式拐杖顶在嘎吱窝下面试了试，果然省力不少。不一会，格玛村50余户人整顿完毕，悄悄地离开了。只是没有人通知沈大高一家。沈雪率先发现了异常，扯了扯赵莲花的胳膊：“脸，快起来，他们都走了。”谁走了？沈大高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朝四周望了望，发现格玛村的村民全不见了。赵莲花眼尖，指着不远处的人群，嗷了一嗓子大叫：“快跟上！他们在那里！天杀的，我们不交粮食，竟然真的想将我们驱逐出队！快收拾东西，别丢下了！村长啊，等等我们呀！”赵莲花扯着大嗓门招手呼喊。沈大高和沈小高各扛着半袋大米，呼哧呼哧的跑。沈雪扛着小包袱，累得小脸通红。王大福高举红旗子，大声喊停。当看到赵莲花身后呼啦啦一群人时，气得差点原地爆炸。赵莲花追上，恶劣的勾勾唇：“村长您不地道啊！就因为我们没上交粮食，您就将我们落下，说什么一村之长守护村民是您的职责？我呸！纯粹扯淡放屁！”王大福脸色阴郁的看向个队小队长，小队长心虚的低下头：“行了，既然赶上了，就跟着吧。”王大福也不拆穿其他小队长，只是微微叹了口气：“本村长只管蛤蟆村的村民，其余闲杂人等请自行离开。”其他村的灾民不屑冷斥：“这些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走你们的，我走我们的，凭什么让我们离开？”你！王大福气得胡子分了叉，只能双手紧握拳头，狠狠地瞪了赵莲花一眼：“你瞪我干啥？私自丢下我们，你还有理了？”沈雪扯了扯赵莲华的衣袖，眼神示意他闭嘴，咬了咬嘴唇，看向王大福道：“村长伯伯不要生气，我娘一时着急才说中了话。”王大福无奈摆了摆手：“行了，我怎能跟夫人一般见识？”这时裴珠抬头看向沈乔，小声问：“那这个猪头是谁？”“哎，这个，呵呵。”声音虽小，沈雪却听得清清楚楚，顿时脸色一绿：“对不住啊，小孩子口无遮拦，你不会跟他计较吧？”沈乔敷衍一笑，看向裴珠，假装严肃：“人是人，猪是猪，你要学会区分人与猪，知道吗？”“知道了。”“那人猪不分。”沈雪扯了扯嘴角，干巴巴的笑顿在脸上，不停眨巴着眼睛，压制火气：“我自然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该死的沈大妮，一定是他教裴珠说的。亏我以前对小兔崽子这么好，现在的心完全偏向了他娘。可别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。”他飞快地扫了沈乔一眼，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，朝王大福道：“村长伯伯，我向您介绍一个人，他想加入我们的逃荒队伍，并将粮食上交。”说完指了指身后的马车，众人齐刷刷回头，马车上的人正是宋清宇和李双双。丫的，我就知道沈雪这个小婊砸不安好心。他不由自主地朝裴眼看去，发现对方一脸淡然，连眼珠子都没转一下。宋清宇目不转睛走了过来，连个眼角的余光也没给沈乔，朝着王大福一礼：“在下宋清宇，龙潭县秀才，身后这位是在下的妾室，家中父母在鼠群过境中遭遇劫难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听闻贵村的人粮食断绝，在下恰好有1马车米粮，可以让贵村的人连撑3天。我没有别的恶意，就是想跟各位父老乡亲组团逃荒，路上安全些。”听完男子介绍，裴眼双眸微微一沉，居然是宋清宇，沈大妮爱而不得的男人，心口的朱砂痣。果然两人还是遇到了，只是不知道他该怎么选择。裴眼轻掀眼皮，用眼角的余光打量沈乔，发现对方嘴角挂着浅浅笑意。看到宋清宇开心的合不拢嘴了。沈乔嘴角挂着浅浅的冷笑，与沈雪对视。看来我还真小瞧了这个小奶茶，竟然有本事将宋清宇拉到阵营来。沈雪直接迎上沈乔的目光，眼神带着一丝报复的快感，嘴角微勾。这下沈大妮还能坐得住吗？心心念念的老情人在此，还不得不要脸的扑上去。王大福见宋清宇没有恶意，并且言行举止彬彬有礼，也不好言语冰冷，给人甩脸子，也回手依了一礼：“这位秀才公，俺们蛤蟆村50余口人，老朽管理起来有些力不从心，实在不好再加人呀。再说了，我们此次逃荒往西南方向去，西南方向的树林乃是蛮夷流放之地，你一介有功名的秀才，也不好跟着我们去这犄角旮旯吧。”沈乔内心为村长竖起了大拇指，拒绝的好。宋清宇很意外王大福的回答，愣了愣。实不相瞒，在下也觉得西南方的属地是个好去处，真是太巧了，相逢不如偶遇。在下将粮食奉上，加入你们队伍如何？王大福皱了皱眉，
眉。这个秀才公脸皮也忒厚了吧？我都拒绝的如此明显了，他还非要加入我们的队伍。王氏一直在观察孙女的神色，发现她并未像从前那样，看到宋清雨便疯疯癫癫，如痴如魔。想来孙女嫁了人，收了新相夫教子了，我定然不能让藕丝断了再连上。握了握拳头，王氏深吸一口气，上前道：村长说的对，我们村的人数已经够多，不需要让外人加入。再说了，食物我们可以抱团寻找，不需要他人的粮食。王翠花是王氏忠实的话搭子，举双手支持。我们不需要外人的粮食，我们村已经凝成了一股绳，若再有外人加入，这股绳松了怎么办？对对对，我们不需要。村民们七嘴八舌的附和。宋清雨的脸色青白交错，于是他朝着众人依了一礼，说了句打扰了，便上了马车。沈雪气得浑身发抖，使劲掐住手掌，才不至于情绪外露。没想到村子里这些人竟然会拒绝，还有那个老布疙瘩，明显怕沈大妮和宋秀才再续前缘，竟然煽动群众拒绝。沈大妮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沈雪露出一脸苦笑，凄凄哀哀地看向沈乔。姐姐，你忍心看着宋秀才单独逃荒吗？他若单独行走，定会遇到危险，还有那一车粮食也会被刘肥抢走的。沈乔微不可见的皱了皱眉，言简意赅。关我屁事！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忍心让他单独行走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相信村长一定会同意的。姐姐，宋秀才好可怜的。话还没说完，沈雪直接飞了出去。特娘的，赵莲花母女怕是受虐狂吧？一天不找打特难受。沈乔懒得理他，索性来到王大福跟前，指着沈雪说：村长，我建议将他赶出逃荒队，这种人不能留在逃荒队呀，一颗老鼠屎会坏了一锅汤的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沈乔捂住嘴巴大惊，难不成她18岁了还没嫁出去了，起了给秀才做妾的心思？说完一脸无奈地望着沈雪。你呀你就是脸皮薄，明明担心宋秀才单独行走会遇危险，偏偏不说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将歪心思打在我身上。众人了然于心，纷纷点头附和。我就说呢，这沈雪怎么会和宋秀才认识？原来起了嫁人的心思，自己又不好意思说。那也不能往姐姐身上泼脏水吧？人家都嫁了人生孩子了，这小丫头心思忒狠了，竟然毁她姐名声。宋清雨再没脸皮跟格玛村组队，驾着马车自行离去。王大福举着旗子，撩开嗓子喊：出发！众人齐刷刷赶路，没人理会身后的沈雪一家。来，村长等等我们呀！赵莲花一把搀起沈雪，朝蹲着的沈氏父子摆手：快跟上，快跟上！他只是在地上挖了几个坑，坑里就瞬间长满了红薯。要知道，在这寸草不生的荒山野岭，别说是红薯了，就连一根杂草都难以见到。这天，王大福带领格玛村众人行走了几十里，依然遍地干涸，找不到水源。王大福急得团团转，众人也累得哼哼歪歪，瘫软在地上。这可咋办呀？眼看天都黑了，找不到水喝，岂不是要渴死？哎，把仙人掌拿出来吧，今晚先凑合着，明天再想办法。那行吧。王大福拿着地图看了半天，指着一处道：往左走有座山，山上应该有山洞，白天咱们顺着这条道走，山上应该能找到吃的。即俺们听村长安排。现在呢，各队小队长带领大家找吃的，妇人和孩子们留在这里。说完，小队长们纷纷带队出发去寻找吃食。对，那个裴眼家的走了。来了来了。沈乔将脚上的鞋蹬上，连忙追上队伍。这有男人和没男人也没啥区别，还不是和大老爷们一起出来找吃的。一个绿螃蟹整天缩在壳里，带着2个小杂碎舔着脸吃女人找来的食物，嗨，真不害臊。不用抬头，光听这一口阴阳不协调的语气，沈乔就知道是张寡妇找茬来了。骂裴炎可以，但骂我的2个孩子是小杂碎，实在是忍不了。沈乔撩了撩额前的头发，看向张寡妇：小杂碎骂谁呢？小杂碎骂你呢。张寡妇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转而阴沉着脸：沈大妮，你张口骂人什么意思？沈乔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想碰一下喽？张寡妇当即拉开架子，还冲沈乔勾了勾手：你过来呀，别以为我真怕你，这次老娘定将你打趴下。抱歉，我的马变成了一只猪，它就站在我面前，我放不了。张寡妇四处瞅了瞅，没看到什么猪，刚瞥到沈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，顿时明白被骂了。一个天杀的沈大妮，你！张寡妇气得手指发抖，指着沈乔，半天骂不出话来。你结巴的样子真可爱。
可爱。张寡妇的脸都绿了。这时，王赖子捂着睁亮的脑袋过来了。好姐姐，再不出发就跟不上队伍了。滚开！张寡妇直接薅住王赖子的脖子，像扔抹布一样扔在地上。姐姐这么狠心，3天2头的打我，若是将我打没了，咱家二狗就没爹了。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老娘弄嘎你！张寡妇厉声制止他的话。好，我闭嘴。王赖子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灰尘。好姐姐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早点给狗儿找个爹，这样你也不用跟着大老爷们儿出去找吃的。你给我滚！张寡妇爆出了河东狮吼功，震得王赖子后退几步。一个死皮赖脸的光头癞蛤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赖呀，猪都比他好看。王赖子撒丫子就跑，边跑边说：好姐姐，我知道你害羞。话音未落，张寡妇的破鞋底子已经掷在他的脑门上。滚！沈乔被张寡妇的样子逗得想笑，2个巴掌紧紧捂着嘴巴，才不至于笑出声来。笑，你笑个屁呀！对呀，我就是在笑屁。你！张寡妇食指颤抖，脸上青红交错，却被沈乔一把擒住手腕。好姐姐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让我听到小杂碎3个字，否则我保证你会悄无声息的消失。张寡妇被他的样子吓到了，她总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的笑很冷，冷到毛骨悚然的那种。你休要吓唬我！只要你不挑战我的底线，我也没必要吓唬你。但有些事我说到做到。我就是多嘴问了一句，你别找我啊！没指名，没道姓，我可没说你。他很快镇定下来。沈大妮休想吓唬我，真当我是吓大的，大不了拼了这条命。对喽，你又没指名道姓。沈乔拖着下巴平静下来。就是，你自己非要对号入座。沈乔望了望天，拍了拍张寡妇的肩膀。对不住，我误会你了，都怪我们村的寡妇天天阴阳我一气之下怪罪了你，对不住啊。你骂我？张寡妇圆眼怒睁，她还真当沈乔道歉了呢，原来阴阳怪气的骂她呢。我又没指名道姓，你干嘛要对号入座？你走了。沈乔扬长而去，不理会张寡妇结结巴巴颤抖的手，来到一棵大树旁。沈乔悄悄进了空间，从空间里面搬来3袋红薯，拿着铁锹挖个坑，左埋一个，右埋一个，终于埋完了，累死我了。张寡妇追上来时，沈乔正蹲在地上擦汗。好姐姐，你过来。沈乔学着王赖子的语气，朝他勾了勾手。张寡妇浑身汗毛直立，梗着脖子。我就不过来，咋的？看看这是什么？沈乔拍了拍旁边的红薯，惊得张寡妇的嘴巴能塞个鸡蛋。红薯？竟然有红薯！张寡妇吓了一跳，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睁开。我不是在做梦，竟然真的有红薯！快挖！张寡妇徒手挖红薯，一挖一个，一挖一个。老天显灵了，感谢老铁送来的红薯。不一会，3大袋红薯都被挖了出来。沈乔拍了拍张寡妇的肩膀：你嗓门大，将老少爷们喊过来装红薯。好，2人破天荒的意见达成一致。张寡妇撩开嗓子大喊：蛤蟆村的老少爷们，快过来了！听闻喊声，众人呼啦啦赶来。王赖子冲在前头，颇有无所畏惧的气势。好姐姐，我来了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当看到满地的红薯时，王赖子的下巴差点砸到后脚跟。我的姐，你在哪挖出来那么多红薯？哎呦喂，这么多红薯，咱家二狗饿不着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张寡妇的脸比锅底还黑，一脚将他踢倒在地。去你娘的癞蛤蟆，再污蔑老娘的名声，将你的第3条腿打断，绕个圈喂狗。好姐姐呀，你咋就那么狠心？王赖子抹了把脸上的泥，揉着屁股爬起来。你给老娘的闭嘴！闭嘴！张寡妇有些歇斯底里，她烦透了这个人。姐姐凶巴巴，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。王赖子继续揉屁股，眼神委屈巴巴。妈喽的，滚吧你！张寡妇实在忍无可忍，蹬起右腿狠狠一踹，王赖子滚了几圈，倒在红薯坑里。老少爷们全被地上的红薯吸引了目光，一个个张着比鸡蛋还大的嘴巴，震惊无比。都愣着干嘛？快装红薯呀！几人顿时反应了过来，纷纷拿起麻袋去装红薯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便把整地的红薯给搜刮完毕。众人满载而归，一个个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。这人一满足就想唱歌，于是老少爷们哼起了寡妇歌。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呀哈，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呀哈。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？张寡妇一阵无语，太欺负人了，太欺负人了！不知为何，今日的张寡妇有些伤感，也没有力气骂人，失落的往地上一坐，低声抽噎起来。她只是在一个坑里面放入一块鹅卵石，坑里就瞬间长满了水。要知道，在这寸草不生的荒山野岭，别说是水了，就连一滴水蒸气都难以见到。这天，老少爷们兜着一大兜子红薯回到基地，王大福眼睛都直了。这些在哪找到的？就在前方20里，是沈大妮发现的，一大片呐。王大福听完描述，赶紧掐住自己的人中，他怕激动的晕过
过去，往西南方向走准没错呀，苍天大地都在帮助我们呀。王大福十分感激裴衍，他决定以后有啥问题要多问问裴衍的意见。这时，王小福拿着木棍敲起铁盘，各队小队长集合了，按人头分红薯了。小队长们听到集合声，一个个跑到王大福身边。红薯数量不多不少，按人头来分，正好1人1个，沈大高家除外。开玩笑，我可是算得好好的，可不能便宜了沈大高一家。不一会的功夫，基地已经弥漫出一阵阵烤红薯香甜味。沈乔来到自家阵地前，两个小家伙眼巴巴地蹲在火堆旁。裴衍拿着棍子正在翻红薯。曾祖母呢？曾祖母去捡石头了。裴炫直勾勾地盯着红薯，头也不抬地回答：捡石头干嘛？捡石头打火啊！可是曾祖母刚走，爹爹就将火攥着了。说起裴衍，裴炫一脸自豪：那你爹爹好厉害哟！沈乔非常夸张地掐着嗓子夸赞，听着他细细碎碎的夹子音，裴衍汗毛直立。沈大妮越来越不正常了。红薯烤好后，沈乔大大方方地拿了一个，也不嫌烫，剥了皮就吃。裴衍紧皱眉头望向沈乔，吃这么急也不怕烫，真以为我会抢他的吗？这时王氏揣着一兜石头过来了，哗啦啦一堆石头全倒在了地上。奶奶，这石头也太多了吧？你要打火，随便2块不就行了？哎呀，这石头光滑又好看，没忍住多捡了些。能有多好看？沈乔拿起一块石头端详了一炷香的时间，还在那端详，跟石化了似的。裴珠拐了拐裴炫，哥，娘呆呆的在看什么？难道石头上有花？不知道。裴炫很疑惑，但他答应过娘，不该问的绝不多问，得不到确切的答案。裴珠又跑过去问裴衍，爹，娘在看什么？裴衍抬头细细打量了沈乔一眼，对裴珠道：你自己去看看。好嘞。裴珠噔噔噔跑过去，娘，也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听到裴珠的话，沈乔嘿嘿一笑，将手中的石头放下。你爹让你看我干什么？他自己不会看吗？真没想到裴衍这个人表面上装的挺高冷，背地里让小孩子替他传话。沈乔乐呵呵地朝裴衍勾了勾手，干嘛？切，又开始装高冷，明明想跟我说话，这又装作一副被强迫的模样。你带着俩孩子在附近找树叶，就那种长条形状的，我有用。你找树叶干嘛？裴衍皱了皱眉头，直觉告诉他，沈大妮又要整事，让你去就去。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裴衍一堵，刚要开口反驳，两个小家伙催促他：爹爹快走了，听娘的准没错。望着手中的石头，沈乔想到之前看的一则视频，是贝爷荒野求生，用石头制作露水坑，通过蒸馏原理，利用昼夜巨大的温差蒸发出水蒸气。不一会，裴衍领着俩孩子捡树叶回来了。沈乔开始去找村长，让他组织大家一起挖坑。王大福不解地问道：挖坑干啥？沈乔神秘兮兮地问：想不想喝水？想，做梦都想。王大福咽了咽口水，觉得嗓子更干了。看到这些石头和树叶了吗？我准备利用它们弄出一些水来。瞎扯淡吧！王大福压根不信，不屑地歪了歪嘴，拄着拐杖就要走。村长，我没有扯淡，请你相信我，反正大家吃饱了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挖着玩了。行了，王大福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那2块哪待着去？你吃饱了，我可没吃饱。王大福走远了，沈乔无奈地叹口气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召集了全村的小孩子，和他一起挖坑，就当带着小孩子玩了。挖了些圆圆的大坑，将裴衍找来的树叶放在坑的表面，周围垒上一圈圈光滑的石头，这样一个简易的蒸汽水坑就做好了。等第2天的时候，蒸发产生的水蒸气会在冰凉的石头上凝结成水珠。收拾完毕，沈乔拍了拍手，对着一群孩子高喊：各回各家，各找各自的爹娘，明天一早咱就起来采集露水。好耶，好耶！小孩子很好哄，沈乔的话让他们欢呼跳跃。回到自家营地，发现裴远正在编蚂蚱。哇，你编的小蚂蚱好好看呀，就跟真的一样。沈乔忍不住开口夸赞，男人像没听见似的，连个眼神也没给他。裴炫和裴珠进来了，裴衍这才出声：小猪小炫过来。哇，爹爹在编小蚂蚱啊，真好看。裴衍笑了笑，将蚂蚱递过去，拿去玩吧。嘻嘻，拿，给你一个。沈乔接过，端详半天，突然问裴衍：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裴衍神色微动，沈大妮竟然会关心我的伤口，我看看。说着，沈乔就去扒他的胸口，裴衍擒住他的手腕，俊脸疼得涨红，语气不善：不用。切，矫情什么？该看的不该看我都看，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。沈乔收回被擒住的手，倒在一旁便睡着了。翌日，趁着太阳未出来，温度未升起之前，趁王氏出去方便的空，沈乔偷偷从空间拿出2盒牛奶，递给2个小家伙：快点喝，喝完盒子给我。他俩上次喝过，这次熟门熟路的将吸管拆开插了上去。喝完后，沈乔一脸凝重的交代：你俩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就连你们的爹也不行，否则娘会死的，知道吗？裴炫和裴珠
无比认真的点了点头。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就连爹也不会的。那就好。三人出了帐篷，过来检查露水收集装备，果然发现石头上有不少密密麻麻的水珠，就像冰冻的东西出了汗一样。裴珠激动的大叫。真的是水！小孩子们随着沈乔一起将石头上的水珠刮下来，不一会儿便刮了一小勺。王大福杵着拐杖在给小队长们开会，看到孩子捏着树叶叠成的勺子，小心翼翼地捧着，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这一看不打紧，眼珠子都瞪直了。哪里来的水？虽然水只有那么一小口，但不妨碍众人震惊。是裴炫他娘昨夜教我们挖坑收集的。孩子们的回答差点震惊的让王大福脚步不稳。我本以为沈大你挖坑放石头是闲着没事，没想到真能弄出来水，走去看看。王大福朝小队长们打了个手势，来到沈乔跟前。沈乔正小心翼翼地在收集水滴，不一会儿便汇集成了一口水。水虽然少，但对于长期见不到水的村民们来说，已经是不可多得的源泉了。竟然真的是水！众人唏嘘感叹。王大福有些懊悔，自己昨夜就不该不听沈大你的话，不然今天早上也能喝一口水，哪怕只是一小口。见王大福舔着干巴的嘴唇，沈乔将这口水递过去。村长尝尝。王大福一喜，仰脖子将水倒进嘴里，喝完意犹未尽的咂巴嘴。比王母娘娘的玉露琼浆还好喝，可惜只有一口。若找不到水源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增流取水，虽然少了点，但也不至于渴死。东方跃起一轮红日，大地洒满金辉。王大福组织大家赶路，有了这个采集露水的方法，大家仿佛有了退路，紧绷的内心也放松了不少。他明明是开门施粥的大善人，喝了粥的难民却把他打了一顿，只因连续施粥半个月的他，今天突然不施粥了。喝不到粥的难民顿时暴跳如雷，冲上去狠狠将他打倒在地。这天，王大福带领着大部队走走停停，途经一座县城时，发现城门口外挤满了逃荒过来的难民。王大福倒吸一口气，踮着脚尖望了望，这里怎么那么多人？这些难民手里捧着豁口的破碗，眼神焦急地看向前方，也有不少人拼命地往前挤。王大福拉住一个50-60岁的老妇人问：“请问前方为何那么多人？”前方是吴大善人在施粥，已经施了半个月了。你们从外地来的吧？快去领粥喝吧。老妇人说完，扬着手中的破碗冲进队伍。一听说有粥喝，众人纷纷炸开了锅，争前恐后的去排队。粥棚一共有3个，排了半个时辰，终于轮到了格玛村众人。他们每人领了一小口粥，在葫芦瓢里很不显眼，不过众人已经很满足了。逃荒快1个月，终于喝到大米熬的汤水，虽然米粒只有几克。这个时候，正一陈几级流风，一位40多岁、身穿青白色长袍的干瘦老头发话了：“各位，家中仓库的粮食一夜之间被人盗走，无法再继续吃粥了。吴某准备去外地购买粮食，请大家再熬上个1-2天。”此消息一出，犹如水星子蹦在了油锅里，在人群中炸得噼里啪啦响。不少难民布衣开始扯着嗓子骂人：“没粮，我呸！在这装啥好人呢？”对，说白了就是想让大家出钱买粮。他装模作样施粥半个月，以为赚够民心了，就不施粥了。干瘦老头被灾民团团围住，他们非要老头给个说法，甚至有的人向他扬起了拳头。生米恩，斗米仇。沈乔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转头对格玛村众人喊道：“乡亲们，想不想以后能喝到粥？想不想进城？”众人翻了个白眼，想了。真搞不懂沈大妮怎么能问出这么白痴的问题。沈乔指了指前方暴乱的人群：“吴大善人做了好事还被打，这些人将生米恩斗米仇展示得淋漓尽致，我们不能做这种无情无义之人。现在咱们抄家伙，将吴大善人救出来。”众人一听，纷纷有些退缩。沈乔见状，不免有些心寒。沈乔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吴大善人，他现在已经在考虑，宁愿将空间里的粮食放烂了，也不会拿出来分给这些人。这时，刘成和裴衍同时出列，手持木棍冲向前方。那些蠢蠢欲动的村民们抄起木棍，紧随其后。沈乔看了一眼王氏，说道：“奶奶，帮我看好2个孩子。”然后抄起2根木棍，将其中1根掷给张寡妇。张寡妇上。张寡妇脸色黑了黑，梗着脖子怒斥：“老娘才不上！你想冲锋陷阵，别拿老娘当垫背的。”沈乔冷嗤一声：“怪不得连我也打不过，就这老鼠的胆子，3脚猫的花架。”沈乔冲上去之前，最后那一眼要多不屑有多不屑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张寡妇气的脸上青白黑3色混合，牙齿咬得咯吱作响，五指用力握紧棍子，大跨步冲了上去。老娘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花架子！见孙女和张寡妇都冲了上去，王氏搓了搓手心，手有点痒怎么办？1刻钟后，暴乱的灾民被打趴下，吴大善人被刘成搀扶起来。多谢各位相救，吴某感激不尽。大善人菩萨心肠，施粥救济灾民，是我们感激不尽。这时，城门来了一群拿着刀枪剑戟的士兵，威风凛凛的一字排开。
守在城门口，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年轻男子，身披盔甲，手持大刀，凶神恶煞，缓缓走来。谁敢在城门口滋生暴乱，可杀勿论。其余试图反抗灾民们纷纷惊恐的后退，救了人的格玛村村民也吓得脸色惨白，一溜烟的全跑在王大福身后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王大福的脸色也惨白一片，摇摇欲坠，差点站立不稳。吴大善人看到马上的男子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往前一步抓住他的手。儿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老子爹差点交代在这，多亏了他们救了我呀！吴大善人哭诉完，指了指王大福身后的一众人。年轻男子利落地翻身下马，仅仅一个蹙眉，凌厉肃杀之气笼罩全身，来到王大福跟前，双手抱拳，多谢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王大福连连摆手，沈乔微微勾唇，上前一步，请问大人，此时城门打开，是否可以进城？进城？年轻男子皱了皱眉，县长大人早有命令，任何灾民不得进入城内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似是看出年轻男子的顾虑，沈乔脸上堆了堆笑。我们从南平县一路而来，遭遇鼠群过境，锅碗瓢盆、牲口牛羊全丢了，如今就想进城买些东西，好维持接下来的生活。半晌后，年轻男子终于开口：县长大人有令，任何灾民不得进入县内。看在你们救了我爹的份上，可以允许5人进入县内采购，天黑之前必须出来。那成啦，只要能入城买些生活所需的东西，接下来的逃荒生活便不用愁了。沈乔自告奋勇要进城，空间里还有250两银子梅花泥，我要进城买辆驴车，再买1口大缸。王大福指派他的儿子王小福、刘成、其他队的小队长一起进城。村里人7凑8拼，终于凑出来2两银子。进城后，沈乔本想买辆驴车的，但想到整个村子都没有牲口，就他买辆驴车，指不定到时候惹人眼红给他吃了。可若没有车，一家老小徒步行走，实在吃不消啊！算了，直接买辆板车吧，反正裴眼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让他在前面拉着，我在后面推吧。沈乔沿着街打听到东头的木匠家，花了100文买了辆板车拉着，又花了20文买了口大缸等生活用品。最后，沈乔将空间里的棉被拿出来，在地上摩擦2下，肉眼可见的脏了起来。他才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等会儿就说棉被是捡的，他们爱信不信。城内，吴大善人托人给蛤蟆村小分队队长送了5、6辆板车，每辆车上都有1大缸水，还有不少玉米大豆，唯独没有米。看来吴大善人家真的是没有米粮了。刚才在城门外，他倒没有说谎。城中的米粮贵得离谱，此次进城也只能买些生活用品了，粮食根本不是2两银子可以买到的。说完，便拉着板车往城门方向走去。刚出城门，蛤蟆村众人便迎了上来，看着满满当当几大缸水，一个个激动的狼嚎尖叫，争先恐后的将脖子探到缸边，恨不得扎进去。有不少人朝沈乔竖起大拇指，多亏了大妮啊，要不是你让我们冲上去救吴大善人，哪来的水喝，哪来的粮食吃？沈乔摆了摆手，非常谦虚，不管鞠躬，这是大家伙的功劳。顿了顿，他又严肃地打断众人的兴奋，大家别高兴得太早，咱们在城门外救了吴大善人，难免被那些灾民记恨，这些水是福也是祸，我们拉回去，万一路上被抢了也是麻烦。是啊，城门进不去，外面又围着那么多灾民，这么几大车水拉回去，只要其他灾民眼睛不瞎，都能看到。眼下就是缺口吃的喝的，若为了1口水，他们灭了整个村子也不稀奇。那怎么办？河边打的2桶水，却被女人卖了200两银子。这位大爷，清澈的水收吗？哎呦喂，姑奶奶啊，可别把水洒出来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灾荒年，这时节的1滴水可比油还贵。葛妈村的众人害怕在逃荒的过程中，水被其他难民抢了去，这才将水拿出来卖给逃荒的富户马队。当看到水的那一刹那，张员外激动地发出鸡叫声。水呀，竟然真的是水，还是如此清澈的水，许久没见到过了。城门不开，他们也进不去，即便他有钱有粮，他就是想喝口水也难于上青天。沈乔将刘成等人喊过来，由于刚经历的鼠群过境，让他历历在目。沈乔拿出喷洒酒精消毒，朝着他们挥舞了几下。看到沈乔神神叨叨的动作，刘成有点惊讶，难道沈大妮还会跳大神？疑惑中，沈乔已经开始跟张员外谈价格了。张员外，我们隔远点谈买卖就好，您看一下缸中的水，若确定没问题，咱们再商量价格如何？沈乔让刘成等人将大水缸从板车上一下。张员外看着几米开外的水缸，内心激动不已，却又不敢上前。这群陌生人戴着稀奇古怪的面罩，尤其是领头的女人，刚刚挥舞着手臂跳大神，越看越觉得古怪，我可不敢乱喝。见张员外等人皱眉不前，沈乔猜到此人小心谨慎，此人衣着不凡，即便是灾荒大旱年，身上穿的仍是绫罗绸缎，看
看来这是一个粗大腿，得紧紧抓住才是。沈乔微笑着摘下了口罩，一脸诚意的笑着解释：我们都是逃荒来的良民，因救了城内的吴大善人，获赠了几大缸水，我们喝不完，便想着卖给有需要的人。之所以戴着面巾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鼠群大翻身，生怕感染上时宜才防患于未然。顿了顿，又好心提醒道：劝张员外也让您的家人戴上面巾，许多事情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鼠群大过境的事，张员外自然听过，见对方好心提醒，不免多看了两眼。看他长得貌美端正，也不像是个坏人。随后对着沈乔问道：不知这位夫人打算将水价卖到多少？沈乔眼唇一笑：满满2大缸水，不知张员外是否吃得下？张员外想也没想，直接回答：吃得下，吃得下。他家仆人丫鬟一大堆，小妾孩子更是成群，这2大缸水就算省着点吃，也顶多撑个4、5天。见张员外不墨迹，沈乔更是豪爽直言：200两，只要碎银子，外加2担粮食，如何？什么2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张员外被惊得差点倒地。贵吗？张员外一家的命，难道不值200两？既然这样，那咱们无需耽误时间了。想要水的大有人在，尤其像你这样的富足商户，更是不缺银两。一个护院舔了舔干巴的嘴唇，小心翼翼地趴在张员外耳边：老爷，200两对于您来说不过是掉了个牛毛。眼下咱最缺的是水，这时节一滴水比油还贵，他这满2大缸已经够划算了。这张员外愣住，谁有多珍贵他自然知道，这时节哪怕有钱也难买到一滴水。想了想自家老娘跟孩子，张员外咬咬牙：200两成交。张员外就是爽快。沈乔乐得眉眼弯弯，好心提醒张员外一句：逃荒路上多加防护，水烧开再喝。沈乔接过沉甸甸的200两，刘成几人负责将粮食抬上板车拉了回去。张员外怕生变故，便马不停蹄地赶路了，一刻也不敢耽搁。当沈乔将白花花的200两碎银子交到王大福手中时，他激动得咯咯2声，抽了2下，直直地晕了过去。快掐人中，快掐人中！众人合力掐了好一会儿，王大福才悠悠醒来，双手颤抖地抚摸着白花花的碎银子，激动得老泪盈眶。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摸一摸，今生死而无憾了。不止王大福激动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们也激动得嗷嗷叫：200两啊！辛苦劳作10几年，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么多。相比众人的激动，沈乔却很淡定，他在王大福跟前蹲下：村长，200两银子，咱们村子男女老幼总共50口人，按人头来分，每人可得4两银子，请村长帮忙分一下吧。听到分银子，每个人脸上挂着喜滋滋的笑，只有沈大高一家铁青着一张脸。赵莲花气冲冲地来到王大福跟前，高声叫道：村长，大家都有银子分，凭什么没有我家的？看到赵莲花蛮横不讲理的模样，王大福就厌烦：你家跟我们不在一股绳上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村长，我愿意将家中的米粮上交，这银子您多少得分给我们点。嘿嘿，反正米粮没剩多少了，吃了这顿就没了。王大福又不是傻子，焉能不知赵莲花打的啥主意？王大福起身要走，却被赵莲花薅住裤脚，他趴在地上苦苦哀求：村长呀，你不能那么狠心，我们一家老小粮食快吃完了，你不能一个子儿也不分给我们呀。起开，起开！王大福一脚踹开他，杵着拐棍走远了。村民们围在一起，对赵莲花指指点点：嘿破，真不要脸！鼠群打过境时，让他交点米粮渡过难关，他死活不愿意，现在怎么有脸找村长分银子？就是，找食物的时候他们不去，救吴大善人时，那2个大男人躲在一旁看好戏。进城采买时，他家一个铜板子都不出，怎么好意思张着嘴等乌鸦往他嘴里了？就是，从没见过赵莲花这么恶心的人，呕吐了。一人一口唾沫星子，丝毫不留情面。超莲花和沈雪的脸色犹如调色盘，青一阵白一阵。沈大高父子缩手缩脚蹲在不远处，却不敢上前帮忙。赵莲花看到他俩这怂样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前拧住沈大高的耳朵：都是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看老娘吃瘪也不知道帮忙。赵莲花当着众多灾民的面，就着自家男人的耳朵打骂。沈大高顿时怒了，砰的一巴掌甩过去，骂道：都怪你这个蠢妇，早交粮，大家一起吃，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老子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。赵莲花被打懵了，似乎没有料到沈大高竟然敢打他，捂着红肿的脸颊，狠狠瞪着沈大高：你个杀千刀的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，老子还用跟你商量？沈大高抡圆了胳膊，照着他的另一边脸呼了过去。赵莲花一巴掌被扇懵，2巴掌被扇醒，张牙舞爪的冲着沈大高挠了过去。你个没用的废物，你敢扇老娘？若不是我，你能当上铺子的伙计？于是2人互撕了起来，你扇我一巴掌，我挠你一爪子，场面
面激烈。王大福对于村里互殴对撕的戏码已经见怪不怪，等两人互殴够了才出声。行了行了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不要以为你俩胡思演场戏，本村长就会同情你们，再吵吵嚷嚷就滚出逃荒队，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王大福不耐烦地说：“梆子！”蛤蟆村的老少爷们、姑娘媳妇们集合了。他将一根竹子弯曲90度，再往两端绑上一根线条，配上一支锋利的箭矢，这样一把威力巨大的打猎利器就做好了。这天，葛妈村众人叽叽喳喳排队集合，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捂着兜里的银子。王大福顺了顺胸口的闷气，对众人低声训斥：“就不能安静点，一个个将身上的东西捂得那么紧，生怕引起不了其他灾民的注意。此地无银300两，懂不懂？”众人听了村长的训话，纷纷闭了嘴，只有赵莲花红肿着一张猪头脸叫嚣：“村长想让我们闭嘴，须得公平做事。银子和粮食没我们的份就算了，水也没我们的份，这不公平。”就是。沈小高双手叉腰，跟赵莲花一模一样。王大福闭上眼，沉思片刻，猛地睁开眼，问沈大高：“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”沈大高摸了摸脸上一道一道的印子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村长，我们也是村里的一员，怎么什么都没我们的份？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！沈大高脸色讪讪，话刚说完就垂下了头。谁知王大福失望的摇摇头，面沉如水：“从今日起，你们一家不再是村里的一员，即日起赶出逃荒队。”随后指派了几个小队长，语气强硬的发号施令：“你还有你，将他们一家绑起来，嘴堵上，剩的4颗老鼠屎坏了一大锅汤，全村50口人还要活命逃荒。”赵莲花竟然大声威胁我，真当我这个村长是吃素的。沈雪听说要被堵上嘴绑起来，还要赶出逃荒队，扑通跪在沈乔跟前：“姐姐，我们知错了，求你不要让村长赶我们走，村长最听你的话了，你求情啊！”沈乔听完，气得一脚蹬了过去。什么叫村长最听我的话了？这不明晃晃的说明将他们一家赶出队是我向村长出的主意吗？赶紧拖下去，把嘴堵上。刘成带领着几个小队长，动作迅速的将他们一家人绑了起来。娘，你救救儿子娘！沈大高眼泪汪汪的看向王氏，嘴里发出凄惨的祈求声。王氏狠心的别过头，眼泪啪嗒啪嗒直掉。他不敢回头，他怕回头就会心疼。自从娶了赵莲花，我这个儿子就已经废了，求助无望，就连自己的老娘也很心不管自己。沈大高腿一软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完了，这次村长来真的了。说完，沈大高被堵上了嘴，说不出话。他仰头乞怜地看着王大福，眼神闪过一丝后悔。王大福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，挪了挪手中的拐杖：“早干嘛去了？一个大老爷们被一个蠢妇牵着鼻子走，我警告过多少次，给过多少次机会？”言罢，手中的拐杖狠狠往地上一戳，中气十足地发号施令：“把这些糟心玩意儿给我赶走，咱们也离这几颗老鼠屎远点，省得被他们啃的骨头渣子也不剩。”沈雪和赵莲花堵得嘴也不消停，使劲的挣扎，嗓子发出呜的求救声。王大福眼神一凛，怒斥：“把他俩打晕，拖走！”砰砰两下，赵莲花和沈雪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身强力壮的小队长们抬着晕倒的两人，薅着沈大高父子衣领，将他们拖到了5里之外。他们最终心软，将沈小高身上的绳子松了松后，扔下一些粮食和水，便离开了。只是心软是致命的弱点。沈小高帮沈大高解掉身上的绳子后，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：“爹，这夜深人静的，我有点怕，咱快点走吧。”沈大高拽出口中的破抹布，干呕了2声，骂骂咧咧说道：“遭人瘟的王大福，老子诅咒他不得好嘎！还有你奶奶和大姐，一个个心狠如蛇蝎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娘和女儿？”沈小高害怕，是一刻也不想在这地方待，忙催促道：“爹，咱们抬着娘和妹妹赶快离开这儿吧，免得其他流民过来抢咱手中的粮食和水。”你哪来的粮食和水？沈大高不解，吴大善人送的水，他可是一口都没捞着。他们临走前给我松了绳子，扔了些食物和水。爹，村长还是想着咱们呢，要不然咱们追上去，诚心认错。沈大高听完，一巴掌打了过去。啊，爹，你打我干嘛？沈小刚捂着头蹲在地上吃痛大叫，以为给点吃的就想打发我，老子偏要将他得了银两的事弄得人尽皆知，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都别好。沈大高眼中的阴鸷狠厉，生生吓了沈小高一跳。行了，发什么呆？快点将你娘和妹妹拖走，找个安全的地方掐人中。还有呀，那个什么宋秀才，听说他也往西南方向去，咱们顺着路找找，看能不能跟他会合。自宋青雨被王大福拒绝加入蛤蟆村逃荒队后，他凭借自己的才学知识，忽悠着一帮流民以他为首是瞻。沈大高此举便想着投靠宋青雨。另一边，王大福带领众人顺利的进了山，并找到一个天然的山洞。能找到这样一个临时住所，又有粮食吃，众人非常满足。大半个月没好好的吃顿大米熬的粥了。沈乔熬的粥又多又厚，生怕家人吃不饱似的。妮儿，省着点吃，这可是4、5天的量，你这
一下子全倒光了，后面咋办啊？奶奶，咱敞开肚皮吃个饱，这大山里全是宝，说不定明日能猎到肉吃呢。裴衍目光悠悠地看着沈乔，你怎么知道明日能猎到猎物？我不知道呀。沈乔无辜地扑闪了2下大眼睛，看向裴衍时又露出一抹狡黠的笑。这不是有你吗？听说你是村子里的打猎高手，明日你喊着刘成他们进山，一定能猎到猎物，我看好你哦。这男人伤好的这么快，不能让他一天到晚吃白饭，正好我想吃肉了。粥熬得差不多了，沈乔率先盛了1碗递给王氏，又盛了2碗给小家伙们，最后给自己盛了1碗，一边吹着碗中的热气，一边眉眼弯弯的笑。不干活的人是没有饭吃的哦，想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就要用双手去挣，吃白食会让人瞧不起的。无视沈乔的阴阳怪气，裴衍唇角微勾，自顾自地盛了1碗粥，非常不客气地喝了起来。喝完后转身就出去了。难不成裴衍被我的话刺激到了，大晚上的要去寻找猎物？沈乔伸长脖子往外看，当看到裴衍跟刘成附耳说了些什么后，就见刘成激动地站起来，搓了搓手，走，今晚露2手，好久没打猎了，手有点痒。刘成激动地拉着裴衍就往外赶，却被他拦下。你想徒手战大虫，别做梦了，做点打猎用的器具，明日一早用。成，还是裴兄弟想得周到。沈乔竖起耳朵听了许久，也没听见裴衍说了啥，索性便躺下睡觉了。山洞里人多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迷迷糊糊间，耳边传来刷刷刷削东西的声音。沈乔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恰巧看到裴衍的侧脸，暗影下，裴衍正认真地做着一把简易弓箭。这是用竹子制作的长剑托管弓箭吗？裴衍手中的动作一顿，看向沈乔时，眼尾微挑。你懂这个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沈乔连连摆手，就是在书上看到过这种长剑的制作方法。这种长剑托管弓箭，沈乔曾在视频上刷到过。你平常进山打猎都是用这种剑吗？裴衍没有回答，甚至连个多余的眼神也没有给沈乔，认真地制作着手中的弓箭。沈乔撇了撇嘴，自讨了个没趣，索性往地上一躺，呼呼大睡起来。女人正在惩罚做了错事的孩子，而男人却说他这是在虐待小孩，一个劲地指着女人破口大骂。忍无可忍的女人决定不再惯着他，抡起拳头就是干。这天一早，山洞里开始闹哄哄，各种杂乱的声音交织着耳边。沈乔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眼，想睡个懒觉真难，早知道昨夜就躲到空间睡了，跟着一群人瞎受罪干嘛？刘成兴冲冲来到裴衍面前，歪着大拇指往山洞外指了指。裴兄弟，长剑做好了没？做好了，咱去猎2只。走吧。裴衍捞起做好的长剑，大步阔斧冲在前头。刘成等人兴冲冲地跟上。小炫、小猪，你俩跟着曾祖母，我也去山上转转。眼看着裴衍等人出去了，沈乔有些心痒，也想到山上转转。裴炫听到沈乔的喊声，放下手中的碗，噔噔噔跑到他跟前。你去哪？去山上转转呀。你爹的伤还没好，我有点不放心。沈乔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，谁知裴衍捏了捏衣角，忽然抬头。娘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山上太危险，你和妹妹还有曾祖母在这里乖乖等着娘。说完，捞起一把镰刀就走了。沈乔出来后，并没有去找裴衍，而是想躲进空间洗个澡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吓了沈乔一跳。娘，你去哪里？过来的人正是裴炫。你怎么跟上来了？沈乔当即板起，脸色训斥。你曾祖母若是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？裴炫垂下了头，没有狡辩，也没有反驳。见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沈乔气得心绞痛。娘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山里那么危险，你怎么能不吱声就偷偷尾随过来？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真是气死他了。熊孩子可爱的时候是真可爱，气人的时候能要你命的那种。娘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娘，不要打我。沈乔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。你认错倒挺快，就是不知心里怎么想的。若你下次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娘以后都不理你了。裴炫吓得小脸煞白，声音有些发颤。娘，我以后再也不独自去危险的地方了。呜呜呜，娘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跟着娘，想单独和你在一起。呜呜呜。小家伙哭得伤心，沈乔有些于心不忍。若你还有下次，我就直接竹笋炒肉。看在小家伙认错态度良好，沈乔也没打算一纸白帘子，但该有的惩罚不能少。给我当1个月的洗碗工。荣获洗碗工的称号，裴炫非常欢喜。只要娘能原谅我，哪怕让我洗1年的碗也愿意。沈乔看了裴炫一眼，也没心思打猎了，他怕王氏着急，索性带着小家伙回去。裴炫小心翼翼地看了沈乔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磨磨唧唧。
娘，我尾随你而来的是妹妹，也知道，我让她告诉曾祖母，我跟你出去了，曾祖母不会着急的。沈乔气得脚步趔趄，差点摔倒。你们兄妹俩竟然是同谋，好啊！这两个熊孩子，一个放风，一个真操实练，大胆的往山上跑，不教育是不行了。沈乔一言不发，握着拳头就往山洞里赶。裴炫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跳，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忍不娘了。沈乔走得飞快，小家伙差点跟不上。另一边，刘成一行人合力击倒了一头大野猪。裴衍收起打猎的物件，立马招呼其余两人。血腥味太重，容易引来其他的东西，咱们得赶快出去。也是，咱得赶快走。众人连忙抬起野猪，兴奋地往山洞走去。山洞内，沈乔直接让两个小家伙面着山洞的墙壁死过。裴衍一行人回来时，哗啦啦几十口人全围了上去。王大福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刘成的媳妇崔娘围了上去，担忧地打量了几眼，心疼得直落泪。瞧你一身的血，受伤了吧？刘成白了他一眼，趁人不注意朝他脸上拍了2把。傻媳妇，我身上是猪血，就我这身体壮得跟头牛似的，哪能轻易受伤？崔娘破涕为笑，没受伤就好。你哪次进山，我都担心的吃不下喝不下。沈乔也拿着一个手帕走了过来，快将你脸上的血擦擦吧，别吓到孩子。裴远抬眸，发现沈乔正眉眼弯弯地看着自己，裴远垂着眼接过，眼神里晦涩不明。沈大妮这是关心我吗？难不成真的转性，想跟我好好过日子了？一时间，裴远有些迷茫，擦了半晌后，眼神逐渐清明。若沈大妮不作妖，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咦，孩子们呢？目光搜寻了好一会儿，注意到裴炫、裴珠并排面对着墙壁，裴眼眸孔一缩。你们2个在干嘛？2个小家伙头也没回，沈乔直接回答：我在罚他们2个面壁思过，没有半个时辰不许离开。沈大年，你凭什么罚我的孩子？裴眼丢下手中的帕子，冷冷地盯着沈乔，怒吼道：这又是你处罚孩子的新法子吗？这沈大妮劣迹斑斑，亏我以为变好了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本性。或许是裴眼的声音太大，吓得裴珠放声大哭。沈乔上前去哄，却被裴眼一把推开，大吼道：你又要打他是不是？滚出去！裴珠哭得更大声了，裴眼急忙放柔声音去哄。小猪不哭，他打你了没有？不要怕，告诉爹爹。哇，爹爹坏，爹爹吼娘，呜呜，不要爹爹了，凶巴巴，呜呜。小猪乖，爹爹知错了。裴眼将小丫头抱在怀里哄，小丫头拼命地扭着身子。我不要爹爹，我做错了事就该受惩罚，呜呜，娘惩罚的对。裴眼一愣，任由孩子从怀里挣脱。他竟然说要娘不要爹，那个女人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受了罚还为他说话。看着俩孩子乖乖立在洞壁思过，裴眼心脏一阵阵揪痛。裴炫，我问你，他有没有殴打你们？威逼利诱让你们臣服于他？裴炫摇了摇头，非常认真地回答：没有，我做错了事，娘罚我是应该的。你裴眼觉得不可思议，抬眸与沈乔四目相对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对孩子威逼利诱？为何罚了他们还要为你说话？哈哈，沈乔冷笑，毫不畏惧地对上他的眼神。裴眼一怔，心中的疑惑逐渐清明。此刻他开始相信，眼前这个人绝不是沈大妮。裴眼垂眸，低声道：算了，问你也是白问。算了，你算了，我可不能散。沈乔冷笑着：那你想干什么？我都已经不追究了，沈大妮还想怎样？呵，裴眼，我觉得我好悲哀。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当牛做马伺候儿女，就连你也是细心照料，可你们就是不相信我。纵然我做得再好，也无济于事。裴眼突然觉得心头一痛。我从未让你照顾过我，我说过，你愿意当我的妻子便当，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无尽的悲哀从心头划过，沈乔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他绝不会惯着这个男人。呵呵呵，他冷笑一声，握紧拳头朝着渣男砸去。裴眼直愣愣地看着这个女人，感受到她一身的怒火正在燃烧。你的孩子，那也是我的孩子，犯了错就要认罚，轮得到你在这儿当胜负。沈乔又挥起一拳，裴眼伸手去打，一次打不中，他便手脚并用，没一会儿，裴眼便有些招架不住了。他双手交叉护在胸前，震撼已不足以形容他的内心。女人为了嫁给他，不但和亲生父亲断绝了关系，还一心一意地帮他照顾一家老小，而男人却对他冷眼相待，就连自己的儿子都对他爱搭不理。伤心欲绝的他决定和他们分道扬镳。你以为我愿意当你的妻子啊？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渣男人。你每次一进山就待个10天半个月，你管过孩子吗？孩子头上长满虱子，你管过吗？老娘这就走，写不了休书那咱就和离，我不伺候啊！你们一家爱咋的咋的吧。沈乔一个回旋踢，踢中胸口受伤的位置，一连倒退了好几步，口中的心田差点涌出来。爹！2个小家伙凄厉的哭喊大叫，引起了洞外看猪的众人。哎呀，这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？王师率先冲了进来，身后呼啦啦跟了一群人。裴眼紧紧咬着牙关，实在没忍住，噗的吐出一口鲜血。啊，天哪，怎么流血了？是沈大妮打的。哎呀，怎么又罚孩子打丈夫的？亏我以为他变好了呢，怎么又回到了以前的行径？王氏插着腰冲众人厉声呵斥：你们都闭嘴！我家大妮就是
是变好了，肯定是裴衍做错了事，不然我家大妮是不会动手的。众人撇了撇嘴，直摇头。沈大妮是你孙女，你当然向着她说话了。你看看裴衍都被打出血了。裴衍刚带领大家猎了野猪、野鸡、野兔子，他们自然要向着他说话。裴衍定定地看着沈乔，浑然不顾嘴角的鲜血。从前这个女人也骂我一无是处，我从不放在心上，可这次为何心脏隐隐作痛？你到底是谁？低沉的嗓音夹杂着隐忍。你管我是谁？老娘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沈乔是也。沈乔气得胸口发疼，索性将自己的名字一股脑说了出来。怎么样？我摊牌了，我不是沈大妮，要杀要剐，我绝不会悉听尊便，我会躲进空间乐得悠闲。王氏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沈乔的脑袋，没被气傻，还知道自己叫沈乔呢。哎，这个名字从生下来就没人叫过，我一直大妮大妮的喊你，还以为你忘记这个名字了呢。啥？原生还有一个名字，就叫沈乔吗？沈乔傻眼了，他顺着记忆才想起来，村子里大多数孩子取了名字都不叫，都是喊昵称。这样也好，省得我将名字改来改去了。沈乔冷冷地看向裴衍，吐字如冰。咱们和离吧，我会带着奶奶离开逃荒队。裴衍没有回答，俩孩子大哭着抱住他的腿。娘，你不要跟爹分开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错了，不该独自进山。呜呜呜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呜呜呜，走开，我不是你们的娘。沈乔咬了咬牙，狠心推开俩孩子。你呀，你不能和离呀，咱也不能离开逃荒队呀。刚推开俩孩子，王氏又哭着抱住他的大腿，跌坐在地上。山洞内顿时哭声一片，尤其是两个小家伙更为伤心。娘，爹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生气了。你要是有气就打我吧。呜呜呜，我才不会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生气呢。我也犯不着跟他生气。你们两个以后好好跟着你们的爹。沈乔转身来到板车旁，往里面掏了掏，掏出一张白纸和一支奇形怪状的笔，刷刷刷，在上面写下“和离书”3个字。裴炫把腿跟了上去，定定地看着沈乔手里的纸笔。娘，这是什么？和离书。裴珠和王氏抱在一起，听到“和离书”3个字，哭得更大声了。你呀，不能和离呀，这天再慌乱的，和离了你一个女人没法活呀。沈乔不为所动。和离之后我没法活，简直是笑话。我有空间在手，万事不愁。裴炫和裴珠再次抱住他的大腿，哭声嘹亮。沈乔一个头两个大，村民们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又开始指责沈乔。裴相公多好的人呀，他天天闹着要和离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准是又想着那个宋秀才，八成想趁机跟他跑。王氏被这些人气得一蹦3尺高，扯着嗓门骂起来：你们一个二个少污蔑我家妮儿的名声，信不信老娘将你们的头打开花？众人对王氏还是有许多惧意的，吓得纷纷闭了嘴。沈乔将和离书掸了掸，直接拿到裴衍跟前，签了吧。看他真写了和离书，裴衍突然一愣。不管是以前的沈大妮还是现在的沈乔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想要和离。可他明明知道我在父亲面前发过誓，此生不得以任何理由休妻。你明明知道父亲不让我以任何理由休了你。哈哈，沈乔低潮的冷笑，指着白纸上的3个大字：你看看清楚，这是和离书。你不会不认识字儿吧？这可不是休书，你也不算违背誓言。你好，我签。裴衍捂着剧痛的胸口，接过沈乔递过来的笔，他说不上来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感受，很复杂，很惆怅。和离我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啊，为何胸口如此闷痛？一定是舍不得孩子，对，我就是舍不得孩子伤心，看不得孩子落泪的样子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娘，不要啊！裴炫急得直跳脚。爹，你快认错，快说你误会了娘，我和妹妹本就做错了事，娘只是罚我们面壁思过。爹，真的是你误会了，娘，爹他可能太累了，误会了你不要跟爹一般见识啊。爹，真的是我不听话，偷偷溜进山，还让妹妹帮我打掩护，娘这才罚我们面壁思过的。爹，你快认个错。裴炫急得两头跑，奈何两人僵持着，丝毫不相让。沈乔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，不耐烦的看向裴衍，快点签，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似的。娘，不要跟爹和离。裴炫抱着沈乔的腿，死活不松开。突然，整个人开始摇摇晃晃起来。裴炫身子发软，倒在地上，四肢不停的抽搐着。小炫，沈乔急忙扶住裴炫。裴衍心头涌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他着急的神情不似作假，眼神里的关心丝毫不输于我。这样的女人，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处罚2个孩子吧？裴炫的小脸红得厉害。沈乔将手贴了上去，发现额头烫得灼人，掀了掀他的眼皮，发现结膜充血。突然，一股不好的预感萦绕在心头。这种情景似曾相识啊！我在
视频里看过，好像是鼠疫。裴衍上前，从沈乔怀里抱过小炫，将两指悄悄地探在脉搏上，骤然毛孔一缩，冲着围上来的村民大喊：“大家都离远一点！”村民们不是傻子，结合之前的数情报过境，大约猜到了小炫的情况，纷纷捂住口鼻，一哄而散。难不成是鼠疫？天哪！遭天门老天爷不让人活呀！我们是不是也被传染了？若是鼠疫，咱们岂不是只有等死的份？众人一个个愁眉苦脸，顿时觉得外面的大野猪也不香了。王大福杵着拐杖，大声训斥：“一个个瞎议论什么呢？没有定论的死别资格吓着资格。现在开始退猪毛，杀猪吃肉，就算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”洞内，裴珠哇的大声哭起来：“娘，哥哥是不是要嘎了？”沈乔还未起身，裴珠就扑进了他怀里。王氏立在一旁，担忧的看着他：“你别提和离的事儿了，你看都吓着孩子了。”裴炫突然晕倒，王氏没往鼠疫这茬想，下意识的以为孩子是吓到了。这时裴炫猛地坐起身，煞白着一张小脸，眼神空洞的看向前方哭泣：“娘骗人，你明明答应过小炫会好好跟爹过日子的。”娘不骗人，小炫乖，娘会和你们在一起，不会离开你和妹妹的。你发誓，你发誓。裴炫泪眼婆娑，柔软的小手摇晃着沈乔的手臂。好，我发誓不会离开你和妹妹，也不许离开爹，更不许跟爹和离。我。沈乔有些犹豫，对上裴炫满含期待又挂着泪珠的眼睛，只好违心道：“行，娘答应你。”裴炫渐渐停止了哭泣，满脸泪痕的看向裴衍：“爹，你再误会娘，我和妹妹就跟着娘一起走，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。”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，竟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。爹，你说话啊！裴衍急忙答应。好，爹爹答应你。他正愁没台阶下呢，正好儿子给了，将手中的和离书偷偷藏在身后，趁着他们不注意塞进袖子里。小孩发烧50度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村民们不仅没有上前帮忙，反而避而远之，还有的人提议要将他抓出去隔离，只因小孩很可能感染了鼠疫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在古代，一旦传染上鼠疫，就可以提前开席了。这时，王氏嗷喊了一嗓子，抱着裴珠惊慌失措来到沈乔跟前：“你小猪也发烧了？”什么？裴珠的症状似乎比较严重，猛然起热，浑身寒战发抖。这和视频上描述的鼠疫症状十分相似。裴衍眉头蹙得紧紧的，两指搭在裴珠的脉搏上，脚底一股寒气直窜头顶，仿佛全身的血液逆行倒流。我带他俩先隔离起来，你去找村长看看村里的孩子有没有起热的，让全村人全部撤退10米开外。裴衍吩咐了沈乔一句，拉着孩子就要走。我带孩子隔离。不行。裴衍的眸色有些沉痛，他的儿子女儿这副模样，比捅了他的心窝还要难受。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会医术，你想法子去找治疗疫症的药。我带着俩孩子隔离到另外一个山洞。好。裴衍的手松了松，任由沈乔将2个孩子抱走。孩子就拜托你了。想到2个孩子可能染上10疫，他的手在不停的发抖。裴衍强忍着难过，喊来王大福：“村长，吃过午饭召集大家，若有身体不是高热的，尽早找山洞隔离起来，尤其是孩子，一定要多注意观察。”真的是10疫吗？王大福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吩咐自己的儿子：“快将野猪杀了，按人头分，分完之后召几个小队长集合，若出现高热呕吐的，找山洞隔离。”王大福杵着拐杖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他们刚进山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，真是老天爷不睁眼！好不容易猎了头野猪，本想美美的饱餐一顿，却发生了这遭天文的事。沈乔夹着俩孩子就往外跑，他记得山里有棵榆钱树，树的前方有个小山洞，正是隔离的好地方。突然，后面传来王氏的呼喊声：“你等等我，奶奶帮你一起照顾孩子。”沈乔顿住脚步，将2个孩子靠树放下，朝王氏摆出禁止的手势：“奶奶先别过来，我害怕是10疫，你现在还没有症状，也不知是否在潜伏期，但咱们该预防的要预防。”哎呀，这个时候还讲究这些干什么？俩孩子病成这样，我的这个心窝火急火燎的。王氏根本听不进去，皱着眉头，急得直跺脚。沈乔从袖子里掏啊掏，掏出2张口罩，自己戴上一个，另一个递给王氏：“奶奶戴上这个，可以预防10疫。”王氏目瞪口呆的接过口罩，乖乖听话的戴上。奶奶，2个孩子我一个人照顾可以，为避免传染，奶奶还是不要跟上。对了，沈乔指了指脸上的口罩，我还放了500只这种面罩，你回去后拿给村长，让他发给村民们戴上。交代完毕，沈乔夹起2个孩子飞奔，来到榆钱树下。沈乔往前方瞟了2眼，一头扎进了山洞，连忙放下孩子，从空间把药箱拿了出来。退烧药，退烧药。沈乔扒开药柜，翻腾了几遍，终于找到了布洛芬玄液，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喂俩孩子喝下。俩孩子喝了药后，躺地上昏昏欲睡。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裴衍追了上来。裴衍进来后，直接跨步来到2个孩子跟前，伸出2指探上脉搏。
退烧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施针，小猪是怎么退烧的？目光炯炯地看向沈乔，问：他俩退烧了？这个沈乔压住心虚，仅仅一瞬恢复自然神情。曾在书上看到过退烧的药草，刚在山里薅了点，给他俩喂下便退烧了。什么样的草药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连草药都不记得，竟敢喂孩子吃下？裴衍怀疑地睨了沈乔一眼，继续将两指搭在孩子脉搏上。虽退了烧，但脉微欲绝，皮肤红肿热痛，病毒与正气相搏，出现热毒过血成瘀的症状。沈乔一脸懵，中医的专业名词他一句也听不懂。你可有方法治疗？有些复杂。裴衍沙哑着嗓子吐出4个字后，便颓废地垂下了头，神情疲惫。先别泄气。沈乔安慰了2句，从袖子里掏出几张纸，递给裴衍。我这有几张药方，你看是否能治疗此次失忆？药方是他在空间里用手机搜索查到的。裴衍接过扫了2眼，越看眼睛睁得越大，也越来越不可思议。生石膏、水牛角、生地、丹皮、淡竹叶连翘、麦冬。裴衍眯了眯眼，重新打量着沈乔，内心的震撼已不足以用语言形容。你在哪里弄来的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当务之急不是将俩孩子治好吗？有这闲工夫问东问西，还不赶紧去山里找药材？沈乔烦得很，他冒着暴露空间的危险将药方拿出来。这个渣男人还问东问西，真的是一刻也不想跟他相处下去了。还有那些村民们，一个个的吃了我的东西还要指责我，真当我是圣母玛利亚呀？等裴衍找到药材喂2个小家伙吃下，我就留下一纸书信，偷偷带着王氏和2个小家伙先一步跑路去蜀地。裴衍走后，沈乔催动意念，将2个孩子拉进空间，将他们放在席莫西的软床上，冲了些补盐液，用滴管滴进2个小家伙的嘴巴里，瞅着嘴巴红润了些。沈乔再次拿出额温枪量了量，37.6，终于退了，希望不要再起烧。说完便走去厨房，准备熬点青菜瘦肉粥给2个小家伙吃。这时裴炫睁开了眼睛，这是哪里？还有身上的床怎么那么软？我是死了吗？这里是西天还是地狱？应该不是地狱吧？地狱的床不应该那么软。嗨嗨，身旁传来2声低微的咳嗽，裴炫低头望去，惊呼：小猪，你也死了吗？裴猪被喊醒，揉了揉酸痛的眼睛，觉得嗓子口火辣辣的疼，张了张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呜，我俩都死了，再也见不到爹娘了。这里是西天还是地狱呀？听到哥哥的哭声，裴猪张了张嘴巴，无声哭泣。当发现4周的异样后，连滚带爬的躲进裴炫身后。尽管裴炫怕得要死，还是尽量做出小大人的模样。不哭了，哥哥保护你。不管这里是地狱还是西天，总之比山洞里好。沈乔听到哭声，立马放下手中的锅铲，冲了进来。乖乖，这2个小家伙怎么醒了？粥还没熬好呢。小猪小炫，沈乔将2个小家伙揽进怀里，挡住视线，催动意念出了空间。听到熟悉的喊声，2个小家伙抬头，不可思议地喊了声：娘，你也死了吗？沈乔一愣，嗔笑着：瞎说什么呢？咱们都活得好好的，什么死不死的？别说这话不吉利。可是娘，我们待的地方好奇怪，不是地狱吗？裴炫扬起小脸，开始打量4周。当看到熟悉的山洞岩壁时，伸出白嫩嫩的小手揉揉眼睛，睁开。烧糊涂了吧？都出现幻觉了。沈乔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发现没那么烫了，心里的大石头砰地落下。应该是吧？裴炫觉得迷惑，挠了挠头，看向裴猪，发现他也在挠头。你俩饿了吧？2个小家伙齐齐点头，肚子里咕噜噜发出响声。那你俩乖乖在山洞等我，我去找点吃的，记得不许乱跑。娘，我俩绝不会乱跑，保证以后乖乖听话。自从裴炫尾随沈乔进山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以后，他俩现在不敢不听指令乱跑了。这个村子人均寿命100岁，却在这天全部倒下了。不管是上至100岁的大妈，还是下至6岁的幼童，无一例外，只因他们都传染上了一种当地无法治愈的疾病。看着村民们一个个的倒下，村长王大福颓废地坐在洞外的石头上，灰白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拉碴，叹息一声接着一声。而沈乔这边，2个小家伙再次起热，沈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突然，刘成和王小福2人很是焦急，朝洞口大喊：大妮儿，你奶奶要见你，她快不行了。啥？奶奶不行了？沈乔扔下手里的额温枪，立马跑出洞口。王氏半昏半迷的躺在担架上，浑身蜷缩在一起，抖得厉害。妮儿，我的妮儿。沈乔的鼻子酸得厉害，眼泪忍不住啪嗒啪嗒直落。刘成叹了口气说道：村子里大半的人都倒下了，就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还强撑着，老人也走了几个，也不知王奶奶能否撑过去。王小福顺着话茬接下去：老人家就想见你一面，否则会嘎不瞑目。我们便碎了他的愿，送到你这儿来，好好陪他说说话吧。说完便一前一后离开了山洞。沈乔立马将王氏抱回了山洞，给他喂了退烧药，又将做好的皮蛋瘦肉粥从空间端出来，浓郁的香气立马覆盖了整个山洞。王氏和2个小家伙闻到香味，立马醒了过来。妮儿，这黑乎乎的东西是啥？还怪香呢。王氏的眼珠
珠子直溜溜地看着，这粥黑乎乎的，香得厉害。这个是皮蛋瘦肉粥，这个皮蛋呢是我在山里找的，我也没见过这黑乎乎的蛋，干脆叫它皮蛋。尝了一口，味道不错，我就放在粥里了。对了，瘦肉是村长送来的野猪肉，也是香得厉害。娘，我要吃。裴珠饿坏了，眼巴巴瞅着那锅黑乎乎的东西。沈乔满心欢喜地盛了一碗递给他，裴珠尝了一口，大呼好吃，然后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，个个都狼吞虎咽起来。能吃得下东西说明是好事啊，应该差不多要退烧了。可是等他们喝完粥后，一个个又昏沉沉地躺下了。沈乔摸了摸他们的额头，只感觉手心火辣辣的热。哎呀，又烧起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突然身体打了个寒战，后背的汗毛直立竖起。沈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连忙给自己测了一下体温，没发烧啊，可为何头脑昏昏沉沉的，四肢酸痛的厉害，提不起丁点力气。说话间，沈乔的意识逐渐模糊，突然眼前一黑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。你没事吧？耳边传来男人急切的声音。缓过神来，沈乔淡淡地瞥了一眼，药材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，快配药喂他们吃下，中西药结合疗效好。沈乔说完便昏睡过去了，不知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间被人喊醒，裴眼端着一碗药，神色淡淡。这是调经止痛的药，起来喝了。沈乔侧躺着，蜷曲着身子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扯出一抹苦笑。你是关心我吗？因为什么？愧疚？孩子，还是因为我这个人？裴眼沉默了。我没有关心，也没有愧疚，我只是不想让孩子因为你而难过。沈乔将手臂搭在额头上，虚弱无力道：我不想喝药，你端走吧。似是想到了什么，沈乔又问：两个小家伙喝完了吗？还有奶奶？喝了，他们已经没事了。裴眼端起药碗，另一只手揽住沈乔的后脖梗，强制将他薅起来。快把药喝了。沈乔一动不动，裴眼朝两个小家伙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会意跑过来。娘，不许不乖哦，喝了药才能好。就是，我们都喝完了，娘一定要喝完。对上裴炫、裴珠满怀期待的眼神，沈乔接过碗一饮而尽，苦涩的药汁刚灌进胃里，就一阵翻涌，如喷泉一般直往嗓子眼顶。沈乔赶紧捂住嘴巴，完了，快顶不住了，我一喝中药就吐，顶不住了。沈乔捂着嘴巴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朝他们摆手，两个小家伙反应灵敏地跳开，只有裴眼皱着眉头。沈大妮，你竟敢！裴眼咬牙切齿，脸色比锅底还黑，胸前满是黄褐色的药汁和不明物体。对不住。沈乔擦了擦嘴，满含歉意。我真的极力忍耐了，没想到没忍住吐你一身。那啥，你衣服换下来，我帮你洗。不用。裴眼面沉如水，语气冰的能冻死人。这个女人真是一如既往的恶心，她总是想方设法挑战我的底线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忍。沈乔没来由的气闷，这人怎么油盐不进，犟得跟头驴似的。我都说喝不得中药了，还非要我喝，想想就觉得委屈，眼眶里氤氲着雾气，眼尾不知何时红了。沈乔突然一怔，我怎么就因为不想喝药就委屈了呢？矫情娃。裴眼的心头微微一颤。我见过沈乔叉着腰大骂我没本事的模样，狠力泼辣打人的模样，甚至没脸没皮喊我相公的模样，唯独可怜巴巴小女人的柔弱未曾见过。沈乔闭了闭眼，深吐出一口气，扯出一抹勉强的笑容，又端起一碗中药，一饮而尽，侧身躺下，背对着裴眼，淡淡来了句：你快走吧，不然我忍不住会吐。内涵谁呢？看在他照顾孩子又生病的份上，我忍。翌日，沈乔睡了10几个小时，醒来后发现小腹暖乎乎的，不仅没有了酸痛感，人还倍精神。中医那么灵的吗？喝完药一觉醒来就完全好了。如今看来，中医不仅博大精深，更是国人的伟大智慧啊！沈乔朝裴炫招了招手，压低声音问：小炫，你的医术是你爹教的？那你爹的医术是谁教的？裴炫睁着葡萄般水灵灵的眼睛，眨呀眨。爹的医术是爹的爹教的。裴眼的爹。沈乔冥思苦想，终于在脑海中搜寻出一个小老头模样的人。原来这是子承父业，传男不传女啊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医术有多厉害。你爹呢？爹爹去找村长了，让他喊几个人去山里采药。你爹还真是热心肠。那是，别看我爹整天黑着一张脸，其实他的心肠可软了。他最喜欢我撒娇了，只要一撒娇，什么都依我。娘，你多在爹面前撒娇，他也会很疼你的。我撒娇？沈乔打了个激灵，有些事情还是要靠天赋的，我撒泼还差不多。另一个山洞内，裴远和刘成等人帮忙熬好了药，给村民喝下，疫情得到了控制，个个都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。但也有一些人没挺过来。王大福到底年纪大了，这次10亿虽没能要了他的命，但也半死不活。全村50口人，如今只剩下40口不到，还没有到达属地，接下来的日子不知还能剩下多少人。王小福还要照顾他爹，腾不出手来
来，子承父业，只好委托裴衍暂代村长一职。哟，当官了呀！沈乔竖起大拇指，朝他走了过来。裴衍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少阴阳怪气，我只是暂时代理村长一职。沈乔竟然说我当官了，有这么内行我的吗？我可没有阴阳怪气，我是发自内心的称赞。谁让你太敏感了？沈乔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，忽然一股馊臭的气味传来。沈乔嫌弃地扇了扇，姓裴的，你身上都臭了。沈乔捞起新做好的衣裳，朝他掷去。洞口外边有桶水，快去洗洗换了。原生怎么嫁了这么个又糙又邋遢的汉子？就算脸长得不错又怎样？说不定满头虱子。想到这里，沈乔头皮一阵发麻，被这个女人嫌弃，裴衍心头莫名一酸，暗暗打量了自己一眼，他自己都嫌弃自己。摸了摸手中靛蓝色的粗麻衣衫，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。裴衍没忍住，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真香，这是沈乔给我做的。什么时候做的？他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还别说，做的还挺合身。裴衍畅快地洗了个澡，觉得浑身的毛孔都被打开，舒服的他想狂奔20里。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城池，就连当今皇上都要提前预约报备才能进入，而他却仅凭一张白纸就能顺利进到城内，就连守城护卫都要对他毕恭毕敬，只因白纸上隐藏着旧冠疫情的秘密。这天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又继续浩浩荡荡的赶路。路过一座城池时，裴远带领大家来到一个空地前休息。沈乔来到城门口，踮着脚尖在城墙上乱瞄，并没有看大开放城门的意思，叹了口气，正打算回去。是你啊！一道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沈乔转身就看到一身盔甲打扮的城门守卫，感觉有些眼熟。这不是吴大善人的儿子吗？吴校尉。沈乔拱手礼貌问好。吴校尉点点头，抬头望了望城墙的方向，问道：刚才见你一直在这瞄，我还以为是哪个流民呢，没想到是你啊！沈乔有些不好意思，可能他刚才的举动有点像不怀好意的流民了。吴校尉，跟您打听个事，现在10疫爆发的厉害吗？有没有人研制出治疗10疫的方子？吴校尉沉默了半晌，见他打听10疫的事，当即将他拉到一旁，小声说道：现下10疫已传入京城，陛下下令，若有人研制出治疗10疫的方子，官升3级，赏黄金1万两；若方子无效，人头落地，举家流放。县太爷怕流民借着献方子的借口进城，所以这个消息暂未传出城外，也就没张贴告示了。沈乔心下了然，县太爷此举也可以理解，但他确实有方子。他目光坦然，抬眸看向吴校尉时镇定认真。吴校尉，不瞒您说，自从上次一别，我们便进入深山，谁料想刚进入深山便感染了10疫。话还未说完，吴校尉捂着口鼻猛地后退几步，一脸戒备。你感染了10疫？沈乔连忙朝吴校尉摆手：我没有，你不要慌张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我们进入深山后全村中招，巧的是我公爹曾是村子里的赤脚大夫，他临死之前留下一道治疗10疫的方子，我们按照方子在山里找齐了药材，就这样全村安然无恙活了下来。吴校尉缓缓放下口鼻上的手，眸子转亮。此话当真？你真有治疗10疫的方子，且治好了全村村民？比真亲还真。沈乔指了指远处席地而坐的一群流民，看到没？那就是我们村的村民，你瞧他们生龙活虎的样，完全不惧怕10疫。沈乔丝毫不慌地继续扒下，我那方子是家传之宝，轻易不会拿出来，谁让我心地善良呢？没办法，我就见不得黎民百姓受苦。吴校尉眯了眯眼，眼下激动之色诞生，问：你说的话如何让人相信？没想到这吴校尉还挺警惕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沈乔在口袋里摸索，掏出一些碾碎的退烧药和一些早就配好的治疗10疫的药材。你找些感染10疫的人，将这白色的药末喂下去，不出半个时辰就会退烧。沈乔又指了指手中的药材，这是药材，不过现在不能给你，毕竟是我的家传之宝。那些人退烧后，我亲自将这副药煎了喂他们喝下，保证不会再起烧。见他说的头头是道，真诚又谨慎，吴校尉不相信都难。他轻咳了一声：夫人，你也别叫我吴校尉了，咱俩比较相熟，您对我爹又有救命之恩，我叫吴迪，以后叫我吴大哥就行了。吴迪。啊呵呵，想远了。不过吴大善人真会给儿子取名字。沈乔眉眼弯弯，丝毫不客气地喊了句：吴迪大哥，等会儿我给你也煎副药，你喝下去可以预防。这天天在城门口巡视，少不得要接触些感染10疫的流民，早早预防是好事。吴迪点了点头，可不是，早预防是好事。沈乔眼底的笑意深了几分。那吴迪大哥，事不宜迟，你带我进城找些感染10疫的人试试吧。行，走吧。吴迪现在哪里还有城门
校尉的架子，点头如捣蒜，看沈乔的眼神就像看自家妹子一样。沈乔从袖子里掏出2个 N9955 口罩，递给吴迪。吴迪大哥，这个东西戴一下也可以预防10亿，届时您的家人也可用干净的布做成这个防护罩的模样，掩住口鼻预防。吴迪接过口罩，打量了几眼，在沈乔戴上时，也有样学样照在了脸上。吴迪是守城校尉，跟他进城毫不费力，不一会就来到一条街边。前方那条街是李氏医馆，你先过去找他们借用下熬药的地方，我安排点事，随后就到。吴迪说完，急匆匆走了。沈乔理解，毕竟人家身为守城校尉，有重责在身，随即顺着他指的那条街一直往前走，果然看到一个很大很气派的医馆。刚要进去，一位药童打扮的人快步走了出来。耶，说你呢？哪里来的叫花子？还进，我们这里不义诊，也不施药，那可是给贵人看病的地方，快点出去，冲撞了贵人，你10个脑袋也砍不起。是在说我吗？沈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打扮，我虽是粗布衣衫，但也清雅脱俗，也没有补丁落补丁，怎么就成了他口中的叫花子了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。行吧，我本就有求于人，想找人家借熬药的地方。他扯出一抹笑，这位小哥，我能借用一下你们的药罐子熬药吗？我可以给钱的。滚，我们这里不是一堂，谁要借你药罐子？以为说给钱就能骗过我？赶快走，不然打你了！我去你丫的！沈乔气得脸色发寒。若不是吴迪让我过来，我才懒得给这个小药童浪费口舌。沈乔冷笑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你们的医馆，别人连在门口站的资格也没有？药童嫌弃的皱着眉，后退2步。看你这身打扮，连别人都不够格，怕是哪逃荒来的流民灾民吧？也不知用了什么阿杂法子，勾搭上守卫大哥才进了城。赶快走，再不走喊人打你了！沈乔听着，眼底一片寒意，转了转脖梗，手指捏得咯咯作响。丫的，这样童嘴太碎了，说我叫花子我忍，不让我在门口站也忍，可他竟然口吐芬芳污我名声，不能忍。砰的一声，那药童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被沈乔一脚踹进了药堂里，惨叫声瞬间吸引了里面的人。谁人敢在李氏药堂闹事？来人，将他抓起来！药堂内冲出4、5个凶神恶煞的人，手持棍棒，仗势欺人的气势十足。沈乔丝毫不爽，活动了下肩胛骨，准备应战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声厉喝从身后传来，只见吴迪带领着4位带刀守卫威风凛凛的出现。沈乔放松下来，看向吴迪时扬了扬嘴角。吴迪大哥，李氏医馆只接待达官贵人，我等乡野妇人连站在门口的资格也没有，更别说找他们借药罐熬药了。我们换家医馆吧。吴迪闻言一愣，随后看向地上的药童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有这回事？药童看到吴迪及身后4人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朝着凶神恶煞的几人摆手：撤！你们快撤！哎呀，原来是校尉大人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一切都是误会，以为这妇人是想打秋风的流民婆子，是我眼瞎。大人要熬药吗？我这就去拿药罐子，亲自给您熬。看着那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药童，沈乔冷吃：吴迪大哥，人家都说了我是打秋风的流民婆子，不配站在他们医馆外，咱就换家医馆吧。吴迪见沈乔气了，也不想跟这群狗仗人势的人浪费时间，索性回答：行，咱就换家医馆。现在到处都是感染10亿的人，别家医馆外说不定有大量感染10亿的人求药，省得他再到处找人了。这个村子的人生病了，却不去看大夫，而是跑去几公里外的破庙寻一碗又黑又臭的水喝。这水虽然又黑又臭，却深受广大患者的喜爱，只因这黑色的水可以治好他们的不治之症。那天，沈乔几人来到一间不大不小的医馆，刚进去就看到医馆里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平民百姓，中间一位围着面巾的白发老者正在看诊。药童忙得满头大汗，脚不沾地，见他们进来，立马迎了上去：几位官爷，发生啥事了？我们正在义诊，看病分文不取的，您这是？吴迪摆了摆手：您不用怕，我们就是借用药罐子熬药，再找些病人试药，您继续看你们的。是药。白胡子大夫和药童面面相觑，见吴迪等人挺客气，战战兢兢地回到座位上把脉看诊抓药。沈乔将药放在药罐子里熬上，计算了下时间，从医诊中找出来几个愿意试药的人。这几人高烧的厉害，一听说有良药，二话不说赶紧报名。沈乔先是将退烧药分给他们吃下，等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奇迹发生了，他们全都退烧了。白发大夫惊奇不已：这么快就退烧了？到底是什么样的良药见效如此快？不过是简单的退烧药罢了，良药还在后头熬着呢，稍后熬下来让人喝下去，有效果了才是良药。本来头昏脑胀、头晕目眩、快要死去的几人，退烧后顿时觉得脑子清明许多，能够自己独立坐起来了。汤药熬好后，沈乔将药分成小碗，分给试药的几人喝下。中药见效没那么快，只能等到天亮再观察他们的状态。沈乔对自己的药方很有信心，况且蛤蟆村众人也被治好了。他朝着老大夫拱了拱手：这位大夫能够义诊治病，可见怀有大爱之心，救死扶伤，不惧10亿，是百姓心中的
了英雄。白发大夫被夸得不好意思，连连摆手谦虚，不敢当。老朽只是尽些绵薄之力，能帮一人是一人。说到这里，老大夫叹了口气，神情黯然。可惜老朽至今研制不出治疗10亿的方子，只能用汤药为他们多续些日子。希望朝廷尽快派出能人研制出良方，早日救百姓于水火。沈乔对这位大夫的印象很好，两人索性共同悲情了起来。实不相瞒，我与老大夫同样的心情。明明上天给了我一颗怜悯之心，却没有给我解救众生的能力。明明自己过得不尽人意，却偏偏见不得人间万般疾苦。一番话说的老大夫潸然泪下，吴迪等人心中触怀，将试验药方的事告诉老大夫后，老大夫拍着胸脯表示，这几个试药的人可以放我医馆住下，夜里也会派药童观察情况，你放心吧。那就有劳大夫了，不知您贵姓？老朽姓骆，你叫我骆大夫就行了。沈乔点了点头，便和吴迪等人离开了药馆，在城内找了间旅馆住了下来，并让吴迪给裴衍他们传个口信，让他们耐心等待。吴迪不做停留，策马出城，来到裴衍带领的驻扎地，将沈乔的口信传达给众人。吴校尉，麻烦请您告诉在下的妻子，若想献出方子，请隐姓埋名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暴露自己的姓名。事情处理好后，让他不要过多停留，尽快回来，我们就不进城了。吴迪不解，为何不进城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来。裴衍眸色沉沉，你只管告诉他，孩子们不愿意进城，要去蜀地等着他。我们不能进城，不能把孩子置于危险之地，必须先去蜀地，只有那里才是安全的。若朝廷顺着方子查下去，恐怕……想到这里，裴衍的目光闪过一丝沉痛，仿佛下了决心般。你告诉他，5日之后我们便出发去蜀地，过时不候。吴迪愣了片刻，将心中的不解压下。好吧，我一定会将你的话如实转告。多谢了。望着吴迪的背影，裴衍握紧了五指，声音嘶哑呢喃：沈乔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俩孩子还等着你呢。我也怕孩子见不到你伤心难过。夜色深了，沈乔睡不惯客栈的硬板床，索性进了空间，躺在豪华柔软的席梦思大床上享受一番。逃荒了这么些时日，也没能好好睡个觉，整天小心翼翼的，如今总算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入梦乡了。躺在床上刚要入睡，只听叮铃一声响了起来，沈乔欣喜若狂，将手机拿了起来，只见手机弹跳出来一条信息：进献药方有功，蛤蟆村众人获救，奖励番茄种子、各类蔬菜种子、大豆、玉米种子各1斤。怎么竟是些种子？我穿越过来是奔着种地去的吗？我不想种地啊，我想腰缠万贯，我想吃香的喝辣的，我想躺赢。说完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种地就种地吧，农业生产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。再说了，种田也不耽误经商呀，我可以学外国人当农场主，雇佣人种田，自己经商赚钱，游山玩水，胡吃海塞。这么一想，沈乔就释怀了，哈哈，想想就觉得美滋滋。说完便仰头睡着了。翌日，骆大夫派药童来了，沈乔正在空间睡美人觉，猛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，吓得他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出了空间。谁呀？我是骆大夫的药童，施药的那些人不烧了，也不吐血了。沈乔一喜，立马朝门外喊道：你先回去忙吧，我随后就到。那行，我先回了。药童走后，沈乔便急匆匆往骆大夫那赶。先前试药的几人果然没有起烧，就是浑身打寒战，虚弱的厉害。您帮他们把脉看看，身体是否有好转。不瞒您说，我虽然有药方，但却不通医术，方子是祖上流传下来的。骆大夫直接道：今儿早上老朽已经为他们把锅卖了，竟有好转的迹象，能有此迹象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。那就好。沈乔松了口气，心里的石头落地，踏实不少。药堂也有不少得了10亿的人来求医，听说昨日试药的人有好转迹象，纷纷跪求汤药。沈乔暂时不想让药方暴露，经骆大夫同意后，让药童分开抓药。这时吴迪带着4个手下过来了，他将沈乔拉倒一旁，将裴衍的原话告诉了他。啥？他不愿意进城，那村民们呢？村民们都听他的，他说了，孩子想你想得紧，也哭得厉害。不过5日后，他们就要出发去西南蜀地了，过时不候。这个渣男人！沈乔气得胸口发噎。裴衍怎么那么急？总觉得他在躲避什么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箭已经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5日之后再说。对了，昨日试药的几人状况如何？吴迪突然出声，打断沈乔的思绪。听骆大夫说，状况有好转的迹象，不发烧，不吐血了。真的吗？吴迪的眸子惊诧中夹杂着一丝欣喜。如果药方有用，上报县令大人后，不仅是大功一件，还可以解救万千黎民百姓。沈乔不知此县的县令是否是好官，看向吴迪时欲言又止。吴迪看出他想问什么，不由得想笑。这沈家妹子心思还挺多，妹子放心，县令大人是个好官，心系黎民百姓。再说了，这也是陛下的圣旨，怎敢违抗？那行，吴迪大哥尽快将10亿方子的事情上报给县令大人。随手写的几个汉字，却被女人卖了1000两银子。这位小哥，治
疗10亿的秘方收马。哎呦喂，沈妹子，你终于舍得拿出药方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古代，这时节可是没有能治愈10亿的药物的。沈乔因为见不得百姓疾苦，故而将现代的秘方拿出来卖掉。沈妹子，如今10亿大爆发已经困不住了，县令大人得到上头的令，会花重金将方子买下来，你开个价吧。沈乔点了点头，可以，方子我不会白给，但也不会漫天要价。无敌大哥，我想先取一下洛氏医馆，将方子交给他们全权负责，5日内出发西南属地。我只希望县令大人给我1000两银子即可。行，我这就将你的原话告诉大人。还有，届时方子给了朝廷，全县城的医馆定会参与布衣施药，像李氏医馆这种眼高于顶的，就不要参与了。无敌闻言一愣，随后失笑。没想到你还挺记仇。沈乔笑笑不说话，倒不是他记仇，而是他怕这种没有医品医德的医馆扯后腿。行，这都是小意思。无敌满口答应，出发去县衙。沈乔与他分开，去了洛氏医馆。洛氏医馆内，骆宾正蹲在地上闻药罐子里的药渣。骆大夫，沈乔进门就开始喊。骆宾抬头打量了沈乔一眼，道：“我就是骆大夫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你。沈乔眯了眯眼，眼前的女子大约20多岁的样子。骆宾挑了挑眉，对，我就是洛氏医馆的东家骆宾，你可以称我为骆大夫。沈乔有些诧异，真没看出来，洛氏医馆的东家竟然是位女子。你是？骆宾对这种诧异已经见怪不怪。我是沈娘子。沈乔没敢暴露名字，他对外称他是沈娘子。此刻听到动静的老骆大夫也走了出来，看到沈乔，怔了一瞬后提起100，快步走了过来。沈娘子，你来了。骆老神色激动，第2批感染10亿的人喝了药后全退烧了，沈娘子的方子当真管用啊？沈乔摆了摆手，谦虚连连，那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如今只剩这方子了。我又不会医术，也看不出来感染10亿的人恢复如何，全指望骆大夫您了。两人相互谦虚一番后，又开始吹捧。你就是沈娘子，那个10亿药方是你的。骆宾猛地站起来，由于太过激动，脑袋充血，一个不稳，差点摔倒。好在沈乔及时扶住了他。哎呀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沈乔用肩膀顶住骆宾的腰身，用尽力气才堪堪将他扶住。哎呀，听说10亿方子是你的，我激动的站不稳了。没想到献方子的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娘子。骆宾激动的满脸通红，叽叽喳喳的围着沈乔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我也没想到洛氏医馆的东家竟然是个女的。对呀，我觉得咱俩特有缘分。你今年多大了呀？是否婚配？沈乔嘴角抽了抽，这姑娘怕是有社交牛杂症吧？还是先谈正事要紧。沈乔简单回答了骆宾的问题，直接问：不知洛氏医馆姑娘可否全权做主？我想将药方交给洛氏医馆负责，到时候你这么早就嫁出去了呀？还这么早生孩子？骆宾完全无视了沈乔后面说的话，只见他一脸崇拜的看着沈乔，随后又一脸遗憾。若是我也早早嫁出去就好了，也不至于等到20岁成了大龄剩姑。沈乔苦笑了一声，他忽然觉得洛氏医馆不太靠谱，正考虑要不要换一家。这时无敌风风火火的过来了，他朝沈乔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会意，走到角落嘀嘀咕咕。县令大人说了，给你3天时间，若方子有效，别说1000两，10000两也给你。由洛氏医馆负责这事，他也同意了。这县令大人挺好说话的呀。沈乔赞叹了句，突然想到了裴衍的话，眼睑垂下。他不进城就算了，连带着孩子和奶奶也不让进城，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他到底在害怕什么？裴衍带着一众人驻扎在城墙外3里地，他往城墙的位置不知瞄了多少次，也没见城门打开，心中越来越惶恐不安。为何城门封闭的如此死？先前不让进，如今连出也不让出来，那么那个女人还出不出来了？若是不出来，也不托人带个话。裴衍急得转圈圈，裴珠和裴炫2个小家伙也想娘，两人依偎在王氏的怀里，不停地念叨着：曾祖母，娘什么时候回来？王氏摸了摸2个小家伙的头发，你娘说了，她进城办些事情，很快就会来接我们的。娘要接我们进城吗？你娘是这么说的，没错。王氏想了又想，她记得孙女进城之前说要去办一件大善事，不仅能得银钱，葛妈村众人还能进城。裴炫扁了扁嘴，可是我想去蜀地，听说那里并不荒凉，有些地方有山有水，还有好吃的，我想和娘一起去看看。裴珠也被他哥成功的洗脑了，摇晃着王氏的手臂撒娇：曾祖母，我不想进城，我想去蜀地看看，说那里有好多好吃的。曾祖母，等娘出来了，你跟她说，咱们不进城，咱要去蜀地看美景，好不好嘛？好好好。王氏被2个小家伙缠得无奈，只好答应下来。一旁的裴衍勾了勾唇，虽说目不转睛地望着城墙的方向，但一老2小的对话却听得一清二楚。1个时辰后，沈乔和无敌离开了医馆，只留下一脸震惊的骆宾。
和拿着一张纸，手还止不住颤抖的老骆大夫。老骆，他说这是治疗10亿的方子，不医是要之事全部交给我做主。这天上掉馅饼了吗？说到最后，骆宾嗓门不由得拔高几分，甚至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。骆大夫也被喊得回过神来，他扯了扯自己的白胡子，发现疼得厉害，激动地对骆宾说：“东家是真的。”骆宾从他手里接过药方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干啥。街道上，沈乔和吴迪并排走着，到处可见相互搀扶着的病人。看来短短几天时间，感染10亿的人不少啊！吴迪大哥，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操心了。方子我已经给了洛氏医馆，余下的事交给你们配合即可。我在客栈等3天，3天后我就要出城。沈乔突然停下脚步，指了指不远处的客栈。吴迪点点头。沈妹子放心吧，虽然洛氏医馆也参与此次的抗10亿之中，但方子是你给的，你的功劳任何人都抢不去。我一定会告诉县令大人，好好嘉奖你一番。不用，沈乔摆手拒绝。先前我不是说过吗？我做好事是不能留名的，所以吴迪大哥，我不要这个功劳，只要现场给我1000两银子就可以了。将爱财说得如此清雅脱俗，又取之有道的人，真是少见。吴迪无奈点了点头。我会如实转告县令大人，沈妹子在客栈耐心等候。好，那我等你好消息了。沈乔朝着吴迪挥了挥手，便回客栈了。女人只是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汉字，就从县令那里换来了100两银子，外加几大车水和粮食。女人却还嫌弃县令给的有点少了。她拿着那100两的银票，嘴角抽得厉害，晃了晃手里薄薄的一张轻飘飘的纸，说道：“那个，我做那么大贡献，就给我100两。这县令大人竟然是个出尔反尔的人，明明说好的1000两，怎么一下子降了10倍？”吴迪挠了挠头，不好意思中带着些许尴尬。县令大人将他老娘和媳妇棺材本都卖光了，才筹集了100两，余下的银两他打了个欠条。说着，吴迪从袖子里掏出一张1万两的欠条，递给沈乔。大人说1000两实在太少，给你1万两都不亏，但现在他实在没钱。10亿方子上报朝廷后，需要层层上报，层层下发，一来一去，没个半年，这赏银是下不来的。接过欠条，沈乔的嘴里抽得更厉害了。3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，这堂县令大人竟然写欠条，看来他真的是难得的两袖清风的好官啊！吴迪又从袖子里掏了掏，掏出一块令牌。县令大人说，您帮了他那么大忙，他无以为报，知道您不愿留在本县，而要去蜀地，特意将此令牌转给您。到了蜀地后，您可拿着借条凭此令牌去稽查司找他的外甥陆慎行，他会替县令大人还钱。陆慎行。沈乔接过牌子，摸索着牌子上的3个字，怎么听这名字不像个好人呀？沈乔毫不客气地收下令牌。那行吧，100两就100两，希望县令大人不要骗我，小女子可是很记仇的。不敢，我敢以项上人头保证，我们大人绝不会哄骗沈妹子，她的为人我还是很清楚。吴迪举手再三保证。沈乔扑哧一声笑了。就算我不相信县令大人，我也该相信吴迪大哥呀。这话说的吴迪一愣，随后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沈妹子，县令大人虽然没有多少银两，但他准备了不少物件，牛车、马车、驴车，样样都有，粮食、水、衣裳、被子准备的齐全，还特意准备了几个防身的武器呢，生怕你们遇到危险不能自保。看来这县令还挺细心。沈乔竖起大拇指称赞，并没有因为只得到100两而不满。城门外，裴衍的脸色越来越沉。他怎么还没有回来？2个小家伙也越来越不安，小脸焦急。爹娘怎么还没出来？他是不是不回来了？裴衍没有说话，死死盯着城墙的大门。这时，城门缓缓打开，沈乔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裴衍看着他那张被金色阳光镀了暖色的脸，微微失神。奶！2个小家伙看到沈乔，高兴的尖叫，挣开裴衍，像兔子般窜进了沈乔的怀里。想娘了没？想，我都快想死了，想得我快把这个城墙看穿了。裴珠将小脸贴在沈乔的怀中，边蹭边说：“我也想。娘，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？大家在外面等了好久，还有爹爹和曾祖母，他们都快想死你了。”裴珠语不惊人死不休，竟然把裴衍带了进去。轰的一声，裴衍的脸红了，结结巴巴的解释：“我可没想你，是2个孩子和奶奶想你想的厉害。”是吗？是。裴衍又开始结巴，当对上沈乔那双多情勾人的狐狸眼时，心重重的跳了一下，真是要了狗命了。沈乔没理会他，从怀里掏出糖果递给2个小家伙，看看这是什么，娘给你们带了好吃的哟。哇，是漂亮的糖，我要吃，娘给我1个。好，都有。沈乔剥了2颗，塞进裴炫、裴珠的小嘴巴里，母子3人嘻嘻哈哈闹作一团。裴衍红着脸转身看了看天边，沈乔应该没看到我的大红脸吧？真是个妖精，惯会迷惑人心。王氏率先注意到沈乔身后的一大队牛驴骡子车队，每辆
辆车上都装得满满当当。你呀，咋那么多东西？谁给的呀？王氏激动坏了，身后的妇人孩子们跟着尖叫起来。是县令大人给的，我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，他就给了这么些东西，希望在我们去蜀地的路上能多些帮助。村民们听了，一个个上前夸赞沈乔：大妮辛苦了，进城5天带来这么多东西，肯定帮了县令大人不少忙吧？是啊，竟然能认识县令大人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先前我就看出来，人家大妮是个了不得的媳妇。你看，让姓裴的捡着了吧？对于这种夸赞，沈乔听得津津有味，大言不惭地对着一众人说道：还是你们看人有眼光，一个个净说些大实话，夸得不错，下次继续。裴眼垂着眼，神色晦暗。这些牛羊驴骡子，若真的拉着他们上路，不知要惹多少流民眼红，万一带来灾祸。想到这里，裴眼的眸色更深了，他一步来到沈乔跟前，压低声音：你过来，我有事问你。沈乔笑盈盈的过来，上挑的狐狸眼风情万种，他将一只手搭在裴眼的肩膀，掐着嗓子娇滴滴道：你是担心这些东西路上被其他流民抢走？裴眼点了点头，嘴巴抿得紧紧的。放心吧，县令大人送了一车菜刀、锄头、大砍刀给我们防身用。再说了，大部分流民都感染了食疫，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，哪能对付得了蛤蟆村的人？行了，咱即刻就出发，你将骡子车后面的东西卸下来，分发给村民们，然后通知他们，我有话要讲。裴眼有些诧异，这女人吩咐我做事，怎会那么自然且理所当然？沈乔找了个高一点的石头，正准备站上去讲话，见裴眼愣着不动，转头看向他：怎么还不去？我差点忘了，你才是临时村长，我是不是越俎代庖了？裴眼脸黑了黑，没有说话，转头喊了几个人去搬东西。村民们一个个眉开眼笑，每个人都分到了不少东西。还是大妮心肠好呀，美丽善良又大方，将那么多东西分给咱们，比大善人还大善人。就是，大妮啊，太感谢你了，你就是个好人。沈乔站在石头上，清了清嗓子，扬声道：各位，我不是好人，先别给我扣好人的帽子，这些驴子和骡子载的粮食物件，全是县令大人给我个人的，我也并非分给你们，而是借用懂吗？等到了蜀地安定下来，可是要还给我的。此言一出，犹如凉水蹦进了油锅里，在人群中炸得噼里啪啦响。那些夸沈乔的人，一个个气得脸红脖子粗。沈大妮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咱们是一股绳，既然拧成了一股绳，就要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你这是做神？就是，我以为他是个好的，没想到。沈乔掏了掏耳朵，村民们对他指责的话，从他穿来后就开始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但是生米恩斗米仇的事情让他历历在目。沈乔沉下眸子，从怀里掏出纸和笔，扫了眼众人道：有谁愿意借的？我这里登个记，不愿意的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村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甚至有人喊来裴眼：你管不管你媳妇？身为临时村长，有守护全村之责，怎么能将粮食独吞呢？裴眼眸色微暗：我只是个临时村长，再说了，这几车东西也不是我的，我无权过问。哟，你还怕媳妇哟？众人无奈，又看向王大福，而王大福虚弱的摆了摆手：都听沈大妮的。对于这群人，他已经没有耐心和能力去管他们了。这时张寡妇猛地跳出来，大手一挥：你们不愿见，老娘愿意见！一个个脸上抹面，白吃白喝，呸，死皮不要脸！大妮是你们的爹还是你们的娘？管天管地还要管你们的吃喝呀！众人瞪大了眼睛，沈大妮的死对头竟然为他说话，真是公鸡下蛋猫咬狗，不可思议。沈乔同样瞪大了眼睛，不过很快他缓过神来，笑眯眯地对上张寡妇：好姐姐，你要借多少？就算全部借给你也可以。全部借给我也行。张寡妇不由得拔高了嗓门，眼神里带着不可置信。你说话要算话，我全借了。张寡妇话还未说完，村民们全部涌到沈乔跟前，争先恐后道：我愿意借，记我的名字，我叫张二牛。我叫李铁山，我也借。排队，不排队的没有啊。不一会的功夫，村民们排起了长龙。沈乔将每家每户借的粮食衣裳登记好后，才坐在石头上歇下来。女人只是在车上睡了一觉，醒来却发现本就已经死去的妹妹出现在眼前。这天行走了10来天后的蛤蟆村大部队终于停了下来，因为前方的路不仅山清水秀、郁郁葱葱，而且土地潮湿，看着像有水源的迹象。沈乔正准备带着几个蛤蟆村的壮劳力出发去寻找水源，大部队后方却响起阵阵马嘶鸣声，有一大队人马
马隔着他们不远处的空地停了下来，看着像是有钱人家逃荒来的，不仅家眷齐全，还有带着棍棒刀戟的家丁，有一个员外模样的老头在小妾的搀扶下下马车歇息。这个员外好生眼熟。沈乔眯了眯眼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那不是买我水的张员外吗？而张员外身边的小妾更令人眼熟。沈乔眸孔一缩，是他。没想到这个绿茶妹妹当真命大，竟然成了张员外的妾室。也不知其他3人怎么样了，不过他们是死是活，也跟我无任何关系。夹紧了怀中的罐子，沈乔3两步冲在前头。当下要紧的是找水找吃的，沈雪一家人实在不值得我浪费一丁点时间。姐姐，等等我！一道不合时宜的娇柔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沈雪提着裙摆向沈乔款款跑来，沈乔并未停下，头也不抬往前走。姐姐跑这么快做神，难不成看到宋秀才心虚了，亦或是看到妹妹活得好好的，心中害怕？沈乔顿住了脚步。宋青雨也在那一群马队中，我只看到了张员外和沈雪，难不成几人组成逃荒大部队了？沈雪在丫鬟的搀扶下追了上来，心中得意至极。看吧看吧，只要一提起宋青雨，我这个好姐姐会自乱阵脚。沈乔转身厌恶地看向沈雪，别姐姐妹妹的称呼，我再不济也是正房，可不是上不得台面的妾室。妾室，提起这2个字，沈雪气得牙痒痒。托你的福，若不是你让村长将我们一家赶出逃荒队，我还遇不到张员外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当有钱人家的妾，也不愿当农家人的妻。对了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丫鬟春妮，我取的名字怎么样，好听吧？比你的大妮儿不知道高级了多少倍，哈哈哈哈！沈乔自动忽略对他名字的嘲讽，大方地朝沈雪摆了摆手，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哈哈哈！沈大妮，你这理解能力没谁了。张寡妇抱着2罐子，捧腹大笑走了过来，眼泪鼻涕都笑了出来。沈雪气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谁要谢你？我明明是来炫耀膈应沈大妮的，我恨她恨得要死，都是沈大妮害我成了糟老头子的妾室，恨不得饮其血啖其肉，哪个要感谢他？沈乔很是疑惑，你不是谢我，那你找我干甚？我。沈雪一时语塞，听到一旁笑得鼻涕横流的张寡妇，沈雪眼珠子一转，就是想告诉姐姐一下，宋秀才跟我是一个逃荒队，姐姐要不要见他？嘎！张寡妇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一脸八卦。那个沈大妮儿的老相好也来了。见此，沈雪心中得意。是啊，若不是他，还没有今日的我。说到底，我还要多感谢宋秀才呢。沈雪此意就是想刺激沈乔，想表明宋青雨宁愿待见他，也不愿多看沈大妮一眼。沈乔目光森冷地睨了张寡妇一眼。什么老相好，话可不许乱说。我夫君长得比他好看1万倍，一个连我夫君都比不上的人，值得相好2个字吗？张寡妇吓得惊了声，抱着罐子乖乖立在一旁。沈雪诧异极了，瞪大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张寡妇和沈大妮不是死对头吗？2人怎么没有掐起来？还有这个张寡妇怎么那么听沈大妮的话？沈乔似笑非笑地睨了沈雪一眼，真没看出来呀，你不仅是张员外的妾室，还是宋秀才的妾室，以一己之身伺候2人，佩服佩服。你胡说什么？沈雪下意识地看了看春妮，气得脸色涨红。你少污蔑我名声，也莫要污宋秀才的清誉。沈乔耸耸肩，轻笑。有没有污蔑，你心里清楚，毕竟你总是喜欢觊觎我的东西，不管是我要的还是不要的，你总会想方设法抢走。说完，朝春妮递了个眼神，看好你家主子，可别让他给张员外戴了绿帽子，哈哈哈。沈乔大笑过后，朝张寡妇身后的妇人们挥了挥手，快出发找水源和吃的了，别被乱蹦跶的蚂蚱耽误了时间，走了走了。众人跟在沈乔身后，张寡妇立在他的左侧，一脸八卦的朝着沈乔探了探头。你真对那个小白脸没感情了？废话，他比得上我相公吗？连我儿子都比不上。张寡妇点了点头，也是，那宋秀才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，哪里比得上身强力壮的猎户裴炎？那边沈雪警告了春妮几句，气呼呼的朝沈乔冲过来。张寡妇和沈乔扭着屁股左右一躲，中间空出好大空隙。沈雪速度太快，猝不及防的撞到了前面的石头上。沈雪捂着脸尖叫出声，春妮急忙去扶。沈乔被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了一跳，当看到沈雪一脸血时，恶心的后退几步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耽误我找水的时间。张寡妇也在一旁没好气道，就是，咱们可不像妾室一般，只要睡觉功夫好，有吃有喝的，不用操心。走吧走吧。沈乔率领一众妇人哗啦啦离开了。他总觉得沈雪当了人家的妾室后，脑子也变得不太聪明了。难道当了妾室的人都会自行降智吗？沈雪的惨样取悦了沈乔，心情好，运气自然不会差。好运的是，他们寻找水源时发现了一个山洞，洞内漆黑寂静，时不时听到水流的沙沙声。沈乔走到河流边，打了一碗
碗水，仰头尝了几口再吐出来，发现水质甘甜清凉，连忙命人去喊村里的男人们，快，张寡妇，你带几个妇人去通知村子里的老少爷们，让他们把休息地转移到这里来，切记不要大张旗鼓，此事悄悄进行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张寡妇兴冲冲地冲2个妇人招手，眼睛亮得堪比闪电。自从她没再和沈大妮对着干后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。她觉得那个女人就像被锦鲤附了体，只要跟着她，总是能找到点东西。半个时辰后，葛骂村的男人们两眼放光赶了过来，裴衍背着手自人群中踏步而来。当看到潺潺溪水时，眉宇间透着难以掩饰的喜悦，立即召集大家在洞外安营扎寨。大家忍不住掬了一把水灌到嘴里，发现溪水干净清甜，纷纷朝沈乔竖起大拇指。大妮呀，你真是咱们蛤蟆村的福星，不仅能找到吃的，就连喝的也能找到，这是啥运气呀？王大福更是激动的差点从担架上站起来。毒瘤竟然变成了夫运女，这，不管是张寡妇也好，王四也罢，这几个人在逃荒路上都帮了不少忙，尤其是这个沈大妮，要么能找到解渴的仙人掌、大红薯，现在又找到了干净清澈的水。王大福忽然不想好起来了，就这样一直躺在担架上挺好，直接摆烂摆到属地。人家这2口子管理起村子来，比我强了不知多少倍。想到这里，王大福又哼哼歪歪的躺在了担架上，吓得王小福赶紧掐人中。女人每次外出回家都会带着一身的伤，只因她出门不是去作死，就是在去作死的路上。只见她捂着磕肿的脸回到张员外所在的营地，赵莲花见状心疼的惊呼：怎么了？这是脸怎么肿了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多血呀？沈雪直接跨过赵莲花，扎进张员外怀里，委屈巴巴的哭诉，时不时添油加醋2句。自从将沈雪收房后，沈大妮这个名字没少在耳边乱窜，尤其从沈雪嘴里得知自己花了200两白水是被那个恶毒的女人骗了后，没想到冤家路窄，竟还真遇到了。最可恨的是，他还欺负了自己的爱妾。气得张员外火冒3丈，摆手招来几个拿着棍棒的家丁，让他们好好的教训沈乔一顿。沈雪雄赳赳气昂昂，带着3、5个家丁来到葛骂村的驻营地，准备好好的教训沈乔一顿出口恶气。到了地方却傻眼了，连个人影子也没见到。他们什么时候撤的？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沈雪不甘心，带着家丁们到处寻找，恰巧不远处的山林里冒出袅袅炊烟，走去看看。沈雪朝身后的人挥了挥手，循着炊烟的方向走去。当看到一众人在洞口外扎了营，炊烟正是他们在烧火做饭。原来他们躲到这儿来了。沈雪透过草丛寻找沈乔的影子，终于在牛车旁发现了他。此时沈乔正在做疙瘩汤，而裴衍带着几个汉子去山里转悠，想打点野味开荤，所以驻营地的男人不多，都是些老弱病残、妇人孩子。沈雪观察了一会，胆子大了许多，朝身后几人挥了挥手，指着沈乔，表情扭曲，充满戾气：给我教训教训那个贱人，最好将他的脸画画。这几个家仆训练有素，功夫极好，我就不信沈大妮躲得过去。沈乔正准备尝尝咸淡，突然头顶有几道暗影压下来，一抬眼，4、5个手持棍棒刀戟的男人正对着他的脸砍下去，目光骤然一沉，猛一抬腿，朝着面前男人腿间狠狠一踢，右手捞起咕咚冒泡的疙瘩汤，狠狠朝着其余几人撒去。寂静的山林顿时响起杀猪般的惨叫声。站起身，沈乔对着地上打滚的人腿间又补了2脚。狗杂玩意儿，就这3脚猫功夫，还敢在姑奶奶头上动土？那人两眼一翻，原地昏厥。其余2人捂着被烫的起泡的脸，扛起大刀围攻沈乔。沈乔眸孔一缩，侧身躲开，同时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随即一脚挑起地上的刀，过手一扔，直直插进一人胸膛，当场毙命。其余1人吓得双腿发颤，相互对视了一眼后，捂着脸撒丫子就跑。沈乔嘴角抽了抽，就这水平还敢谋财害命？听到动静的妇人们纷纷围了过来，看到躺在地上胸前插大刀的人，吓得尖叫。沈乔赶紧摆出噤声的手势，嘘，别出声，咱们8成遇到强盗了，别滋声将他们团伙引来了。妇人们赶紧进了声，吓得打摆子。此时沈乔还不知道这伙人是沈雪找来的，他以为是刘匪要谋财害命，正准备找个铁锹将人埋起来，忽然发现前方的草丛抖得厉害，他眯了眯眼问张寡妇：你去看看草丛里有什么，怎么一直在抖动？张寡妇得令，叉着腰将草丛里哆哆嗦嗦的沈雪揪了起来。是你！沈乔突然出声，吓得沈雪跌坐在地上，双手抱肩不停地抖，心头颤得厉害。沈乔看了看发抖的沈雪，又想了想家丁衣上的统一标志，心下明了，原来这伙人是这个好妹妹找来的，看来这个张员外还挺疼她。沈乔冷笑一声，转头吩咐张寡妇，让村里人戒备，张员外想抢我们的水源食物，咱们不能让他得逞。沈雪瞅了瞅四周，想趁机逃跑，忽然一股大力薅住了他的头发，将他往洞内扯。沈雪不停地挣扎，
嘴里怒吼着：“沈大妮，你要干嘛？告诉你别乱来，否则张员外饶不了你。”沈乔力气很大，五指死死抓住他的头发，拖到洞内的小溪边，直接将他的头埋在污垢里，死死按住，让其动弹不得。到底是谁饶不了谁？沈乔死死按住他的脖子，冷声道：“沈雪，念在血缘关系的份上，已任由你在我面前蹦跶，我饶了你多少次了？你还真当我好欺负？你说，我若是嘎了你，再将你埋在山里深处，如何？你的张员外会不会为了你跟我们全村的人对抗？”沈雪不停地扑腾着，不停地去推沈乔的手，却发现他按得更紧了。就在他觉得快要嘎掉的时候，沈乔突然掐住他的后脖梗，薅出了水面。那5个手持刀戟的家丁是你找张员外要来嘎我的吧？又长进啊！当了人家的妾室后，竟然敢谋财害命了！沈乔突然出声，吓得沈雪浑身发抖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也不知是不是冷的，浑身都在打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明明喊几个人想给你帮忙，谁知你嘎了他呢？沈乔五指从后脖梗移到前面，狠狠掐了过去。嘴还挺硬啊，以为死不承认我就会放过你？今日我嘎了你，没有人敢说什么。沈雪脸色涨红到发紫，仍然嘴硬。我就不信你敢嘎我！娘的，真是打不怕杀不死的小强！沈乔再次薅住他的头发，按在了满是污垢的溪水里，让你看看我到底敢不敢！张员外的驻扎地内，其余2人捂着满是水泡的脸，哭爹喊娘的跪倒在张员外脚前。老爷啊，是姨娘被那个叫沈大妮的毒妇逮住了，只怕凶多吉少呀。是呀，老爷，我们兄弟射了1个，被那娘们一刀穿心呀。什么？张员外气急，顿时召集余下的家丁，加上回来的4个，一共10人，生怕不够，还找宋青雨借了2人。宋青雨蹙了蹙眉：“张员外，你带领如此多人做甚？”张员外猛地一甩衣袖，眼神中透露出的怒火，简直能点燃周围的空气。杀恶妇，救爱妾，为家丁报仇。宋青雨不解，立在一旁逃回来的家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听。沈大妮嘎人。宋青雨觉得不可思议，他怎么可能会杀人？还有那个沈雪。提起这个人，宋青雨一阵厌恶。当初若不是看在他与他姐姐往日的情分上，我才不会心软，让他们一家进了逃荒路。宋青雨清了清嗓子，对张员外道：“有些事情不可听一面之词，他们2人是姐妹，我想其中定然有误会，不如静下心来等消息，如何？”等我如何等？死的不是你的家丁，被抓的不是你的爱妾，这人手你爱妾不借老夫自个去杀了那个恶妇。张员外气愤地说完，带着一众家丁拂袖离去。宋青雨有些不放心，总觉得事情跟想象中不一样，抬脚跟了上去。女人只是喝了口水，竟被活活噎死过去。好在她的姐姐及时发现，将她救了回来。只见沈乔往她胸口狠狠打了一拳，沈雪扑地吐出一口水，悠悠醒来：“知道错了没？”沈乔阴沉沉的声音就像是个索命的恶鬼。沈雪想尽早摆脱那种冰冷的窒息感，太难受了，趴在地上求饶：“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一时鬼迷了心窍，请饶了我吧。”沈乔冷嗤一声：“你可不是鬼迷了心窍，你想害我的心思并非1天2天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”姐姐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沈雪哭得无比凄惨，泪水鼻涕糊了一脸，掩饰住眼底那一抹恶毒的光。她怎么想，沈乔不知道，但她却不打算放过沈雪。她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沈雪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你说我现在嘎了你，应该没有人追究吧？这灾荒11年的，每天都在大量死人，嘎你1个不多。沈雪这次是真的怕了，僵硬的后背沁出一层冷汗。姐姐，饶了我，我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。晚了。沈乔掏出匕首贴在沈雪的脸上，笑得阴森如魅。突然一股骚臭味传来，沈乔皱了皱眉，望向沈雪的2腿之间。咦，这就尿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姐姐，饶了我。沈雪吓得脸色惨白，不停地后退着，突然两眼一翻，晕死过去。沈乔举着匕首愣在原地。嘎还是不嘎呢？还是嘎了吧，留着他，万一再起坏心思伤害奶奶和2个孩子怎么办？正准备将匕首捅进沈雪的胸膛，洞外响起了小家伙喊声：“娘，我们将灰灰采摘过来了。”咦，你们挖坑干什么啊？沈乔快速地收起匕首，薅着沈雪的头发往洞外拖。沈雪的脸已经被他刮花，面目全非，已看不出原来的人是谁。不管奶奶能不能认得出，这次我都不会轻飘飘的放过沈雪。将昏迷不醒成烂泥的人往地上一扔，沈乔拍了拍手，对王氏道：“奶奶，这个人声称是张员外的小妾，带领一帮人谋财害命，想抢夺咱们的物资跟水源。”又指了指张寡妇带领一众人挖的坑。刚才他们埋的就是谋财害命的人，一共来了5个，被我们解决了1个，跑了4个，还剩下1个女人。说完还不忘踢了踢地上的人。王氏一听有人要害自己孙女，顿时气得火冒三
3丈。哪个张员外让老娘看到飞剥了他的皮，谋财害命，竟然谋到老娘身上来了。奶奶稍安勿躁，虽说张员外人多势众，但咱们蛤蟆村的老少爷们、姑娘媳妇个个不是吃素的。沈乔拍了拍王氏的肩膀，安慰道：奶奶，你将2个小家伙带到山洞里去玩会吧，外面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了，其余的妇人和孩子们也可以躲到山洞里。张寡妇，沈乔冲他勾了勾手，你找几个人将张员外的妾室绑在树上，你嗓门大跑得快，去给张员外递个消息，若想要水源和他的妾室，拿2000两银子来赎。众人以及张寡妇听到2000两银子，差点没原地爆炸，有不少人兴冲冲的自告奋勇。我跑得也快，这就将消息递给张员外。你不行，沈乔坚持让张寡妇去，他能打能斗，3、5个大汉不是他的对手，若遇到危险，吼一嗓子地动山摇，哪是吼功不是盖的。有钱这事谁不愿意干？张寡妇当机立断，勇往直前。不到1刻钟时间，张寡妇神色慌张的跑来了。张员外他带着10来个大汉杀过来了。什么10来个？妇人们瞬间慌了神。沈乔冲张寡妇道：你爬到树上去，扩开嗓门喊老少爷们过来应战。得嘞。张寡妇身形利索，嗖爬上了一棵大树，扩开大嗓门呼喊：蛤蟆村的老少爷们快回来了，妇人孩子们有危险，快救命啊！张员外带领一众人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当看到掉在树上的沈雪时，目眦欲裂，一口老血差点喷涌而出。沈乔慵懒地躺在自家牛车上，后方站着一群扛着锄头的妇人，一个个目光凶狠地盯着张员外，想抢我们找到的水源，门都没有，除非拿银子来换。张员外单手叉腰，伸出食指怒指沈乔：你这个恶妇，竟然连自家妹妹都害！我可没害他，是他要害人。沈乔伸了伸懒腰，从牛车上跳下。张员外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给了他几个家丁干了什么事？想必你心里门清。为你个毛球子，少给我文绉绉的讲话！张员外冲着身后的家丁大手一挥，怒喊道：冲上去，嘎了这个毒妇，为你们的兄弟报仇！宋清宇姗姗来迟，摆着手大喊：张员外不可！仅凭他一己之力，无法阻挡怒气冲冲的张员外。那10人瞬间冲了上去，沈乔右腿微屈，脚尖站地，做出备战状态。突然，不远处射出几支竹箭，箭法稳准狠，有3、4个人被射中了肩头。沈乔抬头与裴衍四目相对，这一刻，他觉得裴衍真爷们。刘成捞起腰间的斧头冲了过来，大喊着制服了一位家丁：竟敢欺负我们蛤蟆村的娘们，真当我们这些爷们是吃素的？老子打了那么多年的脸，就连狼和狗熊都敢杀，你们算老几？其余汉子们也拿着棍棒冲了进来。仅一会儿功夫，张员外等人被制服在地，妇人们纷纷对蛤蟆村的汉子们举着大拇指夸赞：真爷们，3两下就将他们制服了。沈乔有样学样，冲到裴衍跟前，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往他胸口轻轻捶了一拳，掐着嗓子道：死鬼，剑法竟如此高超，百不穿杨也不为过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裴衍打了个激灵，刚想出口让沈乔正常点说话，又怕他说出那句有话说有屁放，索性闭了嘴。不远处的宋清宇看到这一幕，眼神暗了暗。那个女人的眼中再也没了我的影子，相反，她的眼仿佛重新注进了不一样的光芒，就像8年前我们出狱时一样。捂着微堵的胸口，宋清宇默默转身，悄然离去。裴衍看向那落寞的身影，眸光微闪。想到这里，裴衍摇了摇头。我怎么开始相信鬼神之说了？无稽之谈，荒谬之极。张员外吓得跌坐在地上，完全没了来之前的嚣张气势，手指哆哆嗦嗦的指向沈乔。你这个毒妇，快放了他们，否则要你好看。哦，怎么样我好看？报官还是喊人？沈乔捧腹大笑。别天真了，这世道就算嘎了你们，也没有人会管这个闲事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张员外吓得上牙打下牙，哒哒哒作响。我想干什么呀？沈乔冷笑。我们村好好的在这里安营扎寨，连午饭都没吃。好家伙，你们一群群的轮番找茬，还问我想干什么？来到张员外跟前，沈乔道：昔日跟张员外一见如故做了交易，当时觉得张员外这个人很不错，有头脑，没想到竟被一个妾室迷了眼。山里的一口山泉，却被女人卖了1000两银子。张员外，甘甜清澈的山泉水收吗？恶妇，我就算渴死，也不会买你一滴水的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灾荒年，这时节的一滴水可比油还贵。蛤蟆村众人因为着急赶路逃荒，这才将水拿出来卖掉。哟，张员外，话可别说太早啊！自那日一别，想必张员外的水早就喝光了。喏，我们又找到了新的水源，甘甜清澈。张员外若是想要，拿2000两银子，1000两买水，1000两买妾。
20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张员外虽被压着趴在地上，但听到2000两还是炸了。1000两买水倒还可以，一个妾室哪里值1000两？这年头我随便2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个如花似玉的小丫头。这个毒妇好大的口气，张口就要我1000两。你先别急啊！沈乔朝压着张员外的人挥了挥手，带他去山洞里看看溪水，顺便让他尝尝。几人得令，压着张员外进去了。洞内有不少妇人孩子，看到张员外被压着进来，纷纷露出不解的表情。不是说刘匪来了吗？刘匪就是这个惨兮兮的老头，看来刘匪也不怎么样嘛。未曾听到动静，便被我们村的人制服了。沈乔随着他们进洞，掬了把清澈甘甜的溪水往张员外脸上掸了掸。张员外刚进来时，便被这清澈的溪水所吸引。这是山泉水，怎么样？沈乔歪着头似笑非笑地问。张员外，只要你肯出钱，这个山洞我们村子就让给你，绝不霸占，包括你那个小妾。你想一想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村子里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不是好惹的。张员外愣在原地，心头思绪万千。若对方将山洞的水让给我们，我们便可在此处安营扎寨，生火做饭，还可以美美的洗个澡，等吃饱喝足后赶路，才能劲头十足。考虑了半晌，张员外咬咬牙道：我只给1000两，你们将山洞让给我，至于那个妾室，随你们处置。一个粗鄙不堪上不得台面的农户女，若不是逃荒路上无聊，才不会将她收了当姨娘呢。还有她那一家人，一副贪小便宜的下作嘴脸，我想想就心烦。好，张员外就是爽快，1000两就1000两吧，那个小妾算饶后白送你了。沈乔才不想留下沈雪这个祸害，如今她的脸被毁了，后面的日子肯定也不会好过。张员外派人将银票拿来后，沈乔咧着嘴角吹了吹1000两的银票，心情极好。我们全村这就挪地方，将此地让给你。村里的老少爷们、姑娘媳妇们看到这1000两银子，眼睛亮如闪电。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谁家逃荒路上还有钱拿？天下就我们村独一份了吧？哈哈哈！这要是到了蜀地，盖房子买地都不用愁了。无论男女老幼，干劲十足，套车的套车，拔帐篷的拔帐篷，有人甚至好心的将沈雪从树枝上放下来，亲手送到张员外手中。张员外看到满脸血肉模糊的沈雪，气血直冲脑门，一个仰头差点背过气去，手指颤抖，哆哆嗦嗦的指着沈乔。怪不得他说你是毒妇，果然狠毒无比，连自己的心。后4个字还未说出口，口中便被塞了一把破布。沈乔将食指放在嘴边，嘘了一声。明明是他自己逃跑时被树枝刮烂了脸，休要赖在我头上。呜！张员外不停地摇头，拿下口中的破布，张口便要大骂，被沈乔一把攥紧胳膊。张员外，你最好不要出声，否则我要反悔了。你！村里的老少爷们已经整顿完毕，随时可以离开此地。沈乔冷嗤一声，转身向大部队走去。走了几步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目光悠悠地看向张员外。你最好将你妾室的家人看住了，如果他们冲上来找我的茬，耽误了我们的行程，那我们只好停顿下来跟张员外抢夺水源了，届时你的钱就白花了。你休要出尔反尔，那就要看张员外怎么做了。有些碍眼的东西，该处理就要处理掉。沈乔背着手大笑离去。张员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看了眼瘫软的地上的沈雪，神情一阵厌烦。都被毁了脸了，我还稀罕个什么劲？冲家丁招了招手，在他耳边低语几句。家丁诧异出声：老爷，全处理掉吗？张员外点了点头，摆摆手催促：快去，记住这事要悄悄进行，别让那姓宋的知道。若不是看宋青雨有几分才华，路上又帮我解决了难题，我才不会同意沈大高一家进入我们的逃荒队。如今这个女人满脸血肉模糊，我看见就恶心。沈乔举着1000两银票对大家说道：等到了蜀的安定下来，银子分给大家盖房买地，托关系安户籍。葛骂村村民一听，瞬间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十分亢奋。赶起路来不觉得累，冲劲十足，赶路的步伐硬是没有停下，一口气赶80里才歇脚喘口气。梆梆梆梆梆，陪演的小跟班刘成敲着梆子，在牛车上高喊：天亮了，各位老少爷们、姑娘媳妇们，停下来歇歇脚，吃口热乎饭了。众人这才如泄了气的皮球般瘫软的地上。王大福在儿子的搀扶下坐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图递给裴衍，神色恹恹的叹了口气：自从11好了后，我干啥都没力气，浑身跟散了架似的。此次赶往蜀的，我有心无力啊！爱人老了不中用了，以后这村子就交到你手里了。首先，王大福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；其次呢，他想摆烂。裴氏夫妇能打能斗，骁勇善战，如今沈大
妮又收服了张寡妇，全村妇孺以他为首施展，不如将村长职位禅让，交给裴氏夫妇管理，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北蓝一直爽了。嘻嘻嘻。裴衍连连摆手，村长这可是不得，我暂时代理可以，但是村长之位我不能接任。等到了蜀的安顿下来，您还是德高望重的村长，等到了蜀的，我便自由了，可不想困在小小的村落，整天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见裴衍推诿，沈乔直接挺身而出，一把接过王大福手中的地图。村长，逃荒路上村子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也会尽全力保村里人平安。但安家落户后，您还是咱们村子里的村长，您可一定要好好养身体，到时候村里还得由您做主呢。这，王大福缩了缩手指，无奈叹口气，行吧，路上就麻烦你们夫妇二人了。人家两口子都这么说了，他也不好坚持。裴衍的视线落到沈乔身上，发现他正拿着地图看得认真，眉头时不时皱起，像是遇到了难以解惑的问题。刚才他是在夫唱妇随吗？我不愿接受村长职位，这个女人竟然和我说一样的话。不知为何，他的心突然痒了一下，这种悸动吓了他一跳。裴衍赶紧移开视线看太阳，沈乔盯着地图上的县名发愣。再往前方走40里是清水县，过了清水县一直往南走便是蜀地，若绕过清水县要多走半个月的路程，到底是绕道走呢，还是直接从县城里穿过？若从县城穿过，不知清水县的城门是否让灾民进入？算了，等吃过饭再讨论这个事吧。无恶不作的刘匪占山为王，一位来自21世纪的热心市民带着高科技武器直冲刘匪老巢。这帮连畜生也不如的杂碎就应该斩杀殆尽，挫骨扬灰。正在啃骨头的刘匪注意到了沈乔，看到他脸上的防毒面具时愣了片刻，哈哈大笑。老大，这身材纤细的小娘们哪来的？头上戴的这是啥玩意？听到动静的老大看向沈乔，同样被他脸上的东西惊了半晌，随即哈哈大笑，冲手下摆了摆手，带下去做成2脚羊烤了。沈乔脸沉如水，从空间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轻机枪，咬牙切齿的骂道：带你娘，烤你妹，都去嘎吧，畜生不如的蛆虫！哒哒哒哒哒，全是轻机枪开火的哒哒声。上一秒还在猖狂大笑的刘匪，瞬间一头抬倒下，就连刘匪头子也未能幸免。余下刘匪一拥而上，沈乔掏出气弹，一个个踢了过去。来得正好，尝尝姑奶奶的气弹，让你们有来无回。不到1分钟时间，中了毒气的刘匪纷纷口吐白沫，掐着脖子倒下，犹如濒临死亡的鱼。余下的100多人纷纷逃窜，这帮子乌合之众总算收拾得七七八八了。逃窜的100多人，沈乔根本没有给他们机会，掏出机枪，一个个瞄准，砰砰砰。直到子弹全打光了，雾气弹也全用光了，才停下来歇息。余下几人吓得脸色苍白，腿如筛糠，不少人尿了裤子。其中1人惊恐地指着沈乔，连连后退。鬼，妖怪，鬼来了！你是鬼？鬼你妹！沈乔一脚将那人踢倒在地，阴森如鬼魅般的转身走出了黑风寨，随即放了一把火，将黑风寨烧了个干干净净。火光映亮了半边天，安营扎寨的灾民们被火光所吸引，睡意全无。那边火光连天，怎么瞅着像是黑风寨的方向？指不定是黑风寨的那群畜牛又开始嘎人放火了。哎，老天爷怎么不降个雷神劈死他们？再不济收了这群畜生也行，不开眼呀！老天爷！葛妈村众人也被吵吵闹闹声惊醒了。刘成赶紧来找裴衍，裴衍睡得正香，2个小家伙一左一右的摇晃着他的胳膊。爹爹醒醒，刘成伯伯喊你呢，快醒醒啦！谁在吵？怎么听着像是2个小家伙的声音？难不成他被刘匪抓了？就连2个小家伙也被抓来了？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裴衍猛地坐起身，咬牙切齿道：毒妇在哪？你在找我吗？沈乔擦着半干的头发走了过来，裴衍直勾勾地盯着沈乔，眼神凛然，仿佛要将他新换的衣裙戳个洞。我怎么出现在驻扎的营帐内？这个女人将我背回来的，她有那么大力气吗？沈乔来到裴衍跟前，蹲下，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还以为你不放心我呢，正感动得死去活来，结果你一不小心被毒蝎子给折了，瞬间昏迷不醒，软成一滩烂泥，害得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你拖过来，胳膊都累酸了呢。裴衍皱眉，明显不信沈乔胡诌的话，想了一会儿，冲2个小家伙摆了摆手：你俩先出去找曾祖母，爹跟娘有话要说。2个小家伙对视一眼，意味不明的笑了笑，捂着嘴跑出去了。哈哈哈，爹和娘终于要单独相处了，2个人要增进感情了，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曾祖母去。营地内，裴衍的目光一直在沈乔身上来回穿梭，试图找出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沈乔突然抓住他的手，笑出了声。还是说你想亲自检查，看我身上有没有你想见到的东西？裴衍的手十分粗糙，却十分温暖有力，抓在手心里，莫名多出一股安全感。但沈乔的手却十分的冷，莫名的裴衍打了个寒战。7月的季节，手心不应该那
那么冷才对。他愣了愣，含着脸抽回自己的手，请你自重。这个女人又想勾引我，这回又想趁我不备做什么？裴衍这个人，一般的借口真忽悠不了他，除非死皮不要脸。他内心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的嗔怪：明明是你眼睛不眨的盯着我看，现在又让我自重。你。沈乔勾了勾唇，歪头轻笑：你一直盯着我看，到底是在怀疑什么？怀疑我身上有不可见人的东西？要不我脱光衣服给你检查一下？我都这么死皮不要脸了，裴衍应该不会怀疑我说的话了吧？正想开口，突然腰间一紧，整个人失去了重心，往男人的怀里倒去。沈乔突然觉得腰间被扎了一下，浑身僵硬，不能动弹。啊，这个男人还真是记仇。裴衍长臂轻揽住他的腰，3、5下将他的外衣扯了个干净，眸光神情且理智。这种事怎好劳烦娘子亲自动手，为夫亲自检查即可。目光掠过布料极少的肚兜蟹裤，裴衍的目光沉了沉，未曾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，难不成我真被毒蝎子蛰了？不过这个女人的身材当真是火辣。沈乔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暗暗骂了句：狗男人死皮不要脸，面上却故意露出笑颜，放柔了嗓音：相公，这逃荒在外的不太好吧？即便你有火要发泄，也要忍一忍，俩孩子还在外面呢。果然提起俩孩子有用，裴衍目光微蹙，3、2下将沈乔的衣裳穿戴整齐，撩开帘子走了出去。狗男人，狗男人！沈乔内心将裴衍骂了100遍，他到底用什么扎了我？怎么不给我解开呀？沈乔开始扯着嗓门大喊：小炫、小猪，你们快过来呀！可惜所有人都去看漫天的火光了，无人听到沈乔的呐喊，索性闭了嘴不喊了，躺在帐篷里呼呼大睡起来。翌日，刘成等人焦急地在原地来回踱步，沈乔一觉睡到了5时，才揉着酸痛的肩膀醒来。帐篷外闹哄哄的，声音此起彼伏。裴衍回来时满面倦容，风尘仆仆。沈乔的眸光闪了闪：你干嘛去了？新做的衣裳都弄脏了，说着还替裴衍掸了掸衣裳上的灰尘。裴衍神色复杂的看了他一眼，突然举着手中的子弹问：黑风寨数千流匪全部被歼灭，被人用这个东西先杀后烧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沈乔捂着嘴吃惊，嗓音陡然拔高几个分贝：黑风寨被人一锅端了，连寨子带尸体都烧成灰烬了。由于他的嗓门过大，瞬间惊动了周围灾民，一个个围了上来。这位小娘子，你说黑风寨被人一锅端了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可不许胡乱传啊！沈乔连连摆手：我没有胡乱转，我相公去黑风寨看了，发现里面的流匪全被人杀死，烧成灰烬。不信你问我相公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移向裴衍，直到他郑重的点头后，仍然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不可能吧？数千为非作歹的流匪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被歼灭殆尽？莫不是天神降临？瞎扯淡吧！哪来的天神降临？若有天神，还会让咱们挨饿吗？可那年轻人不像在说谎呀，难不成他在诈我们？众人连连摇头，看向裴衍的表情从不可置信变成了鄙视。这年轻人贼精的，竟然想出这样的馊主意，以为我们会上当。沈乔突然抓住裴衍的手臂，眼睛亮亮的。我相信你说的。裴衍抽开了手臂，摊开手掌，将那枚子弹展示在沈乔面前，目光灼灼。你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完了，嘎了人将子弹留下来了。沈乔很无辜的扁了扁嘴，捏起帕子中的子弹，仔细端详。这是项链吗？然后对着裴衍笑得一脸猥琐。是你送我的。裴衍一僵，夺走沈乔手中的子弹，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。满山的野蘑菇，他不去吃，而是跑去摘又苦又辣的野生花椒。沈大妮，你让俺们摘的这是啥玩意？又麻又苦，舌头差点捋不直，还以为是啥好吃的果子呢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古代，能吃上盐都不错了，更别说花椒、八角一类的香辛料了。他们不认识，很正常。谁告诉你那玩意儿可以直接往嘴里塞？这东西是做肉吃的佐料，香得很。鹅妈村一众人走了将近半个月，准备停下来歇歇脚，找个地方弄些吃的。此处郁郁葱葱，甚至有蝉鸣鸟声传来，完全脱离了干旱地裂的地方。欣赏了一会儿美景，沈乔带领妇孺去寻找吃的，而裴衍带领男人们去打点野味。沈乔以及众妇孺来到山林，看着参天大树出神。咦，那是栗果吗？我眼神不太好，瞅着挺像。那就是栗果，咱们运气真好，竟然遇到了树上饭。板栗在古代称为栗果，不仅顶饿，还营养美味，有树上饭的雅称。一众妇人兴奋极了，可惜没有人会上树，纷纷将目光移向张寡妇。张寡妇这次倒没有逼逼赖赖的推脱，自告奋勇，十分爽快。我来爬，帮我找几根竹竿子，我爬到树上去敲，你们在下面接。哎呦，张姐姐人就是好，张姐姐你在上面敲，我在下面接，接满一篮子第一个给你。张寡妇不耐烦的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少恭维我，快去找竹竿子。片刻，几个妇人折了根青竹竿，张寡妇接过，将竹竿系在后背腰上，朝手心吐了2
口唾沫，便要卯足了劲往上爬。哎，等等！沈乔喊住他，从袖子里掏啊掏，掏出一顶棉质厚帽子，递给张寡妇。虽然夏天戴帽子热，但板栗上有刺，戴上它可防止刺扎进额头，省得到时候扒着你的头挑刺。你那啥嘴里吐不出那啥牙？张寡妇极力隐忍着自己不说脏话，但还是乖乖接过帽子戴在头上。张寡妇背上竹竿，像猴子一样嗖嗖嗖灵活利索地爬上去，手脚麻利地拿着竹竿敲打栗果，敲打的栗果不停地往下落。妇人们蹲在地上捡得欢快，不少人开心地哈哈大笑。那么多栗果能捡好几筐子呢，多捡一点路上便不用愁了，这玩意儿顶饱。众人拖着麻袋满载而归，心情好的引吭高歌。开心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，路上还碰到了野山君子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白的，啥样的都有。无论是红伞伞还是白干干，哪个吃了都有毒。沈乔怕糖板板，他不敢摘，但架不住其他妇人啊，他们摘了一筐又一筐，恨不得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白的全装下。沈乔沉默半晌道：“野生菌子还是不能乱吃，咱们摘回去后，让孩他爹看看有毒无毒。俺们小的呢，一定会仔细辨认过才吃。”一位妇人舔了舔嘴唇，咕咚咽下一口口水，说道：“男人们打了也未回来，咱们又摘了栗果，再拿些野生菌子炖肉，想想都要流口水了。”听他们一说，沈乔也快要流口水了，拖着满袋子的山货回到扎营的地方。王氏神色慌张地拉着沈乔就跑，边跑边说：“快快快，小猪被虫子蛰了，疼得大哭大叫呢。还有小炫为了将妹妹的手上的虫子拿走，一急之下被树上的刺扎破了手指，两个孩子都疼得哇哇大哭。”沈乔听到两个小家伙受伤，连忙跑了过去，发现两小只鼻涕眼泪都在冒泡，哭得好不委屈。裴炫吸了吸鼻子，将脸上的泪水抹干净，一脸愧疚道：“娘，我没保护好妹妹，让她被树上的大青虫给蛰了，妹妹疼得厉害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娘，我好疼啊！”裴珠扬起泪汪汪的小脸，委屈巴巴地伸出红肿的食指。沈乔心疼地将她揽在怀里，将食指放在嘴边吹了吹，问道：“被什么虫子蛰了？”“就是这个。”裴炫指了指树上的青色虫子，委屈巴巴地扬了扬自己的手指：“我还被这上面的刺给扎破手指了呢，娘，好疼的。”小炫很坚强，娘给你涂抹药药。当裴炫涂好药后，沈乔的目光才像小家伙所说的带刺的树和那个青色虫子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分明就是花椒树呀，这玩意麻麻的，提鲜入味，烧羊肉最好吃了。沈乔两眼放光，像看宝贝似的围着花椒树转悠了几圈，忍不住摘了许多花椒壳和叶子，摘了做肉吃，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从空间拿香料了。沈乔冲王氏喊了一嗓子：“奶奶，你去多拿几个筐子来，顺便让村子里的妇孺过来摘花椒，这玩意儿炖肉可香了。”啥？王氏瞪大了眼睛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你说啥？这玩意儿炖肉香？先前他以为这东西红彤彤的是啥果子呢？摘了几颗放在嘴里嚼了嚼，差点没将他的舌头给麻掉。孙女竟然说这玩意能炖肉吃，难道是我吃的方式不对吗？王氏活动了下自己的舌头，麻意还未散去。行吧，我这就过去。沈乔将摘好的花椒抱在手里，塞得满满的。这时王氏便领着一众妇孺过来了，兴冲冲看着满地的花椒。张寡妇挎着一个大篮子，瞅着花椒看了好大一会，好奇心驱使下，捋下一把直接往嘴里塞。这玩意儿青的青，红的红，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。谁知刚吃到嘴里，张寡妇就大着舌头呸呸几声，拔高嗓门：“沈大妮，你让俺们摘的这是啥玩意？又麻又苦，舌头差点捋不直，还以为是啥好吃的果子呢。”沈乔将手里的花椒放进王氏带的篮子里，没好气道：“谁告诉你那玩意儿可以直接往嘴里塞？这东西是做肉吃的佐料，香得很。等村里的男人们打来猎物，就用它来烹饪，保准你香掉大牙。”张寡妇明显不信，伸着舌头龇牙咧嘴：“瞎扯淡吧，还做肉吃？这东西若是做肉，那一锅子肉不都给呼麻了？我敢保证你以后会爱上这玩意。”沈乔拍着胸脯打包票，众妇孺不像张寡妇般话多，小心翼翼地去摘树上的花椒。对了，这个叶子也不错，多摘点。沈乔剪下一簇叶子，向大家展示了下，然后丢进筐子里。王氏摘了满满一篮子，对着沈乔几人说。
说：“你们别可劲的逮着一棵树撸，旁边多的是，赶快去摘。”不一会的功夫，每个人的筐子都装满了花椒，兴冲冲的回到营地。我说大妮呀，咱采这么多又苦又麻的玩意干啥？路上能垫肚子吗？就算你要垫肚子，我可不吃。口腔里的那股的麻意还没散去，导致他咬破嘴唇都没知觉。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，这东西叫花椒，花椒不是垫肚子的，而是荤肉的香辛料，可懂？张寡妇似懂非懂的摇了摇头。沈乔无奈的叹了口气，在古代能吃上盐都不错了，更别说花椒、八角一类的香辛料了。他们不认识不懂的很正常，不过临近蜀的真的有意外之喜，竟然让我发现了花椒树，嘿嘿，这玩意儿可是川菜的灵魂呀。这时裴炎等人也满载而归，扛着山羊、兔子、野鸡回来了，孩子们围着他们又蹦又跳，尤其是陈二狗盯着那肥嫩的野味直流口水，趁大家不注意，猫着腰偷了2只野鸡就跑，还没跑2步就被刘成薅着脖子给拽了回来。刘成朝他屁股上狠狠踹了2脚。你个小兔崽子，偷鸡摸狗的毛病还是没改，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女人被开水烫伤了，身为丈夫的他非但没有关心，反而大声的指着他：“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王氏差点炸了，要知道这可是他最疼爱的孙女，这个男人竟然当着自己的面指着他。我自己的孙女自己疼，指望别人？呸！这天，刘成正在教训偷东西的陈二狗，张寡妇挎着一篮子花椒走来，陈二狗挣扎着冲他喊：“娘，快救我！这个姓刘的要打我！”嘿，好你个刘成！张寡妇将花椒篮子往地上一扔，撸着袖子就要给刘成干架。欺负我可以，但不能欺负我儿子。刘成一个小长腿将张寡妇绊倒在地下，张寡妇气得哇哇直叫，伸出5爪冲他抓了过去。我挠死你！只听嘶的一声，刘成一个5大3粗的汉子，黝黑的脸上愣是被张寡妇挠出几个血印子，疼得他倒吸几口凉气。刘成的媳妇看见了，叉着腰破口大骂，蹦跳着跟张寡妇扭打在一起。裴衍刚将猎物分配好，正准备剥皮拔毛，忽听了身后闹哄哄的：“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”裴衍脸色低沉如水，当看到扭打在一起的女人时，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沈乔听到动静，放下花椒，挺身而出，一手薅住一个女人，硬生生将他俩拽开。问清楚事情来由后，沈乔将目光移到陈二狗身上，嗓音森冷如冰：“你又偷东西，是不是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？都10几岁的半大孩子了，在古代社会，过2年就要娶媳妇了，还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事，泼浪无比的毒瘤张寡妇正在慢慢掰直的路上，可不能让这个二狗儿子给毁了。”沈乔冲张寡妇摆了摆手：“你过来。”张寡妇犹豫不前，涨红着脸，梗着脖子：“喊我干嘛？明明是刘成想打我儿子，我站里这个沈大妮不会又想趁机将我们母子赶出逃荒队吧？过来，我跟你说点悄悄话。”张寡妇的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转，她总觉得这个悄悄话不是什么好话。远处的大树下，张寡妇听到沈乔的话后，尖叫着跳起来：“什么？让我家二狗子跟着刘成、裴衍他们进山打猎？不干不干！我家二狗还小，不能干这事。我的宝贝疙瘩生下来是享福的，不是受罪的。”闭嘴吧你！沈乔将张寡妇抵在树干上，用手捂住了她的嘴。你儿子多大了？快12岁了，再过2年就要成亲娶媳妇了。难道你要惯他一辈子？你总有老去的一天，到时候你儿子屁大本事没有，谁都可以拿捏欺负。你想看到那样吗？张寡妇摇了摇头。沈乔放开了帕子，劝张寡妇道：“自从上次偷东西之后，陈二狗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你强势严厉的管辖之下，他还是很听话的。等到了蜀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若他偷鸡摸狗的毛病改不掉，指不定会被人割掉双手双脚。还有啊！”沈乔拍了拍张寡妇肩膀，挑眉笑得意味不明：“你为那男人守了多少年了？是时候改嫁了。大儿子若掰不正，你还可以生个小号重新练练。”你休要胡说八道，毁我名声！张寡妇涨得脸通红，但却不是气的，说明沈乔的话她至少听进去一半。好，你愿意守那是你的事，但我可要跟你说清楚了，咱们蛤蟆村纪律严明，不允许偷鸡摸狗的事存在。裴衍和刘成愿意将手艺传给他，这是天大的福气，好好珍惜吧，姐妹。若不是看张寡妇有用，眼头灵活的份上，我才懒得过问陈二狗的事。若掰扯，掰正了还能丧个人，掰不正爱咋的。张寡妇心里堵得发疼，这个沈大妮惯会拿捏我，但一想到儿子都12岁了，成天除了偷鸡摸狗啥也不会，到时候找媳妇都是难事，最终狠心，咬咬牙：“我同意让儿子进山狩猎。”沈乔勾了勾唇：“行了，咱走吧，剥皮吃肉晒花椒。”沈乔将这事跟裴衍说了，他点头同意，而刘成咧着嘴在一旁插话：“我早就觉得这个二狗子有当小猎狗的潜质，可惜张寡妇护得太紧，平常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怎么今日竟同意了？怕他儿子没个本事傍身，连媳妇也娶不到，所以就同意了呗。”也是，再过个几年，张寡妇就要当婆婆了，她总不能将她的二狗儿子护一辈子。
思。刘成和沈乔两个越聊越欢，裴衍拉长了脸，拉着刘成就走。快剥皮吃肉了，这大热天的趁新鲜下锅，馊了就不好吃了。对对对，刘成一拍脑袋瓜子，咱还打了野山羊呢，又有鸡又有兔，今日吃个满嘴流油。咱俩喊几个人剥皮拔毛去，姑娘媳妇儿们起锅烧水了。最后一句，刘成拔高了嗓门大喊。沈乔找了个树荫阴凉的，找2块石头将锅架起来，再将花椒暴晒在阳光下。男人们将野鸡拔毛，兔子山羊剥皮后，每家按人口分。沈乔拿起大菜刀，将羊肉剁成小块。今天我要做一道硬菜，板栗烧野山羊肉。村中妇孺剁肉包板栗果的空，裴衍带领小孩们去挖良姜。姜这玩意儿做羊肉时能去腥，不只是做羊肉，做其他肉时同样增香好吃。沈乔举着手里的花椒，对正在做饭的妇人们喊道：烧肉时将这个东西放进去，味道好的没话说，相信我，准没错。从空间偷偷掏出大葱、姜蒜，放油炸热花椒，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直窜鼻息。将焯好水的羊肉倒进去翻炒，再放入盐、老抽等调味料，最后将板栗倒进锅内，同羊肉一同翻炒。不少妇人探头探脑，沈乔毫不吝啬地掀开锅盖让他们看，不过也是掀开瞬间就盖上了。他们没看清羊肉到底用了啥烧的，但是那个板栗果倒看得清清楚楚。有不少人狠狠吸吸鼻子问：那啥，裴衍家的，你烧羊肉真放了那个麻麻的东西？沈乔点了点头，我早就说了花椒是个好东西，如今不想重复了。裴衍带领孩子们挖良姜回来了，将良姜往沈乔脚下一扔，这东西也是做肉的香辛料，放进去可增香去腥。哟，你还懂这些啊？沈乔打趣了几句，冲裴衍竖起大拇指。我觉得你有做厨子的天分，改天好好培养，将厨房的重任交给你。裴衍不喜欢这种夸奖，他总觉得这个女人在给他戴高帽子。他闷闷地回了一句：我的天分还不及你半分的。那个女人做饭那么好吃，我可不想进厨房。瞧2个小家伙吃的粉嘟嘟圆溜溜的，就连我身上也长了些肉。若我进厨房，指不定又回到从前面黄鸡瘦的模样。将良姜洗净后放入锅内，沈乔掀锅盖时不小心被冒出来的水蒸气烫到了手，火辣辣的，疼得他龇牙咧嘴的。王氏见状吓坏了，连忙跑过去关心：咋回事？妮儿被烫到了，没事吧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疼不疼？呜呜呜，肯定很疼吧？小猪给你呼呼。裴衍面上露出一丝愣怔后，来到了沈乔面前。没什么大碍，涂点药就好了。裴衍说罢，蹙着眉看着沈乔：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王氏差点炸了，心疼的朝沈乔的手腕轻轻吹着，满脸愤怒：我自己的孙女自己疼，指望别人？嘿！2个小家伙纷纷指责裴衍：爹，娘都烫伤了，你不关心她就罢了，还指责她。哼，我不理你了。我也是。哼，爹爹好狠的心，一点也不关心娘。我真的太过冷漠了吗？我也第一时间上去查看伤口，见没什么大碍，说了实话而已，怎么一个个的都指责我？沈乔的内心又喜又酸，喜的是奶奶和2个小家伙对他的关心毫无保留，酸的是我自认为对裴衍也算熟悉的老夫老妻了，想不到自己被烫伤了，他这么冷漠，装个样子不行吗？有些伤心。憋了憋心中的酸涩，沈乔轻呼出一口气，自己矫情了哈。没事，本就是我不小心，再说了也没什么大碍。女人只是轻轻碰了一下男人，男人就吐出了一口鲜血，只因他是一个直男，因为说错了话导致他的娘子要跟他离婚，无奈之下只能利用苦肉计来挽留妻子。这天，沈乔拖着被烫伤的手来到一棵大树下，四处瞅了瞅，正准备催动意念进入空间，忽然一双大手揽住他的腰，捉住他的双臂，将他摁在大树上。有登徒子，沈乔灵敏的抬腿上去就是一脚，这一脚好巧不巧的正中他的小腹，裴衍吃痛放开了他，脸色痛苦的皱成一团。你这个女人果然狠毒，踢哪不好，非要朝那地方踢。沈乔吓了一跳，往后蹦了1米远，吃惊的看着裴衍：你怎么在这？天知道裴衍怎么出现在我身后的，这丫头会瞬移吗？悄无声息的跟鬼一样。裴衍隐忍的满头汗水，咬牙切齿道：我好心来给你送药，谁知你不识好歹，这是要谋杀亲夫啊！哪个知道你来送药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跟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我身后，还搂我的腰，我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登徒子呢。你裴衍疼得冷汗直冒，深吸2口气，一再压制自己的脾气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青色小瓶子，朝沈乔掷了过去。涂在烫伤上，1日2次，2天就好。沈乔灵敏地接过小瓶子，仔细端详了半晌，毫不客气地抠出青绿色的药膏，涂抹在伤口上。哟，你在哪弄的药？效果还不错，蛮清凉的。沈乔一边涂药一边打量裴衍，他在哪里弄的药？我知道他会医术，但是做药也需要时间吧？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做出治疗烫伤的药呢？直到火辣辣的痛意逐渐消失，沈乔才将药揣进兜里，看着裴衍刚毅俊朗的侧脸，他感觉到裴衍很痛苦。完了，我那一脚用了10成10的力，不会给
给踹坏了吧？那个，呵呵呵。沈乔来到裴衍跟前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还能立起来不？”什么？裴衍一脸懵。沈乔咽了咽口水，脸颊红红的，试探的口吻：“就是没踹坏吧？还能瑟瑟不？”愣了半晌，裴衍才反应过来沈乔说的是什么，气得脸色涨红。你这个女人，怎么什么话都能说出口？廉耻之心呢？廉耻之心有没有？沈乔很无辜地摊了摊手：“我踹的，出于关心问一句很正常吧？怎么裴衍气成这样？我忘了，这是古代讲究女子三从四德，归属女子言辞恰当。不过谁让你跟个鬼一样出现在我身后？不过你的药挺好用，谢了。”沈乔围着裴衍来回转悠2圈，笑盈盈道：“出于对自家夫君的关心，我关心一句理不理，怎么就不能说出口了？”裴衍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他被这个女人的厚脸皮彻底折服了。我认输。裴衍实在不知要如何回答这个女人的问题。我们2人之间还没熟到那种程度吧？沉默片刻，他突然低声道：“伤口还疼不疼，并非我不关心你，而是我不善于表达。”沈乔一惊，内心忽然有点小雀跃。直男要开始表白了吗？要不要接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。然而下一秒，你终究是孩子的娘，是我太过于冷漠了些。以后我尽量在孩子面前装作很关心你的样子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孩子寒心。既然这个女人在改变，我以后也要改，变成一个关心妻子的好丈夫。呀！沈乔转身盯着他，嘴角勾着，被他气笑了。亏我以为这个男人在人前不善于表达，现在倒好，背后也是这样。我不需要你装作对我好，等咱们安定下来后就和离。我会给孩子讲清楚缘由，绝不会让他们寒心。沈乔攥紧了拳头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若不是手疼，真想给他一拳。”裴衍的眼瞳微微一缩：“你又提和离，为了孩子就不能好好过下去吗？”别再说为了孩子好好过下去，你把孩子坑惨了，还整得自己多伟大似的。你知不知道两看生厌的人会对孩子带来多大的危害？亏我以为这个男人对我有那么一丝感情，结果全是自己的遐想。直接透过衣兜从空间掏出纸笔，刷刷写出和离书。你装作对我好也很累，与其每天装的心累，不如一拍两散，各自欢喜。孩子双日子你养，单日子我养，如何？见裴衍一动不动，沈乔又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不想养，也可直截了当的跟我说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所有。”沈大妮，裴衍双眸猩红，手臂的青筋突突跳起。你又要闹哪一出？他烫伤了，我屁颠屁颠的来送药，他却想着法子跟我和离，我哪句话又说错惹到他了？还有什么叫抚养权归他所有？裴衍紧皱眉头，眼底的温度尽数散去，阔步来到沈乔跟前，擒住他的手臂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想和李长那个姓宋的再续前缘，让孩子管他叫爹？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同你和离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姓裴的，你有病不是？怎么你们一个二个都喜欢将我跟那个姓宋的联系在一起？沈乔暗中使力挣脱被钳制的手臂，发现这男人力气大得出奇，他只好抬起另一只拳头朝裴衍砸去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宋庆宇3个字，听到就烦。这3个字在我面前出现的频率比我娘还高，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沈乔的一拳未留余力，裴衍硬生生受了这一拳，紧接着他松开沈乔的手臂，连连后退好几步，闷哼一声，噗的喷出鲜血。沈乔惊呆了，这男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鸡了？这就吐血了。裴衍后退至树干上，背靠着他，才堪堪稳住自己的身体，面上淡淡的任由血迹滴洒在胸前的衣襟上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沈乔，有股黯然伤神的感觉。我的旧伤。裴衍痛苦的捂着胸口，显得神思恍惚，气息奄奄。沈乔观察了好大一会，感觉不像装的，不由得生出些愧意，眼神偷偷闪躲着，不敢与之对视。我忘了这男人还有旧伤呢，哎呀，这可咋办啊？要不道个歉，再用药帮他治疗。沈乔扇着脸来到裴衍跟前，蹲下，歉意连连：“对不住啊，我忘记你旧伤在身，下手也没个轻重。”裴衍紧皱着眉头，一言不发。我看看你的伤，若离开了，我再给你缝上。沈乔小心翼翼地去扯他的领口，却被一只手大力攥紧手腕。良久，耳边传来男人低沉的嗓音：“和离的事不要再提。”我话未说完，噗的又吐出一口鲜血。沈乔低下头，手指紧握，内心翻江倒海。好，我以后不提就是，别吐血了，再吐小炫就得摔盆了。裴衍翻了个白眼，不过这句话果然有用，狗男人果然不吐血了。你要不要紧？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裴衍靠着树干，强撑着站直了身体，摇了摇头：“无大碍，能挺住。”真不要紧。沈乔愣住：“快回去吧，太久了，孩子们和奶奶担心。”裴衍捂着胸口往前踱步，还不忘掏出帕子擦拭嘴角的鲜血。我扶着你吧。破天荒的，裴衍没有拒绝，反倒生出一丝期待。就这样，沈乔搀扶着他回扎营地。明明受伤的是我，最后却变成了我照顾裴衍，老天真会开玩笑。裴衍低垂着头，眼神闪着意味不明的光，趁沈乔不注意，偷偷拔下插在穴位上的银针。这个女人真是心狠如丝，不放大招根本困不住她。还好她不再提和离的事了，否则2个孩子要恨死我。他明明是蛤蟆村的一位普通猎户。
户，却对朝堂之事了如指掌，更精通攻城略地的各种计策。我觉得将装满火药的坛子投入火中，点燃火药炸开城墙，这种方法最为实用。可惜的是现在没有火药。而沈乔听完，双眼发亮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家猎户相公还有这才能。难道他真的是普普通通蛤蟆村的一介猎户吗？过了这座城前面就是西南属地了，怎么城门关得死死的？太守大人有令，尔等速速后退，不可硬闯城门，否则格杀勿论，一个不留。有不怕死的站出来，仰着脖子理论。灾民们全部赶往西南属地的旨意，是当今陛下下的旨意。太守大人怎可违抗圣令，将我等拒之门外？那位将军慵懒的朝弓箭手挥了挥手，斜睨了眼城下的官差。在此地，太守大人的命令就是圣旨，你敢忤逆，将他射成筛子。话音刚落，一支箭如穿云贯日，自高处城墙俯冲而下。官差谋恐惧缩，还未来得及闪躲，那箭射穿了他的胸膛，顷刻间毙命。灾民们吓得脸色惨白，后退几步。快走快走，再不走命没了。刹那间，不管是流民还是被流放的犯人，纷纷乱作一团，慌忙后退逃命。葛妈村的队伍一直在末尾眺望，见大家拼了命的跑，也随着大部队撤离，直到远离锦城2里路，上万灾民停下来哭爹喊娘。这天下迟早要乱，揭竿而起是迟早的事。而裴衍带领众人又退至原地方，先前扎营的痕迹还在，索性按原地方重新扎营。宅民们气不打一处来，最后由一名叫张玉的犯人组织起义。张玉是前任首辅，他为了众灾民，请求朝廷开仓放粮，广施粮药赈灾，才被南越地流放。上万流民对他的信服度很高。裴衍眸光微闪，转身回了驻扎营地，将此事告诉了沈乔。沈乔有些忧心，手无寸铁的灾民如何对付得了身穿铠甲、骁勇善战的官兵？即便咱们躲得再好，还是会受到他们的牵连，届时被当成暴民屠杀殆尽。沈乔找了块石头坐下，忧心忡忡地问裴衍：往回走是不可能了，眼下这路你怎么看？裴衍沉默半晌，微微蹙眉看向远方，眸中透着一股难以捉摸的高深之色。眼下这路反也是死，不反也是死，索性反了吧。虽然裴衍这话跟沈乔心里想的差不多，但说出来他忍不住心脏通通直跳，咽了咽口水。沈乔沉声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去找张玉，既然要攻破城门，便要好好布防一番，不可莽撞行事，纸上谈兵。裴衍紧了紧五指，点头附和。行，村里的事交给你了，我去找张玉。我不想再当一辈子缩头乌龟了。前半生已经埋葬在穷乡僻壤的蛤蟆村，后半生我想为自己而活，为孩子，也为了他。沈乔不知裴衍心中所想，看着他欲言又止半晌，最后咬咬牙道：此事我也要参与，将村子交给刘成和村长看管。此处易守难攻，安全得很，躲在这里他们不会有危险。等咱们攻进了城，再将妇孺接过来。两人将此事告诉了王大福、刘成。王大福吓得支棱从担架上爬起来，不停地掐着人中，但想到那句横也是死，竖也是死，无奈掐了会人中后，站直了身子，临危受命。本想一直北蓝一直爽，眼下这情景不能再北蓝了。王大福重重叹了口气，对两人道：想做什么尽管放手去做，村子里的老庄里全部上阵，妇孺孩子我来看着。沈乔喊上张寡妇，让他带领妇人们伐木砍竹，制作麻绳，采摘毒蘑菇，趁着无人的空隙闪身进了空间。很长时间没拿手机看了，不知进线方子后手机里的系统商城有没有奖励。刚打开手机，信息叮铃叮铃跳个不停，看到奖励，沈乔有些失望，全是种子蔬菜一类，对眼下的情形没有任何帮助。突然又弹跳出一条信息：端平黑风寨奖励锦囊1份。打开锦囊，写着周围10里有硝石矿，位置在西南方向，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，不是很具体，不过10里应该好找些。沈乔二人找上张玉时，他正在绘制地形图，他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，一头灰白的头发打了结，那双深邃的眸中竟是无限的哀伤。听说你们也要加入起义军？张玉开口，字正腔圆，颇有前任首辅的气势。两人表明来意后，裴衍进献了2个攻城的法子。第一种是趁抹黑偷偷挖城墙的砖，然后间隔一段距离留一个土柱，然后穿上绳子，让上万人合力去拉，柱子倒了，城墙也就倒了。另一种法子是将装满火药的坛子投入火中，点燃火药炸开城墙。第二种方法最为实用，可惜没有火药。裴衍说出来后叹气摇头，而沈乔听完双眼发亮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家猎户相公还有这才能，无视两人眼中的惊艳。裴衍神色淡淡，再次将心中的想法娓娓道出。在下以为攻城乃下下策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用此计策。张玉不明白了，既然攻城乃下下策，那你为何又出了2个攻城的计策？这不自相矛盾吗？裴衍笑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直接道：听闻大人的得意门生3年前被贬至此地，现为稽查司司长，专门督察流放的犯人开采石矿。裴某想，大人既然组织了农民起义，却迟迟不肯攻城，想必是为了与那位门生取得联系，来个里应外合。张玉这才正式抬眼注视着眼前的年轻人，面色清冷漠然，寒眸中有丝淡淡的琥珀色，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他一个普通的猎户，为何对朝堂之事入常了解？就连
连我的心里所想也摸得清清楚楚。同样震惊的还有沈乔，他垂下头，眼珠子咕噜噜转了转，没敢直视裴衍，心中暗自悱恻。裴远竟对朝廷官员的关系网也能了如指掌，难道他真的是普普通通蛤蟆村的一介猎户吗？张玉叹了口气，将手中的地图扔到一边。眼下局势非攻城门无退路，此时的锦城说不定正调兵遣将，将上万灾民屠杀殆尽。暴乱的灾民被杀死不仅不可惜，对锦城太守来说还是大功一件，是他飞黄腾达的踏脚石。可灾民中又有谁能够悄摸溜进城内，将消息递给我那学生？那个沈乔刚想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，说出那句我来递消息，便被裴衍捂住了嘴巴。男人说话没有妇人插嘴的份。说完还狠狠地朝沈乔的屁股上掐了一把，疼得他差点爆粗口骂人。裴衍又道：实不相瞒，我等有山中狩猎的经验，一些简单的武器还是能制作出的。对了，后山中有大量的毒蘑菇、毒蛇，可让流民采来制成毒药，抹在箭头上，待攻城时可事半功倍。张玉眯了眯眼，眸中金光乍现，指着裴衍无奈笑道：你小子先是找来出了2个攻城计策，又说攻城乃下策，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以使用，现在又主张攻城，就连毒药的法子都想出来了，三言两语就想炸出我的底牌。裴衍抿唇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张玉捋了捋结在一起的胡须，说道：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有几个死士跟随我来到流放之地，届时可派他们溜进城地信，等咱们攻城时，我那学生会趁机杀死太守，取而代之，并打开城门迎灾民入内。女人只是在山里挖了几个坑，坑里就瞬间长满了火药。要知道这可是古代，别说是火药了，就连火把都是很稀缺的资源。从张玉处回来，沈乔一直处于发愣懵逼状态，他觉得眼前的人不是裴衍，这人莫不是和我一样被借尸还魂了？沈乔猛地拉住裴衍的衣领，问：你是谁？你不是裴衍？裴衍笑笑，轻轻拿开他的手，转身目空前方，语气带着说不出的伤感。从前的我是什么样，你真心了解过吗？沈乔一噎，从前原身心里只有宋青雨，裴衍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又粗又糙、邋里邋遢、窝囊没本事的男人。想到这里，沈乔转身来到裴衍跟前，抬眸与他对视，脸上绽出一抹鲜花般明媚的笑，呵气如兰。那现在了解迟不迟？裴衍耳根子红了红，这个女人说的是什么话？难道开始对我有意思了吗？这么突然，我还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你想去哪里了解？他突然凑近沈乔耳边，嗓音低沉魅惑：就在这了解。裴衍看了看周围，一脸的难为情。这不太好吧？人来人往的，后山的山洞隐秘性强，不如你去那深入了解下我。意识到这男人说的什么后，沈乔的脸红得滚烫的厉害。狗男人，脑子里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？是你说要了解我的，我给你了解，你还恼上了。沈乔总觉得裴衍这话有些熟悉，乍一听，这不是在学我吗？这厚脸皮的劲儿，学了个十足十。沈乔咬了咬牙，骂了个不要脸，面上故意展开笑颜，食指挑住男人的下巴，放柔了嗓音：好啊，只要相公喜欢，我无所谓的。那咱现在就去吧。裴衍浑身一僵，拦腰将沈乔抱起来，嗓音沙哑低沉：好啊好啊，等你这句话好久了。女人如水，这话果然不假。活了22年，从来不知道女人抱在怀里，身子是那样的软啊！你来真的？沈乔紧张的浑身肌肉紧绷。你在害怕？湿润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沈乔心头一颤，结结巴巴道：怕了，我还不过你，我认输。认输？裴衍唇角微微勾起，突然靠近他的脖颈。沈乔心头一紧，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朗朗乾坤啊！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裴衍慌张的将沈乔放下来，脸色不自然的扭向一边。沈乔回头发现裴珠双手捂着眼睛，一本正经的念叨着非礼勿视。裴炫许是觉得捂眼睛显得没有诚意，又将身子背过去。爹，我们真的什么也没看到。裴珠的小手微微打开，见沈乔看他，又立马合上。哥哥，快走快走，别打扰爹爹和娘。裴远看着两小只一阵无语，沈乔的脸红的跟番茄酱似的，扔下一句我要去如厕就跑开了。裴衍嗤笑一声，总算抓住这个女人的短板了。直到脸上的热度降了，沈乔才找了块石头坐下来。张寡妇挎着篮子找来了，看到沈乔时皱了皱眉，你脸咋那么红？还红吗？明明不烫了。嗨，刚才跑了2圈，累的。沈乔不自然的轻咳2声，目光放在张寡妇的篮子上。毒蘑菇采回来了吗？采了，每个人采了好几筐呢，不知道哪些有毒，索性都采来了。沈乔将毒蘑菇收集齐，立马跑去找裴远，他神色非常自然，之前的事就像没发生似的。喂，你会炼毒吗？不会。裴衍冰冷的吐出2个字，连眸子也没抬。先前一口一个相公叫的贼甜，现在又称呼我喂，气死了。沈乔噎了噎，我没得罪这个
男人吧，怎么听着不大高兴？难不成欲求不满，心火旺盛，看见我就来气？那你为何让男人们去捉毒蛇？不是想萃取毒液吗？我乐意。这天是聊不下去了，沈乔自讨没趣，转身就走。我记得手机空间的提示，方圆10里有消石矿，不如我去找找吧。天色微暗，裴炎扫了眼四周，没发现那个女人的身影。2个小家伙跑过来，摇着他个胳膊问：爹爹，你看到娘亲了吗？你娘没跟你们在一块吗？没有啊，2个时辰没见到她了呢。曾祖母也在到处找。你俩去找曾祖母，我去找你娘。裴炎丢下一句话就走了。那个女人不会夜探城门了吧？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她怎么敢？裴炎觉得心烦意乱，背起竹剑，腰上别2个斧头。裴炎准备就绪，阔步离开，刚走至山口，就见那个女人拖着一麻袋东西回来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沈乔抬眸打量了他一眼，这男人全副武装的，是要找谁拼命吗？看到女人安然无恙，裴炎不由得松口气。不干嘛？你过来，咱俩将东西抬回去。裴炎掂了掂麻袋里的东西，起码有300-400斤，心生好奇，里面是什么？等回去就知道了。沈乔故作神秘，惹得裴炎更加好奇了。2人到了驻扎营地，沈乔就掏出麻袋里的东西，开始瞎鼓捣。正好空间有硫磺粉，配置火药需要消石、木炭、硫磺。沈乔按照前世的记忆，结合手机上搜索来的视频教程，学习制作火药。裴炎扫了眼四周，最后定睛在不远处眯着眼睛下神的女人身上。那个女人被定身了吗？怎么一动不动？喂，你弄这么多芒硝干嘛？突如其来的男声将沈乔的思绪拉回。芒硝。沈乔愣了半晌，忽然想到，硝石用作中药时也称为芒硝，是治疗痔疮的良药。沈乔冲裴炎勾了勾手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那就帮我干活吧。说到这里，挡住嘴巴，压低了声音，悄声道：我要制作火药，嘘，先别告诉别人，等成功了再说。裴炎闻言，呼吸一滞，面色骤变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制作火药，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自然不是开玩笑。沈乔甚是得瑟。不过制作火药的方法我只在某本书上看到，不是很熟悉，需要多试验几次才能成功。裴炎半信半疑，一晚上都在沈乔的指示下干活。2人忙活了一晚上，终于制作出了威力巨大的鞭炮。沈乔有些受打击，别人穿越制作出的火药炸弹横扫千军，所向披靡不在话下，怎么我偏偏制作成了鞭炮？无奈之下，他给自己的作品取名大雷子炮。裴炎盯着3指宽的炮竹，眸色逐渐赤红，语气激动：已经很不错了，若将萃取的毒液放在大雷子炮上面，放进罐子里引炸，足以对付锦城的守卫军。激动归激动，很快裴炎冷静下来，看向沈乔的目光带着探究。你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制作方法？沈乔挠了挠头，托腮做思考状。先前在我爷爷的压箱底看到的，现在那本书早已随他埋在地下了。不过裴炎的想法也不错，萃取毒液放在里面。他不是说不会制毒吗？这男人不诚实呀。也不知裴炎信没信，反正他没再追问了，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沈乔，像是看金子一般。沈乔被他看得有些不自然，将头扭向一边。你去找张玉，将制作大雷子炮的方法告诉他，消石我这边会提供。消石哪里有这东西？沈乔故作神秘一笑，这东西是被我无意间发现的，位置呢只能咱俩的人知晓，万不可暴露了消石矿的位置，这可是咱发家致富的机遇啊。裴炎点了点头，嘴角微勾，他很满意女人说的咱俩，这意味着他无意间将他绑在一块了。你派些人进山多摘点毒蘑菇，对萃取毒液有大用处。年轻人不简单啊，竟然连毒物也会萃取。哈哈，进山待久了，别说萃取毒物了，就连毒蛇也敢吃，久而久之就训练出来了。10日后，沈乔拉着满满1牛车大雷子炮来到张玉的营地。你别小看这炮仗，若是点燃，人的整只手能炸飞。张玉的震惊程度不亚于裴炎。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怎能做出威力十足的火药？沈乔蹙了蹙眉，这跟火药比，还是差远了吧？不过他老人家说是火药，那就是火药吧。我本人还是喜欢称为大雷子炮。关于消石矿的秘密，他不打算告诉别人。张大人，宜早不宜迟，今夜你们就攻城吧，这些火药就交给你们用了。张玉十分爽快，先前派的死士早已偷摸进城，给我那学生递了信，只等咱攻进城门时，他会趁乱杀了锦城太守，并打开城门。说完，沈乔一行人就回到了蛤蟆村驻扎营地。当夜，张玉的死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锦城内，一支充满火光的穿云箭直插云霄，拉开了攻城的信号。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火药声，刹那间，火光映照了半边天，而蛤蟆村在一阵阵轰炸声中安稳睡去。第二天，城门攻破后，蛤蟆村众人被张玉的随从通知进城落户。张寡妇眼睛亮得吓人，哈哈哈，这辈子总算没白活，如今还洗脱了暴民的罪名，能够安家落户了。我们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官，青天大老爷。流民们被随机分配到各县管辖下的小村落，而蛤蟆村非常不幸运的被分到了流放村。沈乔总觉得他们村不像是随机分配的，倒像是人为的。落户时，我缴纳了那么多银两，心想着怎么也
能分个山清水秀、土地富饶的村落吧？沈乔家被分得了2间土坯房，外加1间茅草屋。茅草屋狭小逼仄，勉强做个厨房，住人却是不行的。只有2间房，我家3大2小，这个怎么分配？王氏丢下手中的包袱，指着2间土坯房道：“那间小一点的留给你和孙女婿，那间大的呢，我和小炫、小猪一起住，中间隔个帘子，小炫单独睡1个床。”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不必再逃荒。王氏是恨不得自己孙女与孙女婿单独相处。裴眼眸光闪了闪，没有发话。他对这种分配没有意见，认为非常合理。而沈乔不干了：“奶奶，你那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能让你帮我们带孩子呢？这样吧，那间小的就给裴炫父子，那间大的放2张床，咱仨睡1间。”王氏犹豫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夫妻2人分房睡，这不太好吧？分久了，感情就淡了。”裴眼背着手，仰头45度角，看天看云看太阳。王氏说的话非常有道理，怎么从前没发现这个老太太那么明事理呢？有一种美叫距离产生美，分得越久，感情越浓，小别胜新婚，懂不懂？还有啊，奶奶，小炫和小猪都6岁多了，怎能睡一个屋？哪怕隔着1张帘子也不行。都说男女7岁不同席，这样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。裴珠早就想抱着香香软软的娘睡了，一把抱住她的大腿，笑得欢脱。娘，我要和你睡一起。裴炫不停地摆着小手，冲裴珠挤眉弄眼，奈何小丫头推眉眼力尽，气得裴炫背着小手来回踱步。爹娘的感情刚刚起步，我这个妹妹就横插一脚，机灵的时候挺机灵，犯浑的时候是真浑啊！哎呀，没眼看她了。裴炫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曾祖母身上，只要她不同意，娘还是得跟爹睡。谁知王氏思索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冲沈乔竖起大拇指：“也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不能只考虑孙女和孙女婿，完全忘了小猪和小炫啊。俩孩子都大了，这要是传出去共眠一室，指不定笑掉大牙。”裴眼翻了个白眼，刚觉得这个老太太明事理，现在倒好，3言2语被这个女人给忽悠了。他有些烦躁，拔腿就往外走，被沈乔喊住：“干什么去？去溜达溜达，顺便去找村长。先回来，将牛车上的行李搬下来，还有房梁，有些地方不牢靠，你来翻修翻修。真是的，像什么样子？活还没干完，这男人就想溜。”裴眼顿住脚步，这女人不跟我睡一屋，又安排我干活。尽管心中不满，但想到一家妇孺老幼，就他一个劳动力，干活也是应该的。不过这个女人指使起我来，也太得心应手了吧，就像指使自家夫君似的啊！我不就是她的夫君吗？想到这茬，裴眼浑身来了劲，干起活来麻利利索。沈乔薅了点扫帚苗子，捆绑成扫帚状，准备打扫。王氏看到后，惋惜的一拍大腿，指着扫帚说：“这玩意儿蒸着吃可好吃了，你怎么全薅了扫地了？可惜可惜，我想这口想了好久了。”扫帚苗被称为野菜之王，被称为不吃肉也要吃的草，乡间无闲草，用好全是宝。沈乔指了指屋子后方，后面多的是大片大片的肠，可惜啥呀？想吃今天中午薅了，咱蒸扫帚苗吃。真的？王氏噔噔噔跑到屋子后方看了2眼，随后眼冒金光的朝着2个小家伙招了招手：“你们俩带2个筐子来，咱摘点扫帚苗吃。”一老2小兴致勃勃，挎着筐子往屋子后方跑去。沈乔一边打扫一边压低声音对裴眼说：“你说咱落户也是花了钱的，工程门也是立了功的，那什么前首府怎么不说说好话，将咱们分到一个山清水秀、土壤富饶的村子？怎么分到这犄角旮旯来了？还是流放村，全是犯人啊！”裴眼露出一副看白痴的眼神，看着他说道：“山清水秀、土壤富饶的地方能轮得到逃荒来的外乡人吗？这地方有大片土地未曾开垦，而犯人又没有权利开荒种田，现在全是咱们村的了，跟到馅饼没什么区别。还有啊，等过了农忙时，村里的汉子们还能去采石场干活，1天200文，1个月下来可得6000文，也就16两。这么高！”沈乔惊呼，手中的扫帚苗子差点被扬飞了。也就是说，男人在山上采1个月石头，能得到1万多块钱的工资，1两银子按照2000块算的话，虽然是按劳动赚钱，但种地赚钱两不误，比先前好了不知多少倍。沈乔突然觉得捡了大便宜。那个陆慎行还挺会办事啊，不过张玉以流放犯人的身份来到流放村，他要不要干活呢？稽查司司长是他的学生，现在又暂代太守一职。张玉待在流放村也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装装样子罢了。村民每个人都分到了几十亩的田地，却没有一个人开心的起来，更有的人抱头痛哭。这点田地种出来的粮食都不够我一个人吃的，更别说我家还有好几10口人了。原来他们分到的田地都是些还没有开垦的荒地，产量更是低得可怜。这地儿的50亩土地还不如其他县城的2亩良田呢。我们种了这么久，粮食产量硬是没上来，就连果腹都难。葛骂村的众人也连声抱怨：这哪是田
人呀，简直就是荒地啊，寸草不生的那种。怪不得岸人头美人无母，我们还暗自高兴，结果全是没人种的荒地。晚饭过后，众人全聚集在沈乔家的院子里开会。裴大哥，能不能跟上方说个情，让我们换个地方，哪怕多是点银钱也行。就是，这犄角旮旯的地方，还跟一堆被流放的犯人住一块，实在是膈应人。裴衍将采石场的事说了。大家听我说，大家田里不忙时，男人们还可以去附近的采石场上工，听说那里一天200文，你们算算一个月可以领多少？刘成掰着手指头算，算完后脚步趔趄几步，真的倒在地上。乖乖，一个月可以得6两银子，就算田里收成不好，也足够吃的了。是啊，虽然这点不咋的，但好歹挣得多，比那些犯人强了不止100倍。哎呀，知足吧。沈乔坐在小板凳上，托着腮，若有所思。田里的杂草全部1米多高，开垦起来有些难，好在地下没有杂乱的石头，倒也不是没有法子。趁着裴衍跟大家交谈之际，他进屋关门，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拿起手机开始搜索如何开垦荒田。开垦荒田用什么工具？开垦荒田的农具有6尺铁耙、3角锄头、羊郎、窄口锄头。将这些农具的图片下载下来后，用打印机打印出来。沈乔拿着它们出了空间，正巧他们没走。沈乔扬了扬手中的纸，将它递给王大福。村长，你看看这些农具若打造出来，能不能开垦荒田？王大福一张张看下去，激动地掐着脖子，嗷地喊了一嗓子：这些农具是你画的？裴衍眉头一蹙，从王大福手里拿过农具图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自从这个女人改变后，就变得很能干，没想到她不仅会绘制农具，竟然还绘制的那么像。她这么能干，我压力有点大啊。裴衍的下颌线绷得紧紧的，就连脑子里的那根弦也是越绷越紧。沈乔挠了挠头，露出一丝勉强的笑。我哪有这本事？我画画跟鬼画符似的。这图纸是一位流民大姐给我的，我也不认识她，就给了她2葫芦水作为回报。她给了我农具的图纸。裴衍松了口气，脑海中的弦弹起了轻松的音乐。沈乔又道：我想着大家被分了那么多荒田，如今刚立秋，正是种土豆的好季节，咱不能浪费时间呀。是啊，咱这一路走来，躲过多少灾祸，肯定有老天爷帮着咱们呀。就是，大妮就是咱们村的福星，随便碰到个流民大姐，一出手给的就是有用的东西，还不是人家大妮好心送了水，人家才给的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人要心怀善良，才能得到回报。而裴衍却对沈乔的话半信半疑。他什么时候见的流民大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沈乔顿了顿说：既然老天帮了咱们，那天机就不能泄露。不知有谁会绘画，照着我这图纸一葫芦画瓢，画出来后让铁匠打造出农具来，这样咱们开荒种田就不愁了。我打印出来的农具是彩色的，就跟拍的照片一样，一旦现世，恐怕会招来横祸。蛤蟆村子里有一个读书的赵秀才，不仅长得唇红齿白，还会吟诗作画，还有一个靠打铁为生的吴铁匠。果然话刚出口，这2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。赵秀才将农具样子画了下来，吴铁匠挺身而出说道：打制农具的活就交给我和家人了，10天之后保准做好。沈乔满意的点点头。人群散后，裴衍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眼神闪着探究的光。沈乔打了个 stop 的手势，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农具图真是那位流民大姐给我的，你爱信不信。我现在忙得很，可没有时间跟裴衍解释。土坯房的周围全是杂草，屋顶瓦片还有裂缝，蚊子逮着缝就往屋里钻，咬得满身是包。可他空间里只有电蚊香叶，在古代毫无用处，他对蚊子深恶痛绝，恨不得将它们消灭殆尽。这些1米高的杂草是招蚊子的罪魁祸首，今晚定要将这些杂草全部拔光。1刻钟后，沈乔伸出绿油油的手，拔草这活真不是人干的，又累又脏，关键是被蚊子叮得满头包，也不知裴衍干嘛去了，一到干活时间就开溜。哎，我也不干了，累死累活一晚上也跟不完，早点洗睡吧。刚从空间接了1大缸水，小破门吱呀开了，裴衍提着2桶水阔步走来，后面跟着用扁担挑水的王氏，还有端着小木盆的2个小家伙。哎呀，冤枉人家了，原来这男人带领一家老小打水去了。裴衍看着满满1大缸水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沈乔。水缸满了，我去打水时明明记得这个女人在拔草，怎么这么快将水缸装满了？况且家里的木桶都被我们几个拿走了，这个女人在哪里打的水？王氏将扁担挑子放下，眯了眯眼问：妮儿，你啥时候打的水？就在你们之前。沈乔紧张起来，有些结巴。4人明显不信，裴珠直接道：娘，你会睡姨吗？我们刚才去打水就没看到你呀，临走之前你还在拔草啊！这。沈乔的眼珠子不停地左右乱瞟，当看到拴在一旁的牛时，灵机一动，指着牛激动地大叫：刚才拔草拔累了，我就将牛牵过去吃草，谁知这牛拔腿往屋后跑，好在
看牛车上有个装粮食的缸还没卸下来，我追上牛之后，正好看到有人在打水，索性将牛车上的大缸装满水卸下来了，咱们就这样前后错过了。当初他买的几个缸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么说应该没人会怀疑。果然，一老两小点了点头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只有裴炎抿了抿唇，若有所思。王氏很高兴，水多了正好，咱今晚好好洗洗。逃荒这么久，除了上次正儿八经在河里洗了洗，到现在也没洗个热水澡，身上馊臭馊臭的。裴炎非常自觉地开始烧热水。那么长时间没洗澡了，夏季天又热，出的汗多，身上酸臭酸臭，不用低头都能闻到那股味。不过那个女人身上总是香香的，从来闻不到汗臭味，也不知为什么。孩子们也该好好洗一洗，尤其是头发。上次那个女人说孩子长了一头虱子，还拿出篦子让他刮。想到这个情形，裴炎头皮一阵发麻，满屋子的蚊子却只盯着他一个人咬。哎呀，睡不着，好烦呐！怎么蚊子就逮着我一个人咬？只因他们是外地逃荒过来的，县里给他们分配了2间年久失修的泥砖房，墙体上面开裂了很多条裂缝，一到晚上，蚊子就会通过裂缝往屋里飞。明天我就找人盖房子，我又不是没钱，又不是盖不起房。第二天一早，沈乔就拿着2盒点心，正要往李正家去，但他又不知道李正家在哪里。正好看到村口不少妇人嗑着瓜子闲聊天，索性上前堆笑问道：“各位婶子，我想问一下，李正家怎么走？”嗑瓜子的妇人上下打量了沈乔一眼，目光落到他的脸上时，眸中闪过一丝惊艳，但很快镇定下来问：“村里有2个李正，你找哪一个？”实不相瞒，我们是逃荒来的，不知道该找哪个李正。我想盖新房子，婶子认为找哪个合适？妇人见沈乔礼貌谦和，人长得也不赖，心生好感，立马笑着快步上前。哎呀，问我可就问对人了，走，我给你带路。咦，流放村的村民这么热情吗？这一下子给沈乔整不会了。不都说本村人会欺负外来户，这婶子看着能处。沈乔脸上堆满笑，礼貌又客气。那就多谢婶子了。哎呦，客气个什么劲哟！别看咱们这是流放村，可村民个个热情的很。那婶子非常自来熟的跨上沈乔的胳膊，悄咪的靠近他，低声道：“偷偷告诉你啊，那些被流放的家眷们，长得好看的大多是做那种生意的，你少跟他们打交道啊。尤其是村里那的叫徐月香的，长得风骚媚骨，勾人的功夫那叫一流，你可千万要看好你家老爷们呀，别一不留神被他勾了去。”说起这个徐月香，妇人狠狠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星子，眼神里的嫌恶就像看到苍蝇驱虫一样。沈乔嘴角抽了抽，这户人怕是有社交牛皮症吧，跟谁都能自来熟。他竖起耳朵听得入迷，试问八卦谁不爱听，正听得来劲。那妇人突然停下来，伸手指了指前方说道：“走这里，走这里，前方大树底下拐个弯就到了。这个李正姓张，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做主，另外一个是副的，主要打打杂传传话。”沈乔佩服地看了他一眼，聊这么嗨还不忘看路，这婶子是真社牛啊。不过他还是礼貌地朝他道谢。那妇人大手一挥，摆摆手：“你这小娘子客气得很，我夫家姓孙，人家都称我孙大耳朵，哈哈，一个外号莫见外，你叫我孙婶子就行了啊。对了，孙婶子的大眼珠子咕噜噜在点心盒子上转了转，你去李正家还带这么精美的礼啊，一看就不便宜。你们不是逃荒来的吗？我听说逃荒的那叫一个苦，卖儿卖女都是轻的，你们竟有闲钱盖大房。那个先前家底颇丰，自家夫君又会打猎，一路上进山打了不少野物卖钱，所以颇有积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村呢都是以打猎为生，不知此村的后山是否能猎到猎物？”孙婶子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。哦，原来这样。我说看着那帮村民个个长得身强体壮，原来有这本事啊。不过他忽然话锋一转，略微可惜道：“流放村的后山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也从未见野物冲下山，想来是没有猎物生存的啊。不是吧？”沈乔心头一跳，抬头朝远方眺望，看着山峰郁郁葱葱，怎么看都不像没有猎物生存。想来是流放村的人不擅长打猎，其余的男人又在山上采石，没有空去山上打猎吧？嗨，婶子还能骗你不成？反正这么多年了，也从未见谁从山上扛着野物回来。想到这茬，孙婶子扁了扁嘴巴，她有些馋肉了。她说的无比认真，沈乔本就半信半疑，现下全信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孙婶子指了指前方的小院，不等沈乔回答，直接走进院里，扯着嗓门大喊：“李正，李正，有人送礼来了！”那大嗓门一直从院里窜到里屋，直接
接把李正给炸了出来，小心翼翼的左右瞅了瞅，气急败坏的对孙婶子道：“你个孙大耳朵，一天天咋咋呼呼跟喇叭似的，手里这是能大声嚷嚷吗？告诉你，我李正的位置没了，全怪你这张嘴。”孙婶子立马轻轻打自己的嘴唇，瞧我这张嘴哦。随后压低声音：“真有人给你送礼来了，那2大盒点心精致的哟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”说完，将身后的沈乔拉出来，指了指他手中的点心：“那就是他找你，听说是逃荒来的。”沈乔礼貌地冲李正点头微笑。正在两人相互打量时，从屋子里冲出2个小男孩，拉着张李正的衣袖喊爷爷：“来，好吃的点心！”沈乔眼疾手快，将手中的点心盒子拆开递给小孩。2个小男孩看到点心，眼睛都直了。你们2个在干什么？怎么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？回屋去，等晚上再教训你们。沈乔笑了笑，来到张李正跟前：“这都是我自己做的点心，家里也吃不完，想着都是邻里邻居的，就拿来给孩子尝尝。李正莫要怪罪2个小孩子。”他直接表明不是来送礼的，只是出于邻里之间相互帮助。李章满意的捋了捋胡须，连忙招呼沈乔坐下。沈乔摆摆手推脱：“李正莫要客气，我们刚搬到这儿来，以后仰仗李正的地方多的是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今日来有一事想麻烦李正。”那个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你们先聊，我就不插一杠子了。见他们有事要谈，孙婶子连忙摆手告辞，临走之前不忘拉住沈乔的手：“我跟你说呀，婶子，我就是个热心肠，平日里也就嘴巴碎了点，嗓门大了点，我就住在村子东头，有啥事都可以找我哈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”行，今日多谢孙婶子了。沈乔挥手跟他拜拜。孙婶子走后，沈乔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李正，我想盖房子，不知道要找哪些人帮忙，砖瓦在哪里购买？”听到这话，张李正猛地站起来，惊讶的话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什么？你们还有闲钱盖房子？”话一出口，感觉管得有些宽，轻咳2声：“那个，你还要盖砖瓦房？满打满算至少得要20两银子。叔劝你呀，这刚逃荒过来，啥东西都得操办，这个钱还是省着点花比较好。”说完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：“年轻人呀，手里就是存不住钱。”沈乔不以为意：“李正大叔，我家5口人，就2间土坯房子，实在住不下，趁着手里头有些余钱，该花就花了。”他特别不赞同老人说的攒钱存钱，钱本来就是花的，能挣钱叫有实力，会花钱才是真本领。该劝的李正也劝了，可人家不听啊，无奈之下叹了口气道：“想盖房子也容易，别看咱这村子名字不好听，村民大多数是犯人，但好处可不少。采石场旁边就有烧砖窑的，可以到那里购买砖瓦。还有啊，盖房子可以请那些流放的犯人呀，廉价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”看在点心的份上，张李正压低声音，不停地向沈乔出主意：“采石场监工的头头有4、5个，你呀随便给2人送点礼，这是好办的很。”